周氏打了一阵，越发的勇猛，但是回头一看，哎，自家男人不见了，气势瞬间就消掉了一半。现在被人群围着，周氏也不敢多说什么，转身也跑了。相公，不行，就不能这样算了。我说你就不能消停点儿？你没看在公堂上范子玲那意思吗？明摆着就是护着吕成行。我们现在再去告状，那也是瞎子点灯，白费蜡，说不定还能讨回几个板子。不去找范子玲，我们可以找林小鱼呀。他不是经常在刘克楼门前摆摊吗？我们就去那儿守着，等林小鱼来了，我就给免费吆喝吆喝，说吕成行是冒名顶替的，他根本就是个杀人犯逃犯。我看谁还敢买他们家东西。到了刘克楼门前，周氏喘着气，左右张望了好一会儿，但是就是没有见着林小鱼，也不知道那小贱人去哪儿了。你这个小娼妇，上次被老婆子我打跑了，这次还这么有脸来，又想勾搭哪个人？哎，你，哼，死老太婆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儿个我可不怕你，我家男人来了，你要是再敢打人，我让他打死你。我管你们是谁，敢来刘克楼捣乱，我见一个打一个。小帮厨赶紧去把林大厨叫了过来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来我刘克楼捣乱，吃了雄心豹子胆是不是？林小鱼呢？让他出来，别藏在里面不出来。小鱼妹子不在，滚滚滚！再不滚，我让人去打你了啊！哼，林大厨是吧？还以为林小鱼是什么好人吧？我告诉你，他家相公吕成行是顶替了我相公他三弟，根本就没有他这个人，说不定他还是什么逃犯，杀了人跑了出来，就你们还跟他交好呢，当心哪天惹恼了他，夜里就把你们都给杀了。不能吧，那小嫂子熟得很的，人好，卖东西也实惠，秤给的高高的，东西质量也好，也不掺半点泥沙呀，也不捣鬼，从卖蛏子我就开始买他的。就是啊，他们一家人都怪好的，我就是他们家的邻居。哎，你这夫人红口白牙的说些什么话呢？凡事要讲证据的，这么平白的污人清白，小心我们去范县令那里告你呢。说人家杀人犯，你倒是去告发他们呀，别在这里瞎逼逼呀。周氏傻眼了，结果现在这是在逗他。林大厨，还不快把这个人赶走？影响我们食欲了都。我们吃的个个都舒服得很呢，别听这个长舌妇在这里造谣呢。忽然想到自家男人吕老大来了呀，结果吕老大躲得比周氏还快。你个王八蛋，没用的瘪犊子！快滚快滚！再不滚，我手里的菜刀不长眼，先砍了你们再说。实在没法子，周氏只好咽了这口气。呸！晦气！敢来我刘克楼污蔑我妹子，活得不耐烦了都。好！林大厨也回头憨憨一笑。今天大家伙都受惊了，多有对不住啊，回头改天一定给大家伙做个补偿。你个王八蛋吕老大，行，不跟我走是吧？我自己去找。这没有摆摊，这小贱人就一定在家。等看到林小鱼家锁着的门时，差点气炸了肺。他哐哐哐敲了几下门，没人应。你个小贱人，滚出来！别躲在里面不出声啊！我知道你在家。你家男人吕成行是个杀人犯、逃犯，你们一家子都没什么好东西。他骂了半天，还是啥动静都没有。我打死你个小贱人！空口白牙的在这里污蔑什么？小鱼妹子一家不是好人，那这里就没好人了。大胖嫂子的木棍也不是盖的，周氏没讨到好，最后终于是一瘸一拐的又离开了。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？都怪林小鱼那个小贱人！哎呦，这脚上怎么磨出大泡了呀？周氏还不甘心呢，便想着去热水村找林小鱼。周氏狠了狠心，做了一趟牛车，牛粪味加上颠簸，让周氏吐了一口酸水。哎，大头在哪儿啊？大头在哪儿啊？我咋知道呢？别当着我倒泔水了啊！说着就把泔水泼在了前面，周氏便哇哇吐了出来。你们村的大头住在哪儿啊？你有病啊？不知道？我们村不欢迎你，滚出去！来找大头做什么呀？啊，准是没安好心，别来祸害我们村子啊！
你们老吕家一家人真是不干人事啊！原来你婆婆欺负小鱼妹子，现在连自己生的娃都能活生生的打死，真不怕遭报应啊！弱水村的人一个个都得了消息，围了上来，在村口形成了一道人墙，堵得严严实实的，就是不让周氏过去。都别来我们村，小鱼姐那么好，你们还欺负她，都不是什么好人。周氏没想到弱水村的人竟然这么团结，一起挡在村口，不让她进去。你这恶人滚不滚？不滚，我一锄头锄死你！我走还不行吗？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？我可告诉你们啊，李小鱼她男人吕成兴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吕家老三早就不知道死哪儿去了，吕成兴他就是冒名顶替的。李先富扛着锄头一把砸到地上，方向正是周氏的脑袋，他赶紧后退，这1人高的铁锄头险险地砸在周氏脚边。我再说一句，滚出我们村！要是没有小鱼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刨食吃呢。滚出我们村！再敢污蔑小鱼，看我们不打死你！我操，早晚你们都得让林小鱼给害死！周氏骂骂咧咧地回到了家，正好看到吕老二跟吕老大兄弟2个在激烈的吆喝争吵。爹娘都被你们害得蹲大牢了，这家产理应多分我一点。说话得凭良心啊，吕老二，爹娘以前都是偏袒你们2房，我们大房又捞着什么了？这家产必须我们多拿。凭什么给你们多拿呀？吕老二推了吕老大一下，把吕老大推倒在地，摔了个狗啃屎。他立刻冲上去给吕老二一记重重的巴掌。敢打我男人巴掌是吧？你个死贱人不想活了！老娘今天就挠坏你的脸，看你还敢不敢打我男人了！ 2个女人瞬间就厮打在了一起。因为今天去县城，又从县城回来，来来回回的折腾，周氏到底是体力不支，没打几下就被吴氏占了上风。他娘的，他敢往老娘身上吐呢啊！孩子他爹，给我上来揍他！他们边打边吆喝，声音特别大。这上哪儿去啊？看老吕家热闹去。在老吕家最近热闹，可是一出接着一出啊，跟唱大戏似的。咱们村多久没这么热闹过了？嘿，那我得赶紧去看看，错我这村可没这店了，以后可看不着喽。好玩好玩，呸呸呸，吐口水喽！热闹看够了，上来几个人，把他们给我分开。 2个人都是鼻青脸肿的，吕老大还被吕老二打得冒了鼻血，地上似乎还掉了一颗不知道是谁的大黄牙。村长，这我们上去也不方便嘛。其实实话是，这口水也太脏了，他们看着也恶心呢。还不快把他们给拦下来！你看看你们老吕家像个什么样子？这样不是让别的村平白看我们村的笑话吗？又有会看眼色的小伙给他摆上了一张大师椅和桌子，摆足了若叶村村长的谱，又问道：“说说，因为什么事啊？村长，今天您正好来了，您给主持个公道，我们老吕家要分家。”对，分家。行啊，今天有本村长在，就帮你们主持着分了这个家。我看不如这样啊，做家里的财产和房地，你们就各拿一半好了。村长，我们是吕家的长房，我们还给吕家生了3个带把的孙子，我们家理应多分一点儿。放娘的狗屁呢！都是一个爹娘生的，凭什么你家就多分呢？再有异议，你们老吕家的田产全部充公，归村里所有。老吕家一家人顿时偃旗息鼓，什么话也不敢说了。行了，既然没有什么异议，就这么分吧。村长一行人洋洋洒洒地走了。命苦啊，吕老大！我周氏嫁给你之后，我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，给你们老吕家生了3个带把的，你娘苛待我，现在好不容易熬到了分家，还得和你家老二平分家产，老天爷也太不公了！吕老大心烦意乱，回到屋里堵上了耳朵，躺在床上就呼呼大睡。分家以后，老吕家的日子一天天的过下去，越来越没过头。正好听到吕大宝还在院子里疯跑，不知道砸了什么东西。你个死王八羔子，不知道看着点啊！咱家就这个碗最好，还让你给砸了，我揍死你！你个小贱蹄子跑哪儿去了？老娘早晚找到你，还敢跟老娘跑！这一下吕大宝就病了好几天，躺在床上哀嚎。前周，娘，这里怎么这么多山路？
这里是千州，和里阳县不一样的，就是山多路还曲折，不好走。每个地域呢都有每个地域的不同特色，就像咱们吃的美食一样。秋秋，是不是累了？没有，秋秋就是好奇而已。等会娘能不能给秋秋编个花环带？那婆婆，等会也给秋秋编一个花环带。相公，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吧，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，孩子们都累了呢。照那个小摊贩说的，也不用多远了，天不黑就能走到村庄了。这里风小，还能看见山间景色。就你考虑的周到。秋秋，快去采集朵你喜欢的小花，再摘点柳条，娘给你编个好看的花环。好，哥哥走，陪秋秋去摘花。好歹天黑之前，他们走到了一个拱形的山洞前。小妹，你确定是这个地方吗？会不会是那个小摊贩蒙你呢？我进去看看。太神奇了，在这个地方竟然还有村落呢。什么？武林人捕鱼为业，缘溪行，望路之远近，临近水源便得一山，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。难道这山洞里竟是别有洞天？山洞外宽内窄，走到深处便仅容一人通过。我和三哥勉强通过之后，前方光亮大盛，才发现竟然有许多户人家住在这里。相公、三哥，咱们进去吧。老翁，我们是过路的，这不天也擦黑了，外面又下了大暴雨，没地方去了，误打误撞才到了你们这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我看这雨也越下越大，不如先去我们家避避雨。正好我儿子出去上工了，家里也能腾出地方。我看你们这有老有少，就别再给淋出个好歹。进来吧，进来吧，先进来烤烤火，屋子里刚生了火，热乎着呢。真的是谢谢您了。老头子，这是哪领回来的人啊？我告诉你，咱家可不富裕，咱儿子一天挣那么点钱，给他们吃喝，咱们一家子吃啥？喝西北风去。老太太一副刻薄相，尖嘴猴腮，瞧见林小鱼这几个人，那眉头拧的呀，能夹死一只苍蝇。老翁，我们也不白白住你的房子，这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暴雨天的不好走。如果能让我们借宿一宿的话，我们可以先付你们钱的。一见了银子，这尖嘴猴腮的老太太瞬间就变了个样。好说好说，谁在外面没个难处，来我们家，你们也算是来对了。上一秒还晴空万里，太阳照得人身上暖洋洋，下一秒就狂风暴雨吹起来。住住吧，再住住吧，等明后天气好了再走。尖嘴猴腮的周老太太极力挽留林小鱼他们，毕竟多住一天就多收一天银子。正好吕成行和林三强都会做钢造，用了一天就把这里的村民给教会了。我说小嫂子，你的男人可真是厉害，什么活都会。哎呀，有福了呀！幸亏你们来我们这儿了，不然呐，我们连钢造是什么都不知道呢。是啊，你们这里无公害无污染，纯天然空气还好。不过，我们是万万不能留下的。或许养老的时候还可以来玩玩，但是现在是万万不能住的。小鱼姐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做饭啊？我刚才看见这家的小媳妇儿，刚才竟然偷偷溜进了姐夫的房间。林小鱼心下一沉，忙也压低声音问道：“小黎，你确定没有看错吗？”小鱼姐，我绝对看不错。我刚起来就听见有动静，出来一看，那小媳妇儿偷偷摸摸的就溜了进去，肯定是不想干好事儿。这户人家怎么能这样呢？咱们钱也给他们了，小鱼姐你还天天起来做早饭，他们怎么能……走，去看看。滚！赵春花忙不迭地滚了。等到门口看到林小鱼和田小黎，还妒恨地瞪了林小鱼一眼。你不能走，这件事情呢，咱们得留下来好好说道说道。这么大的人了，又生了一个小娃，总知道和外男要避嫌了吧？赵春花，你这大清早的去我相公和三哥的房间里，是要干什么去啊？没听到吗？小姨姐说你不能走，这件事你必须给我小姨姐一个交代。是你们住在我们家啊？这房子都是我的，那我还不能进去看看啦？他们吆喝的声音大，周家老夫妻闻讯赶来。是我婆婆让我做的，她还说你男人教会村里的人做钢造有大能耐，
我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，那不如就报答一下你男人。小鱼怎么了？我早晨起来就看见这家小媳妇偷偷摸摸的，我还以为要干什么呢，结果就看到她进了姐夫的房间，真是不要脸！呸！什么不要脸？你个小丫头片子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报答，你懂吗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啊！唆使自己的儿媳妇儿去勾引别人的男人。老太太，你给我说这是报答，给你儿子戴绿帽子，也不知道你出去上工的儿子回来以后会怎么看你这个老娘啊！真是活久见，见我老婆子活了这半辈子，还第一次听到有这种报答方式。难道别人帮了你们，为了报答人家就能往人家男人床上爬？这也忒贱了！不准靠近我爹娘，不准欺负我娘，不让我咬死你！你长得很丑，也配和我娘比？被气笑的林小鱼又被自家儿子给逗乐了。果然是他家小李呀，这话说的，够直接。相公，左右鱼也不太下了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。一听他们要离开，老夫妻急了，立马就冲到林小鱼面前。吕成行和林三强则立刻上前挡在了前面。吕成行冷声喝道：“做什么？”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对着他们就重重地磕起头来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我说姑娘啊，你们就留下来吧。我们在这个村里多少年不来一个外人，穷得叮当响。你们一家人留下来，我们这个村子才能发展得越来越好啊！哦，你们村子发展怎么样，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周老头一直沉默，都是周老太太说话。求求你了，姑娘就留下来吧，帮帮我们这群人，还有这位兄弟。您是个有能耐的人，只要您留下来，我们村子就可以富起来了。您要是不喜欢我家这个破烂货，村子里的其他小媳妇儿随便挑。见吕成行不搭理自个儿，周老太以为还不够，恬不知耻地说：“你要是喜欢17、18岁的大姑娘，只要说一声，我保证他们家就立刻给你洗好送过来。”饶是一直冷漠的吕成行也沉默了，所有人都被周老太的话弄得目瞪口呆。这里的人都还正常吗？为什么他们说出的话是这么的无耻和不要脸呢？你要几个都行，只要你愿意留在这里，他们给您媳妇儿当牛做马，照顾2个孩子完全不是问题。相公，我们快些走，别在这里待着了。林小鱼觉得自己的三观彻底被颠覆了，果然住的地方奇葩，这个观念也奇葩得很呢。你们不能走，你们不能走！周老太就想喊出声来，吕成行睨了他一眼，冷冷道：“不准出声。”婆婆，这人怎么这么凶啊？我都不敢看他，别是在外面杀了人吧？你管他杀没杀人，这人我们是没留住，赶紧吆喝起来，让村里人一起去追，否则我老周家一家在这村里就要被人给挤兑死了。贵人跑了，我们的贵人跑了，大家快点去追呀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村里呼啦啦的瞬间涌出了一大波的人。你们老周家招待不好贵人，就让我们招待，怎么还能让贵人自己走？我们村子里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有能耐的人，就这么被你们给放跑了，给我赔！就是，他们走了，我们村里富裕不起来了，那少赚的钱你给大家添呐！别卡在这里，耽误了老子去追贵人，贵人跑了你赔得起。小妹，我们终于出来了，赶快走，赶快走啊，别让他们给追上来呀！林小鱼皱着眉，手里一拖二，回头嘱咐：“里面水多，有些滑，小黎，你和伯伯小心一点。”驾！一声长喝，被拘禁了2晚上的枣红马打了个长长的响鼻儿，迈开4个蹄子就奔跑起来。幸亏我们出来的及时，否则等村子里的人都来了，是真的要被拦下来了。婆婆，他们还能真不让我们走啊？这可是犯法的。小黎，你不懂，穷山恶水出刁民，这儿本来山就多，而且又偏远，就算是官府想管，天高皇帝远，听过没？想管也管不到这儿来。娘，咱家的马是累了吗？怎么速度越来越慢了？怎么速度越来越慢？外面忽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喧闹之声，伴随着2个妇人的凄惨哭声。别跑，留下来！我们村子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你们非要走呢？既然帮了我们，那就帮到底。现在走了，你们不善良。要不就别帮，
装样子给谁看？小妹，马车已经够快了，他娘的，这群人真是不要脸！三哥下去，先拦住他们，你们快走！三哥，快往前跑，不能停，你停了就走不了了。听小妹的，快走！三哥，你是陪我一起来的，你过去要是出事了，在爹娘那里我怎么交代啊？你这是故意要让我背上罪名是吗？快走，否则我不认你这个三哥了。什么东西砸我头？这是钱啊！发财了！哎，别踩别踩，这是我的钱！他妈的还和我抢，老子不弄死你！相公，快抢！你这死孩子怎么才捡了3个铜板啊？快给老娘捡！你们是村里的罪人，怎么还有脸来这捡钱呢？要不是你们，贵人能走吗？贵人不走的话，我们捡到的就不止这些钱了。怎么就光赖我们一家？凭什么有钱不让我们老周家捡？哎呦，你踩我脚了！就这么一愣神儿，吕成行驾着马车已经飞奔出去。还追不追啊？追个屁呀！有钱不捡王八蛋呢！操！别耽误老子捡钱，滚开！这次是我的错，不该听信那个小摊贩的话。不关娘的事，是他们坏，是他们坏。秋秋握着小拳头，用力地挥着。他们都不是好人。小鱼啊，咱以后可得小心了。虽说这次跑出来了，但是都吓得不轻。婆婆我活了大半辈子，实话说，那若野村的人虽然混，但是上头有县令大人管着，他们也不敢这样。这里太偏了，他们人多势众，被扣住，咱们真是深渊无门。婆婆，以后这样偏僻的地方，咱们再也不来了。他这是穿越古代以来一直顺风顺水，倒是忘记了这世间险恶。当地官府没法管，如果官府来查，整个村里的人便会替其打掩护。小妹，你们都没事吧？三哥这次算是长了见识，这真是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啊。行了，三哥，那件事情咱们就不提了。我看这里人挺多的，和那个惠水县差不多，估计也是个县城吧。县城好，相公，咱们先去找家客栈休息休息。你先去成衣铺，这里我来处理。好，先让婆婆和2个孩子住下，小黎也留下，我和三哥去。小黎、秋秋别乱跑啊，陪着婆婆。小黎，你看好他们。小鱼姐，你放心好了。客官，看您这一大家子是要住店吗？这南来的北往的商客都住在我们这儿，既干净又卫生，服务还好。先给我们烧上几桶热水吧。客官，您等着。哎，我说小妹，三哥身体好得很，穿以前的旧衣服就行，不用再给三哥破费了。三哥，你跟着我呢，就要听我的，这衣服必须买。衣服买回来，全家人都换上。相公，这是哪个县？四山县。我给你们说个事儿啊，这市中的人真是既可笑也可怜。林小鱼也安静下来，对着秋秋比了一个嘘的手势。乖，秋秋听个故事。眼睛咕噜噜的转，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。别卖关子，别啰嗦，快说，兄弟们听着呢。急什么？这故事不得慢慢说，听我娓娓道来。要说这王员外家的王小姐，这生的是天生国色，美艳动人，自小便有许多人追求，那出个门简直就是一场灾难。得，直接说正题。得，那我就直接说了。这王家小姐待字闺中，王员外本来想着给王小姐说家好亲，结果你们猜王小姐最后看中谁了？林小鱼已经猜出了后面的故事，多半又是一个俗套的小姐爱穷困书生，不爱富贵公子的故事。一个穷酸的落魄秀才，这王家小姐还和秀才私奔了。肯定是这个秀才无耻撺掇，王小姐才会和他私奔呢。胡说八道，这种老掉牙的故事我们早就听够了。结果私奔被抓回来之后，才发现这穷酸秀才竟然和王员外长得有些相像，一查才知竟然是王员外夫人早年丢失的长子。好，这个结果我们属实没猜到啊。再讲一个。娘，这世界上真的有那么巧的事吗？那后来王小姐和这穷酸秀才会怎么样呢？这还有说吗？自然是分开了，他们是亲兄妹，怎么可能一起？
这不是违背了人伦纲常吗？会被人唾弃的。今天天气正好，咱们一家人出去逛逛吧，正好也活动活动，散散心情。娘，咱们上去看看，万一又遇到上次小姐姐那样的事呢，咱们还能帮一把。小妹，去看看吧，左右也没事儿。娘，我们走。只见人群中央，一个少女跪在街头，少女的旁边放着一床草席子，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。求求大爷大娘，伯伯哥哥，可怜可怜小女子吧！小女子父亲得了重病，突然暴毙，家中贫困，买药治病已经花了不少钱，没有钱埋葬。只要有人肯买下小女子，为父亲安葬尸骨，小女子为奴为婢为妾都心甘情愿。求求各位可怜可怜小女子吧，就买了小女子，否则小女子也真的要下去陪父亲了。围着的人群中，上了年纪的都红了眼眶，默默地抹起眼泪。牛婆婆的眼睛也红了，田小梨也偷偷地用袖子擦了擦眼睛。林小鱼偷偷瞥了眼吕成行，只见他还是面无表情，实在不是他没有同情心啊，只是这样的套路都看得免疫了。而且这女子看起来也不是真的缺钱。吕成行就在自己旁边，这白衣女子的视线都有意无意地飘过来无数次了，含羞带怯的，自然不是看他了，其心昭然若揭。小鱼啊，不如我们给她点钱，让她把她爹给安葬了吧。这小姑娘一个人也挺可怜的，也没个亲眷，孤苦无依。娘，这个姐姐好可怜，咱们帮帮她吧。这位姑娘，你是说家中贫困，没钱给老父亲买棺材，对吗？对，家中实在贫困得很，之前治病都花了不少，现在实在拿不出钱来。这白绢花手帕我看着倒是挺好的呢，绣工做得很细致。这白衣女子没有想到林小鱼注意到了自己的手帕，这是之前我爹买给我的，想留个念想。我也不和你啰嗦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这个手帕够你买一具棺材了。你爹都无处安葬了，孰轻孰重的，你这当闺女的不知道吗？可见是骗人的把戏吧。这白衣女子慌了，小姐，您不能诬赖小女子，如果这手帕真的能卖钱，小女子还能不卖换钱吗？还我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人家小姑娘已经够可怜的了，你还在这里说东道西的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哎呦，什么手帕不手帕的呀，那是人家父亲留给人家的，做个念想。你这个人真的是不善良啊。这俩小孩是你的吧？带着孩子来就给孩子积点德，否则以后报应都到孩子身上了。阿弥陀佛，像你这种人早晚遭报应的，下地狱的。吕成行直接动手，把骂人最狠的那人给一脚踹了出去。光天化日之下还敢打人，没王法了！你们是外地人吧？来我们地界还敢打人？还大家快点报官呢！白衣女子听到报官之后，眼眸闪烁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正常，又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。人群中便吵嚷着报官，要把吕成兴和林三强给抓起来。小黎，把秋秋和小李带远一点，别让他们往这边看。婆婆，你也过去，背过身去，千万别看。田小黎还是听从吩咐，把两个孩子带到一边。这女子肯定有问题。你说这是你父亲，看你的装扮，应该是个贫苦人家。这老父亲的脚呢，肯定是承重几10年的，脚面多少有些扁平，前足的部分会更宽。可是大家伙瞧瞧，这人的脚磨损并不严重，且皮肤细腻，根本就不像是一个老人家的脚。你胡说！爹啊，你死了还不得安生，是闺女无能，不能让你入土为安。闺女这就去陪你。忽然冲上前来，迅速把白布掀开，一个已经死去的女人露了出来。死者为大呀，人家死了还被你挖出来行骗呢，真的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。刚才说我遭报应的人，怎么不出来继续骂了？幸亏这小嫂子揭穿了骗局啊，否则我们的钱就被你骗走了。骗钱都骗来我们泗水县了，真是不要脸！我给这小嫂子道歉，真是对不起啊！刚才我还骂您遭报应，现在看来是我遭报应，真是不应该做下口业。你是学佛的吧？以后别学差了。哎，是。你这怕不是从哪个乱坟岗把人家挖出来的吧？躺在这里招摇撞骗，也不怕深更半夜被敲门呢？听到这话，被吓得抖了抖。事情闹了这么大，捕快也出现在了现场。这还有一个。
众人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是同伙啊！鼓掌之声不绝于耳。小嫂子果然见解不凡，在下颇为欣赏，可否请你们一家人吃顿饭？不用了。我叫沈括，出门在外多少交个朋友，就这样决定了。反正我们都是住一家客栈，回去就请客。那具尸体和白衣女子还有同伙都被带走了。小鱼啊，可吓死婆婆了！刚才婆婆的心啊，就在那空中提着不上不下，太吓人了。这女人怎么敢这么做？人在做天在看，也真的是不怕遭因果。牛婆婆脸色有些发白，两只手捂着自己的胸口，喘着气。刚才那个乞丐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的，他怎么就敢活生生的把那白布给掀开啊？幸亏我和婆婆把秋秋和小李的眼睛捂得严实，要不然小孩子看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怕不是晚上要做噩梦了。林小鱼也觉得晦气，刚才他只是想用这脚来证明女人是骗子，是撒谎的，却是没有想到半路横出个程咬金，揭开了那白布。外边真是人心险恶呀！别怕，我在。我知道，我并不怕的。行了，咱们这一大家子人啊，也别在街上杵着了，回客栈吧。娘，你好聪明，一眼就看出来是骗人的。秋秋就很笨了。这一次的好心被欺骗之后，秋秋垂头丧气地跟着林小鱼往回走，刚才的活泼劲儿也都没了。既然沈三公子再三邀请，那我们一家人只能却之不恭了。沈公子，今日你说的那有情人终成兄妹的故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属实，自然属实。兄弟，我看你也是个有见识的，再给我们讲讲呗。秋秋此时也抬了抬眼皮，沈括见到便打趣道：“这小丫头是谁？怎么如此的不高兴？嘴上撅的都能挂油壶了。”没有油壶啊。这是我家妹子的女儿，叫秋秋。刚才那个市井上的事儿啊，沈兄弟你也见到了，这小丫头一片善心呐，结果那个人却是鸡鸣狗盗之徒，算是善良为了狗啊。这鸡鸣狗盗之辈多了去，没必要为了一两个狗东西难过。秋秋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听听。秋秋，听过除夕灯猴的故事吗？灯猴？沈叔叔，是油灯里的小猴吗？也差不多。我们的故事啊，就从除夕开始。除夕的时候，家家户户放爆竹、买腊肉、杀年猪，一家人在一起，远方的人都回家，一家子和和美美，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焕然一新。我们家也是这样。秋秋，听故事的时候呢，不要打断。啊，知道了。打扫得一尘不染，都能照出人影来，可是唯独忘记了一样东西，你们猜是什么？是灯猴。聪明，用了这一年的油灯，已经脏污的不能看了，这家人竟然忘记了打扫，这油灯里住着的灯猴就不乐意了，在除夕当天，顺着烟囱冒出的白气上了天，腾云驾雾飞到了南天门。娘，南天门是什么？秋秋，看见头顶的天了吗？里面呀有一座好大的宫殿，在南方的门呢就是南天门了。我知道，在北方的就叫北天门，西天的叫西天门。林小鱼无语，好像上辈子就听说过南天门啊，哪里来的西天门和北天门？禀报之后，这灯猴便进入宫殿内，向玉皇大帝禀告下界的凡人浪费粮食，不敬天地。结果玉皇大帝听了震怒，便吩咐在除夕之夜降下洪水，把这村子里的人都给淹死。不要，这灯猴肯定是编了谎话，因为村子里的人不把油灯擦干净，所以就想要报复村民。娘，我们过年的时候油灯擦了没有？擦了，秋秋忘记了，还是你和婆婆还有田姐姐一起擦的。这口口相传的故事我也听过不少，灯猴确实没听过。婆婆，
幸亏我们擦得干干净净，否则是不是也要被告状啊？兄弟，你快些讲来啊！小李是在为村民担忧吗？娘，那些村民虽有过错，但罪不至死。听着，故事还没讲完。刚才说到除夕半夜降下洪水，在人间的灶王爷和土地公土地婆听说了这件事儿，可急得不得了，纷纷告知村民赶快躲到山上去避难。他们这些人赶到天庭的时候，才把事情说明原委。玉皇大帝怒了，罚灯侯永远困在油灯内不得出，并且免除了洪水。太好啦，这下子村民们就不用被洪水淹了。但是洪水已经发了一半，村民的东西也被损毁了大半，但是没有人员伤亡。后来他们才从山上下来。接下来的一年是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，收成比往年都好得多。村民们都纷纷感谢上天，感谢灶王爷和土地公土地婆的恩德呢。娘，之前咱们村刮台风发洪水，是不是就是灯侯上天告状，所以才会发洪水？自然不是，而且那天也不是除夕啊。这倒是个稀奇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是我去南州的时候，雨夜借住在一个老伯家，他给我讲的故事。敢问这位兄台姓什么？吕成行。兄台刚才身手了得，我在旁边都看呆了。若有兄弟这般武艺，以后我行商也不用雇护卫了。跟我来。啊，兄台是要教在下几招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沈括面色欣喜，拔脚就跟着吕成行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垂头丧气的回来了。以前买了不少武功书籍，还被人骗了不少钱，父亲还给请了师傅，结果教的都是一些街面上都会的货色。现在看吕兄弟的身手，果真不凡。可惜啊，可惜，年少时没能遇到吕兄弟，我本就没有根骨，现在学也晚了。可带武器，学一些出其不意的招式，都可防身。短剑匕首都可带在身上。沈某在这里谢过吕兄弟。哦，对了，我看你们也不在这儿久住，我送2个护卫给你们。虽然吕兄弟身手不凡，但是双拳难敌4手。你们这一些人又都是老弱妇孺，多2个人总是多一分保证。真的不用，我们萍水相逢的，你没必要。这人也太热情了吧。不要多说，我和你们一见如故，相遇也是个缘分，多2个护卫也能塞得下，莫要推辞。沈括态度坚决，林小鱼也敌不过这盛情好意，只好谢过沈括。一顿饭宾主尽欢，沈括付钱，林小鱼向来不想欠别人的。沈公子，不知你是否喜欢吃海货？海货？自然是喜欢的，尤其是这鱼类。海里的鱼比水里的鱼要好吃得多，腥味也少，味道也鲜。那正好，我们车里有些海货呢，沈公子不如去看看，喜欢什么可以自己挑。那我就谢过小嫂子了。小嫂子，以后沈某一有机会，一定要去你们那儿品尝品尝当地的海鲜。这路途上到底是哪些味道，还是刚捞出来的好吃？那是自然。最后沈括也没和林小鱼客气了，挑了一个大黄花，带了一些蛏子、海胆。林小鱼下午便收了那2个护卫一行人，又踏上了旅途。小嫂子，这个生蚝和粉丝蒜蓉搭配，再加上辣椒，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呢。不过真心好吃啊，鲜得我舌头都快咬下来了。我看你们少爷也是个实诚爽快之人，值得结交啊。那当然，我们少爷虽然行为跳脱，但人心地不错，待我们这些下人都很好的。你们不是沈括请来的护卫吗？难道不是从外请来的？不是，我们2个是沈府的家丁，家里做茶叶和丝绸生意，遍地开花，甚至在京城也有庄子，做的还不小。这我们少爷呀，在家里闲不住，老爷便让我们几个跟着少爷，保护少爷的安全。说起来，还有件好笑的事儿。说来听听。
吕公子，你就是我家少爷爱结识的那种能人异士。说起来这个事儿啊，是这么开始的。我家少爷说在街头买武功秘籍，这是一件事儿。当时那本书只要学过武的都知道，就是烂大街的套路。那个小摊贩居然敢卖我家少爷5两银子，我家少爷这么好的人，你们说怎么可能会有人忍心骗他呢？不过就是胸口碎大石，我们兄弟2人学一学，也能给少爷表演看。可那人就骗了我家少爷5两银子，我看就是欺负我们家少爷人傻钱多。不对，是我家少爷善良天真。胸口碎大石，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受力的问题，寻常体格强健的人，练一练自然也能成的。吕公子，您才是真正的高人能人。要是我们少爷早些遇见你，就不会被人骗了。不止这个，我家少爷之前还遇到了一个假道士，千求万跪的给了假道士不少银两，才得来了一本破破烂烂的隐身书。隐身之后，是不是旁人就看不到了？那小丫头真是天真呐！世界上哪有什么隐身之术啊？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罢了。这偏生我家少爷他还信了。自从得了那个隐身术啊，天天在家里撞墙，做了好些事儿。我家老爷实在是看不过去了，棍棒相加之后，少爷才清醒过来。你们少爷还真是个妙人呢。又闲话了一会儿，眼见着风渐渐起了，众人便又赶上马车往前行进。从泗山县往京城赶，要路过7座城池。一路上，一行人住客栈，吃当地美食，顺便野炊，已经和这俩护卫混得熟熟的，日子过得好不快意。行，走吧。检查过之后，城门的守卫便点点人数，收了林小鱼他们1个人5文钱才放行。相公，咱们先找个客栈住下吧。2位大哥，一路上辛苦了，拿到这个，你们回去复命吧。告诉沈少爷，我们一家人很感谢他，以后也许还能相见呢。顾福和顾宇兄弟2人又是好一番推辞，最后林小鱼板了脸，才让他们收下了这2个红包。3个月了，整整3个月呀。相公，咱们到了京城，先不急着买房子，我想先在外面支个小摊儿，把你这件事给理清了，帮你翻案了之后，咱们再买房子。当然，有些是不必说的，明白。就先这么定了。啊，不行了，相公，我也得去睡一觉了。睡醒了以后沐浴更衣，咱们再做商量。睡吧，剩下的事情我去处理，别太累了。一切有我，否则娘子什么都做了，还要为父这个累赘作甚啊？实话说，相公，之前你对于这件事的表现，真的令我很失望。我本来以为你是个勇于面对、不逃避困难的人，但现在你表现出来的行为，真的和之前的你大相径庭的。是不是很没用啊？你这是非要我揍你才行是吧？都告诉你了，我可以允许你暂时的逃避、怯懦和躲藏，还有不作为。我会陪着你一起成长，面对这些阴影的。但你总要让我看到一点希望啊，而不是一味的躲避。相信我，我不会再变成那个纨绔。好了，别在这儿煽情了，我去休息了。你也好好休息吧，等睡醒了再说，照顾好小李。秋秋已经躺在床上睡得打起了小呼噜，真是花钱如流水啊！不知道数了多少只绵羊之后，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口干舌燥，秋秋，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这几天秋秋也跟着，累不累啊？娘，秋秋不累，一点都不累，就是住的不太习惯。秋秋是不是觉得客栈人太多了？没关系的，咱刚到京城，人生地不熟的，先住几天客栈，到时候爹和娘租好房子以后，秋秋啊就可以去住了。到时候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也没有那么多人看着我们了。太好了，娘，到时候秋秋又会有新的玩伴，不用整天在这里闷死了。那就起来吧，趁着现在天还早，咱们一家人出去看看。秋秋去问问牛婆婆还累不累，要是累的话，就让婆婆先休息着，咱们去看房子。好。娘，这几天颠簸劳累，功课都落下了，小李得先看看书，温习温习功课。行，小李注意点眼睛，
也别太辛苦。还记得范大人说过什么吗？记得，范伯伯说要注意身体，不然等将来殿试的时候仪态不端，弓腰驼背是会被刷下来的。你自己有数就好。小李咱聪明，功课落不下，好不容易到了京城，不如出来好好看看外面多热闹啊！一个男孩子，别老在家里闷着啊，容易闷坏了。三舅舅，小李心里有数。三哥，咱们走吧，今天看着日头还高呢，去牙行看看租的房子。走吧走吧。大包子，刚出锅热乎乎的大包子嘞！您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不吃您先买，尝好了再来。哎呦喂，珍珠简直是不要钱的往外撒，也不怕被人偷了去。这谁家的马车这么气派？一匹威风凛凛的大黑马在前面拉车，外面挂着一串串璀璨的白珍珠。是京城里王家的，人家的京城里不知道有多少田地和商铺，偷了就偷了，那点珍珠还算钱吗？唉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呐！我们在这里卖点菜抠抠搜搜的，人家遍地撒钱都不心疼，这就说呀，还真是个人的命呢。林小鱼看了看那顶华贵的轿子，又扫了一眼这京城里的妇孺，不仅是穿的布料华贵、好看精致，她前世就是做古风工作室的，自己 DIY 了不少的珠花布摇，还有手链，看来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了。小妹啊，这京城也太繁华了，三哥我瞧着那个珍珠也都被晃花眼了。你说在我们李阳下里，哪儿见得着这种稀奇景啊？咱们以后在这里定下来了，我想着做首饰生意也不错的，毕竟都是富裕人家，给的钱也多。算了，先不说这个，咱们先租房子吧。刚才进城的时候，三哥就一直没敢问，这怎么进个城还得交钱呢？城门税，这个属于早就定下的，没法更改。哎，不说了，万一让人听到不好。路上几个人问了问过路卖菜的大爷和大娘，姑娘去了以后，千万别说你们是外地人，否则不给你们便宜。嗨，那有钱人家的小姐，金银首饰都甩着玩，我听说动不动赏给手底下的丫鬟婆子。老太太我这一辈子也没戴见过上样的首饰，要是有那便宜又能撑门面的首饰，死了也甘心。谢谢您了。照着老婆婆说的方向就走了过去，迎面就撞上了一个提着鸟笼的人。大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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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爷！八哥鸟又叫了几声，纨绔瞬间住了脚，挡在李小鱼他们四人前面，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。想干什么？纨绔被唬得后退一步，笼子里的鸟也因为剧烈震动，用力地扑闪着翅膀，但是还是锲而不舍地叫。大爷，干嘛呢？过来玩啊！我说你这位兄弟人高马大的往这儿一站，活生生能把人吓死。干嘛？我长得不像好人？这女娃娃卖不卖？哼，这女娃娃倒是长得可爱，像年画里的小童子。大娘，多少钱？咱出个价。林小鱼愣了愣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这个大娘说的是自己，脸瞬间就黑了。哎呦，你这小娃娃怎么还咬人呢？属狗的，嘿，咬的还挺疼。我娘才不卖我，咬你一口都算轻的。我娘也不老，你叫她大娘就该咬。林小鱼被自家小闺女给暖到了。老伯，我家小闺女宝贝着呢，千金不卖。与其有闲工夫买我家小闺女，还不如您老先去医馆看看眼睛呢。你敢说我是瞎子？看我不……兄弟，有话好说啊！少爷，是谢公子啊！啊？什么？谢什么？谢魏阴，谢公子。纨绔冷哼一声，又轻蔑地上上下下打量着吕成行。哼，这人一看就是刚从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的村里来的，哪里比得上我谢兄？刚才我就打量过了，外形虽然长得像，但连我谢兄弟的半分贵气都没有。见吕成行没有反驳，也没有搭理自己。我李顶天最服谢魏阴，我谢兄弟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斧钺钩叉拳脚功夫也是我李顶天打马都追不上的。今日算你们运气好，你这个村夫长得像我谢兄弟，我就不跟你们一般计较了。哼，要是我谢兄弟还在……李顶天说到这里戛然住了嘴，
神情变得哀伤起来，深深地看了一眼吕成行后，便默不作声地带着小厮走了。这是你的熟人？京城这么大，我们出来第一天就遇到熟人了，他会不会去告发你啊？哎，早知道今天我和小梅出来，妹夫，你就不该出来啊！今天我们是大意了，要不咱们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东西，咱们立刻就走吧。不必担心，确实是认识的熟人，但是李顶天本性不坏，是因他家里有个树弟，事事都压他一头，他心中苦闷，便自暴自弃，做纨绔之状罢了。原来如此，林小鱼多少有些不放心，可我看他实在不像个好人。刚才呀，还想买我们秋秋呢，毕竟那么多年过去了，人是会变的。等咱们租完房子，我给你乔装打扮打扮，让他们都认不出来。小妹，你竟然还有这种易容的本事啊！三哥，到时候你瞧着就知道了。便到了卖菜大娘所说的牙行，不愧是京城地界啊，哪里都装饰的豪华大气。你们要租房子，我可告诉你们啊，这里的房子很贵，最起码也是50两银子一个月，别到时候我带你们跑了，到时候你们不租了，还让我白费些力气。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我们总要看看合不合适再租吧，那不能你带我们看了就立刻租呀，到时候不合适你给我们退钱呐。林小鱼顿时就不想在这胖子这里租房子了，牙行有的是，干嘛非在这里受气呀？哼，就知道你们没钱，一看打扮就是从乡下来的，不好好在你们乡下待着，到京城来干什么？最近京城毛贼多了些，我看就是你们这些外地人来搞的。你牛气什么？往上8辈数一数，你家祖宗也不是京城的吧？相公，咱们换个地方。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就算在他这租了房子，后续的事情可多着呢。走吧，咱回去再跟那老大娘问问，这京城这么大，我还就不信找不到第二个牙行了。大娘，是你啊，姑娘，租到房子了？没有，那牙行的人说我们租不起房子，带我们看也是白费功夫。这京城的毛贼多也怪到我们头上啊！这京城的人就是看不起咱们外地人，这也是看在他那里近，刚才我才让你们过去。得了，姑娘你也别自己找了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让人骗了我也不落忍。我家老头子有个朋友，认识的人多，回头我给你问问去，保准租到的房子便宜又敞亮。那就谢谢大娘了。甭谢，我和我家老头子也是外地的，不过来了10几年了，刚来的时候也是被嫌弃的很。老头子听着没，改明让你家兄弟去问问，给这姑娘找个牙行租房，要抵10的。知道了，那么大声做什么呀？我又没聋，你们几个跟我来。我朱老头啊，在这京城地界还能算得上是说上话的，保准你们租到又好又便宜的房子。球球，累不累？累的话，先让三叔叔赶紧回客栈。娘，我不累，球球要和爹娘3舅舅一起去看大房子。行行行，走吧，陪我们家秋秋啊看大房子去。哎呦，朱老叔又给我带人来了，哎呀，真是谢谢您了。您这几位先坐下吧，喝口茶润润，咱歇会儿再谈。挺淳朴的一小伙子，如果不是在京城，林小鱼还以为是大头呢，那股气质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既然是朱老叔带来的人，我也不坑你们，先给你们说个价，你们商量商量要哪个价位，咱再去看房。行，那您大体给我们说说吧。京城房子贵，一间宅子也要50两银子一个月，地段好一点的要200两一个月。要不你们先回去商量，商量好了再告诉我，我保证给你找个便宜还敞亮的房子给你们，这样咱们都不耽误功夫。林小鱼的心中也没底了，便笑着说：行，我们几个回去商量商量，定好要多少钱的，您再带我们去看吧，麻烦您了。麻烦什么麻烦，都是在京城混饭吃，互帮互助。回去的时候，林小鱼让吕成行买了一点礼品送给朱老头和朱老太，心里暗暗记下了这个人情。回到客栈以后，来来来，相公，我给你换个造型，我看看要给你怎么整啊。林小鱼盯着吕成行的脸左看右看，确定挡住吗？是痒很痒。遮住遮住，听我的。娘子之前说会易容术，就是此等易容术吗？我还是第一次见此等的易容术。不准笑，不仅要给我把眼睛遮住，
以后啊还必须留胡子，听懂了没有？可留胡须会扎人呢。我都不嫌扎人，你嫌什么？可否理解为，娘子喜欢带胡须的男子，觉得更阳刚的男子？如果娘子喜欢，那为夫以后都会留起胡须。林小鱼忽然觉得身上一轻，天旋地转，自己已经被吕成行摁在床上。是不是？说出来，有什么不能满足你的？或者娘子喜欢我更粗暴一些？我那是为了让你不被认出来啊。是吗？如果有心要认的，遮住眼睛，留起胡须，还是会认出来。爹娘，牛婆婆和田姐姐让我叫你们起来吃。啊，我没看见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，你们继续。床上的两个人陷入了僵硬，出去时还特别贴心的给他们把门给关上了，问在一起的时候被自家小闺女看到了要怎么办，在线等，挺急的。你还在这里笑呢？你还敢笑呢你？别气，这就起来。仿佛刚才的狼狈就只有自己而已，这真是太气人了。乖，别让大家都等急了。牛婆婆脸上更是挂着姨母笑，有孩子在，自家三哥也在，林小鱼简直羞恼的要找个地缝钻进去了。娘，秋秋也要跟你亲亲。小脸扬起，左瞧瞧右瞧瞧。爹为什么要把眼睛遮起来？还是以前的好看，现在的样子都不像爹了。这是亲生的，不能打。这是亲生的，不能打，绝对不能打。秋秋不觉得好看吗？这可是他精心钻研出来的斜刘海呢。不好看，这样爹的精气神都没了，好丑啊！爹，这是谁给你剪的？这也是亲生的，亲生的不能打。小鱼，我看着也像换了个人似的，怎么把头发剪成这样，眼睛都盖起来了，能看到路吗？小鱼姐一定是怕姐夫被人认出来，才做了这么一个头发。其实看看还是挺好看的。林小鱼想，他已经知道难看了，属实不用硬夸。小妹啊，你这玉榕树真是独树一帜啊！哎，对了，房子的事情你们是怎么想的？是50两到100两之间，还是直接上200两啊？什么？200两银子1个月？这也太贵了，这样算下来1年得花多少银子呀？小鱼，咱们能赚出来吗？还是先缓一缓，等咱在京城落下脚来，能做起生意赚钱，到时候再换个大的。现在先将就将就。在京城咱们又没个关系，还人生地不熟的，虽然可以做生意吧，但是前几年的生意没这么好做呀，竞争也大。小妹，三哥觉得还是租一个中等价位的比较好。小雨姐，我和牛婆婆的意见一样，咱们租一个差不多的就行了，过几年稳定下来以后，咱们再换好的。相公，你觉得呢？要租就租好的，否则搬迁劳心劳力。那倒也是，租了中等价格的，最后要搬迁的，不还得劳心劳力？一家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还不如一劳永逸来的痛快呢。这小妹，你别冲动啊，咱们再好好想想，毕竟它不是个小数目嘛。1个月200两，1年就是2400两银子。再说了，咱们又不是不吃不喝，小李和秋秋还要上学呢。三哥，这个我自然考虑到了。小李和秋秋可要先去金教私塾上课。至于吃喝的话，咱们一家人有手有脚的，不至于吃不上饭。我今天看过了，准备在京城做点首饰生意，以后会好的。见林小鱼态度坚决，林三强便不再劝说了。妹妹是个有主意的，再说了，妹夫吕成行也不是个摆设，一家人还能掉地上去不成？小嫂子，还是你们一家人爽快。那就先这样，每个月我来收一次房租，如果你们有什么事儿来找我就行。我叫王金顺，住的也离你们不远。你从这条胡同口出来，再往左走一条街，只要说找王金顺，保证一群人都来给你们指路。您家孩子真懂事听话，比我家娃懂事多了。我家娃别说跟着我干活，就是一口吃不上也会闹脾气呢。谢过这个小伙子之后，林小鱼把门关上。床铺和凳子都是新的，就连被褥也是新棉花做的，根本就不用换，简直就是拎包入住。秋秋，歇会儿，咱们今天吃火锅，庆祝乔迁之喜。
刚出了一身的汗，不能在院子里脱衣服的啊，容易伤风的。伤风的话呢，秋秋就要连喝几天的苦药了，记住没有？小嘴儿也往下撇了撇，那苦药的味道他还记着呢。快先走，否则你小李哥哥和三舅舅他们肚子呀都要饿扁了呢。娘，秋秋早晚要被娘喂胖，娘会做的好多呀，以后秋秋也要学好多好多。那秋秋一会儿可要少吃点呢，否则娘啊就抱不动秋秋了。没关系的，娘，您抱不动秋秋，那秋秋抱您就是了。好香啊！正当吃饭的时候，一个陌生的小胖墩儿忽然出现在了门前。我是你们邻居家的小孩，叫贺云在。你们家在做什么？好香哦！你是从哪里蹦出来的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会隐身？小胖墩贺云在都被问懵了，他往后指了指一个狗洞。我是从那里钻进来的，差点把我给卡住了。哎呦，你看看这孩子身上弄的这些土，婆婆给拍一拍。先前还没看见啊，你等会儿，我找个东西给堵上去。别堵，堵了下次我就进不来了。下次来走正门，不用爬狗洞了。云在，要不要在我们家里吃个饭呢？好啊。咕噜咕噜，一阵响声从贺云在的小肚子里面传了出来。你饿了吗？我听到你肚子响了。我跑出来的时候还没吃饭呢，我让他不响，他不听我的。好了，两个小家伙快点吃吧。秋秋，让人家先吃饭，别饿坏了。娘，他好能吃啊，怪不得胖乎乎的。太好吃了！我以后能不能一直来你们家吃饭啊？我娘说吃别人的东西要给钱的，我有这个，给你，不过我还有呢。林小鱼此时已经确定了，这贺云在呀，应该是富庶人家的小少爷。不要钱，你吃就行。我娘很厉害，会做很多很多好吃的。以后你可以经常来我家找我玩，我让我娘给你做。又重新塞到小胖墩贺云在的衣兜里。少爷，小少爷，出来呀！小少爷回家了，快点出来呀！林小鱼听到外面有不少女人的声音在喊：“您是这家的主人吧？我们就和您家靠得不远，小少爷多有叨扰，请您见谅。”我不走，我还没吃够呢。原来贺云在你家，你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，回去怕不是要被你爹娘打屁股了？被打屁股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回去！老婆子只是摸了摸贺云在的头，她便老老实实的站直了身子。少爷，老爷和夫人在家等得着急了，咱们回去，在别人家叨扰时间过长是不礼貌的。婶子，我晚上还来你家吃饭啊。这位小嫂子，这1两银子请您收下，算是对您家的补偿。林小鱼立刻推辞，连连摇头。实在不必，小孩子挺可爱的，吃点东西也花不了多少钱。咱们既然是邻居，以后呢可以多走动。行，那老婆子就告辞了。这老婆子倒是痛快，收回银子就干脆利落的走了，搞得林小鱼都有些怔愣。这怎么这么不按套路出牌呢？饱饱的睡了一大觉，正庆幸还能再多睡一大觉的林小鱼，忽然听到了一阵声响。新房子遭耗子了，可别把新换的凳子给咬坏了呀！这么晚了，做什么去？你听到声音了吗？咱们家有老鼠呢，我得看看去。别起来，我去。黑暗里，你放开我！小婶子，你让他放开我！林小鱼哭笑不得，谁能想到这小胖墩贺云在说的话原来是真的。相公，你放开他吧。是白天没有吃饱吗？小婶子，你家的饭真好吃，我回去就没吃饭，专门留着肚子，就等着再来吃呢。这孩子倒是挺实在的。行，跟婶子来。哇，贺云在的眼都直了。好吃，好吃。慢点吃，别烫着了。把小胖墩喂饱之后，听着贺云在长长的打了个嗝，拍了拍自己的小肚子。
婶子，你做饭真好吃，比我家里的厨娘做饭都好呢。这夸的婶子爱听，以后啊不用再钻狗洞了，从正门进来就可以了。婶子给你开门。哎，对了，你家怎么是厨娘做饭？你娘不给你做饭吃吗？我娘是郡主，我爹是大理寺卿，我爹很忙的，一天也见不到人。我娘的厨艺还不如我家厨娘呢，做的饭好难吃的。那想吃就来婶子家吃啊，你爹娘肯定很忙。林小鱼干巴巴的努力挤出一句话，心跳如擂鼓。他们租房子竟然租到了和大理寺卿当邻居，这不是老鼠给猫拜年找死吗？他们忙得很呢，忙得都没时间管我，我不喜欢他们。终于把这个小祖宗哄得吃完了饭，也喝饱了水，好说歹说把人给送走了。婶子，我明天还来。小祖宗，您可别来了，再把你爹娘找来。相公，咱搬家吧。你知道白天那个小胖墩贺云在的父母是谁吗？谁？他娘是郡主，他爹是大理寺卿。你说我们住哪里的房子不好呀？偏偏选了这个房子呢，这不是活生生送上去让人赚吗？哎呀，说多了都是泪呀。我们钱都交了200两银子，如果现在退的话，人家肯定不会退的。要不就当破财消灾了，咱们一家人换个地方住。不用搬家，郡主和大理寺卿并未见过我，一定认不出来，不用太紧张了。真的认不出来啊，相公，我还是担心。认不出来，放心吧。别说之前我们根本就没有交集，就算是偶尔见过，7、8年已经过去，我早已和当年的纨绔大相径庭，他们就算觉得是像，也联系不到一起去。对，你现在一点也不像纨绔呢，倒像个老学究，还是最古板的那种。古板之人可不会这么做的。好吧好吧，你不古板，放开我了，好养。不过你当初为什么会成为纨绔呢？这也是听我娘说的，我爹的官职比较大，我们家本来就树大招风，所以就让我这个嫡子韬光养晦，外面当个废物，如此便不会惹人妒忌，横生祸端。你就没有半点怀疑的吗？有句话说得好，老子英雄儿好汉。既然吕成行的爹官职大，那为何还不能保住自己的嫡子，却让嫡子装一个纨绔？这不是活脱脱的笑话吗？怀疑什么呀？我娘对我好，不会害我的，也不会骗我。兄弟，你这很像妈宝男的发言好吗？你危险了。小的时候我贪玩掉进池塘里，差点被淹死。我娘当时不会游泳，还跳下去救我，自己发了几天的风寒，病了一大场，有什么好东西都留给我吃。还有这次的事情也是她拼了命的把我放出去，我都不敢想象我逃走之后我娘将会面对什么样的责难，所以我娘绝对不会害我。你高兴就好，爱咋地咋地吧。那个啥，我困了，睡觉吧。吕成行给他的惊喜真是一个接一个呀！本以为自家相公是一个心思缜密、头脑清醒的人，可是到了现在，连他这个局外人都能看出有端倪，吕成行却还固执地相信他娘。林小鱼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你今天就别出去了，省得让人给认出来。我和小黎去外面转悠转悠，准备这几天就在外面支个小摊子了。小鱼姐，咱们是去首饰铺吗？小鱼姐，那里有一个，咱们去看看。先去秀芳吧，至于珍珠首饰不急，得跟慢慢来。小黎，你要明白，我们现在刚来京城没有几天，腿脚都没有站稳呢，只能给别人做活，想自己开店根本就不可能的，顶多也就是一个小摊子。小鱼姐，我相信你一定办得成。好，小黎，谢谢你的信任，你小鱼姐啊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我在家里绣了10几年，也算是老资历了，这活绝对给你们顶起来。还10几年呢，我都绣了20几年了，绣工比你好太多。你们这些年轻人绣的呀，就是差点火候呢。哼，是你绣得好，绣得妙，绣得呱呱叫。可是现在小媳妇儿和姑娘们喜欢的款式，你知道吗？拿出那些老掉牙的款式，我看俗气得很。
太好了，我明天就能来上工吗？就50文钱，没事，不嫌少，30文钱也能干。绣娘招人就给50文钱，爱干不干。姑姑，如果我绣得好，这工钱能不能再多加点儿？这中年妇人上上下下打量了林小鱼一番，只有50文钱，这个改不了。50文钱也太少了。试试吧，又不会吃亏，好歹能赚钱贴补些家用。你们大老远的来京城也不容易，就算不会还可以学，我们这个要求不高。谢谢您，我再回去考虑考虑吧。行，你这妹子我看也挺朴实的，我们绣坊就想找你们这样的人，以后考虑好了就再来找我。行，我家小姐出2000两。他心里一惊，什么东西能卖到2000两啊？哎呦，这么高的价钱，拍出的是双面绣吧？林小鱼也有些好奇。没错，是双面绣。哦，对了，只用一个底料，绣正反两面，同样的轮廓，这双面绣极为罕见，所以卖出的银子也就高。这双面绣竟然能这么值钱呢？当然，不过能绣出双面绣的都是有经验的绣娘，起码也是绣了20几年，学上个10几年，兴许运气好，你的绣品也能卖这么贵。考虑考虑。我能不能买点双面绣的材料自己回去绣呢？不就是双面绣吗？这有什么难的呀？竟然能卖那么多银子，看你穿着也不是富贵人吧？买回去了白瞎了，那还不如买口猪肉吃呢。5两银子。哎呀，这姑娘挺漂亮的，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傻了呢？小鱼姐，我知道你是有主意的，但是这个绣料它实在太贵了，万一……见林小鱼依旧是笑呵呵的，没有生气，才继续说：“小鱼姐，我是说万一哈，那不是浪费了咱们的好几两银子吗？”小丽，别念叨了，你都快赶上学院的老夫子了，这5两银子虽然看起来多，但是你想想，咱们做成了双面绣，那就能卖出今日的高价了，到时候做几套衣服都成呢。瞅见田小丽还是有些犹疑，我先探探路。到时候呢，再把这个方法交给你和牛婆婆，我们3个就一起绣。到时候我们一家人呢，也能在京城买个大宅院，就能在京城定居了。啊，小鱼姐，可是那个姑姑说，能卖出这么高价钱的，都是做了10几20年的老绣娘。可是我人笨手也拙，学不会咋办啊？小丽，这件事情还没有做你就打退堂鼓，可怎么行啊？人最需要的就是希望，只要有了希望，人定胜天。你听我感召吗？只要你心里想着这件事情会成功，然后朝着那个既定的方向去做，就一定会成功的。但你想着这件事情不成功，就算成功了，也会不成功的。田小黎沉默了半晌后，忽然仰起头：“小鱼姐，我会努力的，只要我心里想着能学会挣大钱，就一定能成功，我相信。”别担心。你小鱼姐啊，也是有师傅的，不是瞎看。小鱼姐，那你的师傅是谁啊？我怎么没有见到啊？百度。啊，百度。田小黎下意识地皱了皱眉，姓百啊，这姓氏好奇怪啊。果然，小鱼姐结识的都是很厉害的人。小鱼姐的师傅百度肯定也是高人，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见见师傅啊？百度师傅已经去云游了。师傅他老人家去云游，也不知道现如今过得怎么样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吃饱穿暖。说着，林小鱼的语气也低落了下来，似乎是真的勾起了某些伤心的事。小鱼姐，我相信百度师傅肯定会过得很好的，你别伤心了，都怪我，我不该问起这个事儿的，都让小鱼姐伤心了。不妨事，已经是过去式了，我们回去吧。那个小胖墩贺云在啊，肯定又来了。鸡爪，家里刚杀的鸡，又鲜又嫩又好吃，保准您吃一个想一双，吃一双想2双。给我称30个。好嘞。小嫂子，你吃好了再来买啊。你明天还来？来，小嫂子，您去问问，我吴大卖的鸡爪子在这里数1数2是出名的，新鲜又好吃，不好吃您来找我啊。行，吃好了再来买，吃不好的话
我可要来找你的。吴大挠了挠头，笑呵呵地说：行，您保准放心。小鱼姐，这鸡爪怎么做呀？之前都是放在锅里面煮一煮就吃，吃起来一股肉腥气儿，根本就去不了这股腥味儿。山人自有妙计，我亲自下厨，到时候保证你们吃没了鼻子呢。黎明即起，洒扫庭除，要内外整洁，忌荤辨析，关闭门户，必亲自检点。就看见牛婆婆、吕成行和林三强坐成一排，2个小孩在中央坐着。娘，你回来啦！哥哥和贺云在比赛背书，谁输了谁就钻狗洞。娘，你坐下看哥哥怎么赢他。咦，这是买的什么？球球看看。鸡爪。啊，不看了，球球不喜欢吃鸡爪。宣未雨而绸缪，勿临可而绝谨。宴客切勿流连，瓦否胜金玉。只是仅仅几句话，贺云在头上便渗出了汗。饮食约而精，田园淑珍馐，勿营华屋，勿谋良田。林小鱼没想到，在这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平行时空，还能出现《诸子家训》这本书，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！背不过就认输吧，我哥哥可是私塾里夫子亲自表扬的神童，你比不过他。诗会勿念，受恩莫忘。人有什么呀？呵呵，背不过了吧？认输。我输了，我走了。婶子，愿赌服输，最近吃胖了，平时我都能钻个来回的。小李，这次我是输了，我回家肯定好好背书，等下次再来赢你呢。哼，你别得意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哦，对了，婶子，我晚上再来你家吃饭啊，别忘了做好吃的给我留点呢。林小鱼倒是觉得没什么。哼，就不给你吃。娘，今天我们吃什么好吃的？千万不要是鸡爪啊！球球真聪明，娘今天晚上啊，给你们卤鸡爪吃。鸡爪子怎么吃啊？还有指甲好吓人。娘，我能不能不吃？放心吧，娘做的时候啊，会把指甲都给去掉的。球球确定不吃？不吃，我今天就是去背书也绝对不吃。我说小妹啊，你这绝活真的是一套接一套的，三哥最近跟着你都吃胖了。哪里？咱们家往前走几步啊，就有个卖鸡爪的呢。我今天和小黎瞧着新鲜，就买了不少。等会卤出来之后啊，咱们一家人也尝尝鲜。吃饭喽！娘的小馋猫确定不吃？娘，我尝尝。娘，这和以前的鸡爪一点都不一样，真的不腥了，还有股甜味儿。好吃啊，你就多吃点。娘买了不少呢，小李也吃。真香！一家人开始大快朵颐起来。婶子，我又来你家蹭饭了，今晚做了什么好吃的？在家里我娘逼着我多吃点，我就不多吃，就等着吃你们家这口饭了。趁她不注意，我就跑出来了。咦，她找不到我呢。乖，以后在家里啊吃点饭吧。还有，出来之前呢，跟你娘说一声去哪儿了，不然你娘该多担心啊。得，这娃又钻狗洞了，还是个偷跑出来的。哦，婶子，我知道了。婶子，我肚饿了呢，不信你摸摸，都扁了。我还想着把狗洞给堵上，你这孩子怎么还钻上瘾了？把好好的一身衣服都给弄脏了，回家你娘不得骂你啊？叔叔，我娘不骂我，我家衣服多，脏了再换就是了。这么喜欢我家小妹做的饭呢？哎，你不如就留下来当我家小妹的孩子吧，天天都有好吃的，还有秋秋陪你玩呢。就想逗逗她，没想到贺云在竟然皱着眉头，还认真的考虑起来了。走，小可怜，快吃点东西吧，都给你留出来了呢。没好气儿的瞪了一眼自家三哥，你这不找麻烦吗？他们躲还来不及呢，还上赶着跟人家抢孩子。林小鱼端出了特意给他留下来的鸡爪子，贺云在本来眼巴巴的盼着望着，结果看到了这一盘的鸡爪子，瞬间就像是霜打的茄子一般耷拉了下来。婶子，这是什么？怎么长得有5个指头，和我的手那么像呢？不会是人手吧？这个呀是鸡爪，婶子今天做的卤鸡爪，特意给你留了几个呢。我不敢吃，婶子。不吃，那我就拿走了。婶子，你先别端走，
我先尝尝吧。那行，婶子给你放这儿了啊。婶子，你做的真的好吃，以后我能天天来你家蹭饭吗？我不吃白食的，我有钱。都说了你长得可爱啦，婶子不要你的钱，快吃快吃。原来长得可爱也能蹭饭吃吗？那我以后出去买绿豆干、糖醋鱼、烧鹅、烤鸭的时候，都让元宝把我打扮的可爱一点，肯定能白吃。哼，得罢了罢了，小少爷有钱，他还是先闭嘴吧。云仔，吃饱了赶紧回家吧，不然你爹娘又得到处找你了。小少爷回家了，小少爷。门外又传来了熟悉的叫声。回去吧。婶子，谢谢你。钱你不要的话，我这里有一本书，专门借了东家私塾里甲等学生的手札呢。小李背书比我厉害，我很佩服他。我把这本书给小李，这样不用去私塾，他都能看得起书了。林小鱼喊了一声，把小李叫了出来。看看，云仔给你的。你赢了我，我们下次再比试，我可还记得呢。还有，你不去私塾读书的话，如果我赢了你，就是胜之不武。好好看书准备吧，下次我还来和你比。何云在，谢谢你。贺云在，以后多来我家玩，我把好吃的都留给你。秋秋，你真好，不过你也少留点吧，我就是解解馋，我多吃了你就没有了。我娘做的多，以后有我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一口吃的。乖。少爷，少爷，夫人着急了。快去睡觉吧，小李。这本手札呢，你明天再看。小孩子不准熬夜的，会长不高的。晚上不睡，白天崩溃。他可不比小孩子，明天还有一堆事儿，有够忙的。忙完了。今日去谢家了吗？怎么，你慌了？刚送走一个贺云在，怎么这里还有个小孩子要哄啊？吕成行，你如今几岁了？吕成行沉默。怎么不说话呀？别慌行吗？等我们落地生根，有自己的人脉，这起码不会这么被动了。再去查你的案子，现在去的话就是自投罗网，自毁前程，懂吗？而且胡子还没有长出来呢，去什么去啊？怕是没有查清楚案子就被人抓了吧？此事一直在我心中挥之不去，我碰到这件事情就没法冷静，心里面就慌得很，七上八下的。所以告诉你要冷静，你是个男人，你是吕成行，不是谢魏婴。我知道，自然不会忘记。不过我也可以理解，可以陪你一起面对，前提是你要有勇气去面对，否则我也无能为力。是我的错，家里生计的事情本来就不该让你发愁。我之前在一个好朋友那里存了不少银子，过几天就取出来，你也不用这么辛苦了。那挺好的，你那朋友信得过吗？银子有1万两吗？有。信得过吗？绝对信得过，他不会告发我的。那就行，咱们过几天去取，正好也给家里改善生活。小李和秋秋也该去私塾了，功课落多了也不好补，有我陪着你呢，相公，没什么好怕的。小鱼姐，哇，为什么这个双面绣这么小啊？小鱼，婆婆就知道你是个心灵手巧的，怎么不绣个扇面，偏偏绣了个这么小的东西？我想过了，我们刚来京城呢，还不安稳，脚跟还没有扎下，所以要速战速决，要的就是赚钱快。摸着手里的绣品，林小鱼就像是摸着一锭锭的金子。我明白小鱼姐的意思了，现在咱们一家人来这里，还不知道京城的小姐太太们喜欢什么。如果要是做比较大的绣品，不仅耗时间，还浪费精力，还有可能会卖不出去，那这精力和时间就白费了，对不对，小鱼姐？没错，咱们小的可以批发生产，也好试探试探京城绣品时兴的式样，这样做的小一点，一天呀就可以做2个了。小鱼姐，这样做虽然是快，也能做得多，但是这么小的东西可以做什么用啊？能用的地方多了是，闺阁小姐的香包香囊，上面的流苏坠，公子少爷玉佩的坠子，能做的东西有的是呢。放开大胆的想，别局限住自己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小鱼姐，我能帮忙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只是这次不行，我先试试水吧。如果可行的话，以后肯定会交给婆婆和你的。小鱼啊，来京城的时候，婆婆心里是慌的，空落落的也没个底，担心咱们一家人在京城站不稳脚跟，又怕秋秋和小李耽误了学业。
这整日的思来想去也睡不着。现在婆婆总算能把心放到肚子里去了。我说婆婆，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，有小鱼姐在，我们全家人一起努力，什么做不成啊？3个人都笑了。是啊，全家人一起努力，有什么东西能够阻碍他们呢？跟我来，拿出来看看，你竟然绣成了。没错，您看，没做大的，就做了这几个小的。我想着做上面的流苏坠子和玉佩坠子都很合适。姑姑，你看看。裴姑姑只是略略扫了一眼，便移开了目光，望向林小鱼的目光也带了几分欣赏。确实不错，针脚细密精致，绣工很好。之前是学过吗？略微学过一些。这些我都收了，给你18两银子一个，成不成？林小鱼微微一笑，摇头。姑姑，这绣品啊，是我花了3天的功夫绣成的，自然是想卖个高价，60两银子一个。如果您全要的话，可以给您便宜10两银子，50两就能成交。这些虽绣工精细，但毕竟东西小，能买得起双面绣都是富贵人家，眼光挑剔的很。就算我收了你的，在我这还不一定卖得出去。这样吧，我给你再加2两，正好20两银子，怎么样？姑姑，我已经给您让了价了，就50两。如果您同意的话，以后咱们就可以合作，我保证会做出更好的绣品让你满意的。没得商量，姑娘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太好高骛远了。一个卖20两，我已经给出最高价了，你去别家绣坊问问，他们绝对给不了这么高的价格。两人讨价还价间，外面的小厮领着一个俏生生的蓝衣姑娘走了进来。裴姑姑，我要的双面绣做好了没？慕容小姐，您还需要再等几天。我们这会儿做双面绣的绣娘不在，她前几天被请去郡王府上为小姐做春日里穿的衣服，还没回来呢。怎么，郡王哪着急，我就不急？你玲珑绣坊是觉得我慕容家比郡王府好打发？哎呦，您说的哪里话？主顾对我们就是天，哪能不好好伺候着？但实在是没法子呀，人还没有回来，我这也不能。行了，裴姑姑你也别多说了，坠子我不要了。玲珑绣坊一会儿也不来了，你好自为之。哎，这几个坠子倒是挺好看，卖不卖？林小鱼愣了一下，卖，当然卖。我说你这小姑娘哪有这么做生意的？拿着自己卖的东西到我们玲珑绣坊来做生意，有这样的道理吗？慕容小姐，真不是我们不给您做，你也知道这双面绣市面上难求，会做的人不多。裴姑姑，我现在没和你说话。这个碧海蓝天的，还有这个菊花和牡丹的，我都要了，价钱多少？一个50两。行，我身上没带那么多银子，你要是信我的话，等会儿去慕容府自己领钱去。眼看着林小鱼的生意做成了，裴姑姑就算是心里急，嘴上哆嗦着也没敢说话。慕容家谁能惹得起？慕容小姐，您带走便是。痛快。姑姑，刚才实在不好意思了，咱们合作吧。不如就把我的绣品放在您这儿卖吧，多少钱您开价，只要我能接受，我们2家互利共赢，不好吗？我呸！要放在我这寄卖也行，只是不管卖多少钱，卖不卖得出去，一个绣品得给我10两银子。哦，不能再少了。不能。我告诉你姑娘，本来还以为你是个厚道人，没想到居然是这个脾气。没有我这玲珑绣坊，你能遇到慕容家的小姐还卖50两银子？我告诉你，你在外面卖的1文钱都不值，还白搭功夫。裴姑姑彻底爆发了，像张牙舞爪的老虎。林小鱼也不怕她，10两银子，哼，10两银子，自己还真不如去大街上挑筐卖来的合适。真他娘的狮子大开口啊！不再多废话，京城里又不是只有一个玲珑绣坊。娘，你回来啦！这是给咱们一家人买的糖炒栗子和炒红果，娘今天足足赚了有150两银子呢。小鱼，你说多少两？150两，婆婆，哥哥出来啊！娘赚到钱了，整整150两银子。哎呀呀，150两！婆婆，我是想都不敢想啊！小鱼姐，你是全部都卖了吗？田小黎也是吃惊不小，嘴巴都没有合上过。没有，只卖了3个。天哪，也就是3个坠子，一个50两，这也太值钱了吧！小黎，都告诉你了，双面绣这个东西啊，很值钱的。之前你不是还见过能卖出2000两的双面绣吗？说不定以后咱们3个人一起绣，不用1个月就可以把整半年的房租给赚出来呢。这日子瞬间就有奔头了。小黎，看着点儿，找找这里哪有卖铜线的。小鱼姐，
咱们不是应该买布料和丝线吗？怎么还要买铜线啊？难道是要用铜线来做刺绣？用铜线做刺绣，亏小丽你想得出来呢。不过想想古代大都是平面刺绣，立体刺绣应该是没有。我乱猜的。咱们可以用铜线手工绕线，把想要的花草和动物都手工绕出来，再往上绣，这样的话不就更立体了吗？比如绣个蝴蝶，原来呢只是用线在布料上绣，这蝴蝶不会凸出来，肉眼看着蝴蝶和布料呢是个平面的。现在我们先用铜线做个蝴蝶的样子，然后再裹上绣线。小黎，你想想，这样看着不是更好看了吗？田小黎闭着眼睛想了想，恍然大悟。哦，没错，小姨姐，我见过的刺绣就是平面的，就算是蝴蝶、花朵都没有凸出来的。如果是这样，那我们做出来的刺绣就是头一份，肯定会卖疯了。嘘，小点声。林小鱼买了一大捆弄回了家，摩拳擦掌，打算大干一番。临近傍晚，一家人用饭的时候，贺云在家的老嬷嬷又敲门了。林小鱼皱了皱眉，这隔壁大理寺亲家来的也太频繁了一些吧？怕不是因为云在的事。小鱼，等那天咱们一家人凑凑去隔壁家拜访拜访，都住得那么近，人家又来了好几趟，不走动也不像个样子。婆婆，等有空了吧？咱们脚跟还没有站稳呢，这些不急。走，咱们也出去看看。拜访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李成行翻案后才能正式拜访。再说，人家也不一定领情啊。小嫂子，这几日我家少爷多有叨扰，这是我家主人的一点谢礼，请您收下。这哪行啊，我不能收。那天我也说了，小孩子可爱，不过就是吃顿饭的功夫嘛，又费不了多少钱，哪里就能收你主人家的礼呢？去跟着小嫂子找到狗洞，把狗洞填了。是，桂嬷嬷。小姨姐，我带他们去。这狗洞就得填平了，每次小娃来的时候都弄脏衣服，那身上土的哟，我看的都心疼。是啊，小少爷每天回家都是一身土，还挨了我家主人好些骂。小嫂子，希望您不要觉得唐突，毕竟我家少爷来回钻狗洞，这传出去也不是个好听的事儿。林小鱼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，这几天忙活着绣双面绣，到底是没腾出空来。不唐突，不唐突。这样，您进来坐坐，喝口茶再走，也替我们家问您家主人的好。不了，小嫂子，您的话老身会带到，这就走了。您主人家的深情我们家领了，我这里有刚刚做好的双面绣坠子，正好送给你家主人啊，当做回礼，请不要推辞。行，小嫂子，婆子替主人家谢谢您了。小鱼姐，双面绣是你一针一线熬出来的，那么辛苦才绣成，而且一个坠子能卖50两银子呢，为什么要送出去啊？小黎，婆婆看你小鱼姐做的对，云仔天天来我们家吃饭，其实根本就花不了多少钱。你再看看他家送的东西，京城人家真是富贵，乡下顶多送几个鸡蛋几把菜，就这还是实在亲戚，自家白面大米都不够吃，哪里还能往外送？你瞅瞅，你瞅瞅。没错，小黎，这些东西啊，一看就价值不菲，这是别人对我们家的尊重呢。既然他们尊重我们家，那我们自然也是要尊重他们的，给予一定的回礼，否则呀，就会被别人当做爱占小便宜的人了。况且做这个双面绣坠子啊，不过也就1日的功夫，我再多费点时间，再做一个就是了。娘，我知道，这就叫礼尚往来。上学就是好，咱们家球球这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。婆婆，你净夸我，我都骄傲了。一个人绣得怪慢，还费力，我来帮你吧，小姨姐。行，我手里这块料子不能给你，你用这块吧，随便绣个什么都行，动物、花、竹子也行，先练练手吧。小黎姐姐，小黎姐姐，帮球球绣一个小乌龟吧。那天在集市上，球球还看到有人养绿色的小乌龟，特别可爱，还会对着球球喷水呢。行，小黎姐姐，这就给球球绣。娘，这小乌龟好可爱。等贺云再来的时候，我要拿着小乌龟坠子缠一缠它。几天了还不来，以前天天来还没觉得，现在怎么就不来了？哼，再不来好吃的我全部吃光，一点都不给他留。这才5天没来呢，球球就想云仔啦？
谁想他？不来就不来，我还不瞎让他来。等过上几天有了私塾，我有一堆的玩伴，就不要他了。乖，别生气。你看这小嘴啊，都赶上村里的驴了。等过几天娘和爹把这里的事情啊给安顿下来，就给秋秋和哥哥安排私塾，好不好？小鱼姐，咱们这批绣品还去玲珑绣坊卖吗？不去，我上次问过了，在灵通绣坊寄卖，无论卖不卖得出去，一个绣品就要收10两银子的寄存费呢。啊，小鱼姐，那咱们怎么办呀？不在绣坊卖，出去零卖的话，根本卖不了多少钱。小丽，管那么多做什么？咱们只要做出来了，质量做好，样子做得漂亮，就不怕卖不出去。这车到山前必有路。再说，京城又不止他一个玲珑绣坊。还是我原来那句话啊，把眼界放宽，格局放大一点。这里不是在弱水村呢，也不是在溧阳县，是寸土寸金的京城呢。娘，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像是什么东西在撞墙。小孩子耳朵就是好啊，婆婆没听到。话音刚落，砰砰砰的撞墙声清晰地传到了屋子里。就在那儿，有东西在撞墙，声音比刚才大。林小鱼心里有了个猜测，让众人噤声。是不是云在那小娃？哎呦喂，赶紧让他进来，别再把孩子给撞坏了。这咋听着声音这么瘆人？林小鱼打开门，走到外边狗洞那儿一看，土墙上被撞了几个坑。这小胖墩体力真好啊，脑门真够硬的。小鱼，怎么没把那孩子领过来吃点？别再让他撞了。婆婆，我听见心都颤。小孩子没数，脑门怎么就能那么壮？婆婆，我出去人早没了，估计是被父母找人拖回去了吧。要不几天不来，要不就非得进来。要我说娘，咱们就应该关着门不让他进。乖，秋秋，哪能这么干呢？娘相信云在呀，也是想找你玩的，只是可能家里呀有些不方便吧。还是我去开门吧。小玉姐，你们安生点吃饭，不然肚子都不舒服。我不喜欢你了，不想跟你玩了。说好第二天一起出去看小乌龟，结果你骗人，你食言。眼睛倒是先红了，吧嗒吧嗒的掉起眼泪来。这孩子脑门是刚才撞的吧？我说你这傻孩子，闲着没事你撞墙干什么呀？狗洞怎么堵上了呢？堵上了，我以后就进不来了。我用了好大力气都撞不开呢。乖，云在，狗洞进不来，咱们呀就走正门。婶子这里呀永远开着门欢迎你来呢。婶子，求求，我不是故意骗你的，别不和我玩。我想出去的，可是我娘不让我出去，还让嬷嬷看着我。我装听话，趁他们不注意偷跑出来的。肩膀上的衣服都被掉落的眼泪给打湿了。林小鱼也不落忍，他只能先好言好语地哄着贺云在，打算一会儿再把他送回去，给秋秋使了个眼色。懂事的秋秋立刻也不生气了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我以后和你玩，也不讨厌你。我刚才就是气你没去而已，现在知道原因，原谅你了。哭得一塌糊涂的贺云在从林小鱼的肩膀上抬起头。求求，我们以后还能一起玩吗？能，你哭什么哭？我哥哥就从来不哭，我爹和我三舅舅也不哭。男子汉大丈夫，怎么这么爱哭啊？秋秋抬起右手，颇嫌弃的用袖子给贺云在擦干净泪水。我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婶子有吃的吗？我饿了。小吃货，是不是哭饿了？是。贺云在红着脸挠了挠头，默认了自己小吃货这个称号。谢谢姐姐。行了，咱们都吃饭，再不吃就真的凉了。面条凉了，再热就成一坨了。还是牛婆婆催促，一屋子人才开始又端起碗大口吃了起来。婶子，我先走了，谢谢你的款待，明天我还来。走吧。贺云再走了，林小玉和牛婆婆送了人就准备回家。一个浑身脏兮兮的男人正往他们家的方向走来。林小玉眯起眼一看，嘿，这不正是他那失踪了几天的三哥吗？三哥，你这几天人都去哪儿了？我让相公去找你，哪里都找不到呢。
你不知道，快把我给急死了！这么大个人了，出门也不知道给家里人说说的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我说这几天怎么没见到小鱼娘的三哥，怎么弄得这么狼狈？三哥，我看你也挺累的了，先去休息一会儿吧，睡一觉，等睡醒了咱们再说。行，小妹，我也是困得要死了。三哥，我先去睡一觉啊，等会儿再跟你细说。林三强看来是真累了，一觉就睡了足足2个时辰。等到起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。林三强一屁股坐在板凳上，张口就说：“小妹啊，有没有吃的呀？是刚才还没睡着，是睡了一会儿，肚子就饿得不行了。”有，哪能没有啊？刚做的海鲜拌面，三哥，我早就给你预备着放锅里了，现在还是温的，要不要给热一下？哎，不用这么麻烦，小妹，凑合吃点就行。娘，我知道炒面在哪，我去给三舅舅端过来。小妹，是三哥不对，我出去应该跟你说一声的。那天三哥不是想去看看，好歹出点苦力挣点钱嘛，正好我就绕到了码头。嘿，你猜怎么着啊？码头运货需要几个小工扛大米，你三哥我正合适啊。好家伙，原来自家三哥是去码头上扛大米了，怪不得这袖子破了，连胸口也划了个破口，身上还脏乎乎的，满是泥土。哎，小妹，你别这么看着三哥嘛，四弟脑子好，人也活泛，做生意能做大。三哥，我就这个人呢，这也就是顶多做点小买卖，挣点糊口钱。咱一家人在这京城想活下去，得有钱。三哥，码头扛大米的事情啊，别再去干了。出苦力的事情赚的钱不多，还糟蹋身体呢。你看看你这几日累得都瘦脱形了呢，我看着也不落人。再说了，三哥，你也不用着急。前几天我和小黎2个人呢，做了几个双面绣坠子，一个能卖50两银子呢。50两银子，这坠子一个就能卖这么多钱呢？小妹，你可别骗三哥啊！秋秋，赶紧给你三舅舅把娘做的双面绣坠子拿过来。三舅舅，你看，就是这坠子，娘总共卖了3个。浓黑的眉毛随着张大的嘴巴都弯了起来，自家三哥傻呆呆的样子让林小鱼颇为好笑。总共卖了3个，一个50两，3个就是150两啊！小妹，你真有能耐啊！这样的双面绣坠子，我和小黎2个人一天能做1个多呢。一天能挣50两银子。林三强现在对自家小妹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！他在码头扛大米，一天还不一定能挣2两银子，他小妹随便绣个坠子，一天就是50两。行了，三哥，这其实没什么。双面绣啊，本来就很少有人会的，就是在京城，夫人家的少爷小姐们都喜欢这东西呢，他们都不缺钱，自然可愿意花钱买了。三哥，现在你总算安心了吧？听我的，明天别再去码头扛大米了。林三强哪有不从的道理呀？面对自家这么能耐的小妹，他自然是连连点头称是。不过第2天的时候起了个大早，趁着没人，林三强还是背着林小鱼偷偷的跑去码头。小妹能挣钱是小妹的能耐，她是林小鱼的兄长，大男人不出去做活，反倒是靠着家里的小妹养着，根本就不是人干的事儿。林小鱼一大早起来吃饭的时候，又没有见着自家三哥，他一猜就是又去扛大米了。其实他知道自家三哥要强，要真让他闲在家里不做活，肯定也是不行的。看样子等过几天还得给自家三哥找点轻快的活干。小鱼姐，这里的摊位都是订好的，哪里有多余的摊位给我们用啊？不急，还记得给我们租房子的朱婆婆吗？哦，小鱼姐，我明白了。正如田小黎说的，这里的摊位早就是约定俗成的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摆摊位置，外来的人去了肯定是没空的。朱婆婆，你又来这么早卖菜呀？今天的菜可真新鲜呢。好久没见你了，姑娘，那房子住的还合适吗？有什么需要的给婆婆说。谢谢婆婆了，我姓林，叫林小鱼，您以后啊叫我小鱼就好。今天还真有件事情想让婆婆你帮忙呢，你能不能匀出点地方，租一点地方？我这里呢有一些双面绣坠子，想放在您这儿试卖一下，我会给您摊位费的，你看看行不行？你看我这里啊就4、5个双面绣，根本就不占多少地方的。迎着阳光看了看双面绣坠子，他惊叹道：
哎呀，婆婆，我活了这一辈子还没见过这么精致的东西。小鱼，你手是真巧啊！没有，我和妹妹啊刚来京城，也是想做点活计，赚点钱补贴家用。这不，刚做了几个双面绣，就想着拿来先卖卖看。行，这哪里有什么不行的？摊位费就甭给了，初来乍到的你们也不容易。好说歹说的，硬是塞了一些钱，又买了一些猪婆婆的菜，这下摆的是心安理得了。这绣活不错，我亲戚上次从玲珑绣坊带回来的帕子也没有做得这么好。哎呦，你瞧瞧这蝴蝶，绣得和真的似的，都从上面飞出来了呢。做得这么精致，面料看着也挺软，怕不是要好多钱吧？哎呀，咱们穷苦人家看看就行了，肯定是买不起的。然而这些大娘和小嫂子们都是议论了一阵儿，也没有个问价钱的，纷纷摇摇头，买了一点菜就走了。倒是急坏了田小梨，小鱼姐，要不咱换个地方啊？会在这里停下的多半都是买菜的姑娘媳妇儿，都是劳苦大众，根本就不会有闲钱花高价去买一个花哨又不实用的双面绣坠子。我说朱老太呀，这姑娘是你家亲戚呐。朱婆婆菜摊的右侧也是个卖菜的老太，已经往林小鱼和田小梨身上瞟了好几眼。哎呦，小姑娘就是异想天开呀，能在菜摊旁边卖双面绣，也亏你想得出来。有这么好的东西，怎么不去绣坊买呢？这里都是汗珠子掉地、摔八瓣的穷人呢，哪有闲钱来买你的刺绣啊？滚！王老太，又没碍着你的事，你在这儿说东道西的干什么？朱婆婆横了这人一眼，转头对林小鱼说：“小鱼没事儿，你就放这里卖，卖不卖得出去，婆婆这个摊位都给你留着。”我说你这个朱老太呀，还挺横的。小姑娘，这样吧，我给你出个主意。我儿子他东家呀也是开绣庄的，不如你把这双面绣卖给我，我让我儿子替你卖去。刚才说的50两银子吧，反正这么高的价格你也卖不出去，不如半价都给我了，也好过你在这干一上午浪费时间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林小鱼直接没理这人，谁说我小鱼姐的双面绣卖不出去的？就算我们扔了丢了，你也别想占我们的便宜。你这小姑娘怎么说话呢？大娘，我这也是为你们好呀。你们在这干等一上午也是浪费时间，不是吗？或许是田小梨的目光太凶了，王老太瞬间就收住了嘴。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呢。嗨，你说，小梨，咱不和这人一般计较。我说大娘这一上午的，怎么没有见您的菜少一颗？这要是原封不动的全部都带回去，一个保存不好，和人一样烂掉了，怕不是要心疼坏了。这话说的戳中了王老太的痛脚。她的菜本来就不新鲜，还个头小，摊位又是早先定好的，没有办法改，所以她时不时的就挤兑几句，想把朱婆婆给挤兑走。你个小贱人，不劳你操心呢。两方又骂了几句，才安静下来。又过了一个时辰，林小鱼的双面绣坠子还是一个都没卖出去。王老太就在那边嗑着葵花籽儿看好戏，连自己菜摊子没卖出菜去，也不上火着急了。临近街头的地方走来了一队带着刀的官兵，那带头的官兵走得雄赳赳气昂昂，目光不屑地左右瞥了瞥。今天刚摘的黄瓜，您尝尝鲜呐。也没客气，后面的官兵一伸手便收下。朱老太，这是你家亲戚？对，关老爷，他们两个是我远房表亲的女儿，这不来京城投奔我了，我就给匀了一块地方。官家呀，您别听他瞎说呢，他家的事儿啊，我门亲。这俩小姑娘前几天还在客栈住着呢，他们是买菜认识的，根本就不是什么亲戚。王老太阴笑着揭穿了朱婆婆的话，右手叉腰，斜着眼看林小鱼的热闹。大胆朱老太，这里的规矩你难道不知道？摊位不得租赁给外人，你这是知法犯法。朱婆婆瞬间吓得脸色发白，满是皱纹的手都在不停地发抖。这位大人，是我求着婆婆给我摊位的，我现在知道了这里的规则，我认罚。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冲我来吧，跟朱婆婆毫无关系。或许是看林小鱼和朱婆婆的态度还好，这官兵也没有太过为难他们，只是分别罚了林小鱼和朱婆婆1两银子便作罢了。
林小鱼掏了2两银子递给官兵，又安慰了朱婆婆几句，心里也在暗骂晦气。这整个上午，她一个双面绣坠子也没卖出去，还遇到个奇葩王老太，准备走了，还倒搭了2两银子。今天出门之前就应该看看黄历。切，活该呢！我早说你25两银子卖给我吧，我让我儿子呀去东家绣庄给你卖了，你还不答应呢。这下好了吧，一个没卖出去，还倒赔2两银子呢。黄翠树，你个狗娘养的，看老娘今天不撕了你！两人打得不分伯仲，打斗的地点是在王老太的菜摊上，所以正好也压坏了王老太许多的西红柿和黄瓜。呸！以后再敢乱说我家的事，没你好果子吃。小鱼，你别内疚，这事不关你的事。1两银子我明天让我家老头还你。这王翠秀老早就看我不顺眼了，我也看他不顺眼，正好借着这由头今天打一架，爽快多了。林小鱼瞬间对温和的朱婆婆改了观，原来老人家不动则已，一动也是个女汉子呀。朱婆婆，今天的事情也是因我而起的，真的，您别还我了，否则我良心啊也不安的。婆婆，也快晌午了，家里还有孩子呢，我先回去给孩子做饭了。跟朱婆婆道别之后，林小鱼便和田小黎往前边的集市走过去。我说小黎，别这么气馁嘛，小财迷，我都没有着急呢，你着急个什么劲儿啊？想想看，我们一个坠子就50两，那2两银子就那么一点儿，损失就损失了，再赚回来不就得了？再说，又不是家里等着米下锅呢。走走走，姐带你去买东西，咱高兴高兴。老板，给我称上8个猪蹄吧，再要半个大猪头。哎，小姐，你稍等啊。上称装起来，林小鱼痛快地付了钱，还白得了2副猪大肠。哎，3天后咱们小姐要去寸草廊踏青，不知道谁有那个福气跟着小姐一块去。整日闷在府里，神都快闷出病了。我想去，我想去。听说寸草廊特别大，满地都是青草。哎呀，你说躺在青草上打个滚，那得多舒服呀！小丽，听他们说什么？你当寸草廊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？就因为满地都是青草鲜花，这是踏青的好去处。听说慕容家的小姐也去。不仅是慕容小姐，听说还有好几个府邸里的小姐和少爷都会去。这次还是纯王妃发起的踏青呢。要是能有幸跟着小姐去玩一趟，让我关在府里3个月也值了。林小鱼忽然福至心灵，踏青好啊，踏青妙，最需要的就是玩乐之物。别说是50两买个双面绣坠子了，就是1掷千金买个鸟，他们都是乐意的，而且还痛快不讲价，因为优份儿。小鱼姐，什么事情笑得这么高兴啊？小黎，咱们的双面绣坠子啊能卖出去了。小黎，你看咱们的双面绣坠子，什么人最有可能买？当然是夫人会买啊。那不就对了？你没听刚才那2个丫鬟说吗？他们家小姐过3天啊就要去寸草廊踏青了，到时候咱们就去那里卖，保证一会儿就精光呢。听了这话以后，田小黎终于把踏青和卖光双面绣坠子给联系起来。回家的这几天，林小鱼和田小黎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有的时候连口水也顾不上喝。田小黎用铜丝先打了个样子，林小鱼便马不停蹄的一针一针仔细的绣，花样做的也多，丝毫不敢懈怠。当然了，也有弊端，若是做的不好，自己这双面绣也就甭想往出卖了，不成功便成人。林小鱼这一次算是拼了。娘，三舅舅回来啦！三哥，不是跟你说别去办大米了吗？那活出苦力，还容易闪到腰呢，赚钱还不多。林三强垂下眸子，也不敢看林小鱼，憨憨道：“小妹，三哥好好的，腰也没事儿，别担心了。”林小鱼也不忍心再苛责自家三哥了。行了，三哥，我不怪你，你也是想为家里补贴点钱嘛。我和小丽3天后呢要出门一趟，有些东西需要采买，我们也没有空出去，正好三哥你去一趟吧。好，小妹需要什么，三哥立刻就去。三哥，你去买些风筝，银子的事啊不用跟我省，要质量好的，最好是容易讨富贵人家小姐公子喜欢的颜色。总之你自己斟酌着买好看的就是了。小妹你放心啊，三哥这点事情还是能办成的。三哥不急的，在码头没日没夜的搬大米怪累的，你先休息休息，养好了精神头再去，一定要慢慢看慢慢选，要能配得上达官贵人的那种呢。这事啊就全拜托你了。行，没问题，我都听小妹的。小黎，你也累了几天了，咱们歇会儿吧，我去做饭。小玉姐，我给你打个下手。行，成了。
没费多少功夫和时间，卤猪头肉便做好了。婶子，我刚下了学，马上就来你家了。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？啊，好大一个猪头！婶子，这个猪还有耳朵呢，我不太敢吃。你家怎么总是做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呢？什么叫奇奇怪怪的东西？贺云在，你竟然不知道吗？猪和你是一样的，是有耳朵的，而且它不仅有耳朵，还有舌头哦。好了，秋秋，别逗他了。娘给你们呀拿2个碟子，都尝尝。真好吃。吭哧吭哧的吃了5条肉。婶子，我还要。今天就到这儿了，猪肉太结实了，不能吃太多的。婶子，我还要，还没吃饱呢，就再给我吃一点嘛。真不是我不给你，吃坏了肚子，你婶子的麻烦呀就大了呢。想吃回家让你娘给你做，我娘都说不吃了，你还要？哭，你就知道哭，只是我娘，又不是你娘亲，快走快走！2个孩子红了眼，谁也不服气谁。小嫂子在家吗？我们家夫人想请您过去一叙。林小鱼听着这声音就头疼，她想不在家可以吗？她更也不想过去与郡主叙叙。小嫂子，我家少爷年纪小，不懂事儿，请您原谅他的过错。不用，小孩子玩闹而已，没必要放在心上。您太客气了。我家夫人想请您过府一叙，不知您是否愿意啊？人家都请到家里来了，还能不去吗？那请您先带小少爷回去，我换身衣服之后再来。好，那婆子我就先告辞了。少爷走了。贺云在还不愿意走呢，还回头狠狠地瞪了秋秋一眼，气得秋秋狠狠跺了几下地。娘，贺云在他欺负我，你都说不给他吃了，他还要，他还和你撒娇，凭什么？你是我娘，不是他的娘。乖，秋秋不哭了啊，秋秋不哭，娘知道秋秋懂事，在娘的心里呀，秋秋永远是第一位的，没有人能比得过秋秋的，也没有人能代替秋秋在娘心中的位置，明白吗？可是秋秋心里就是不舒服。没关系，娘可以理解的，这不怪秋秋。秋秋只要知道在娘心里呀，你永远是第一位的就可以了。娘先去换衣服，秋秋和小黎姐姐去玩，不许哭了啊。娘要吗？秋秋就不添乱了，秋秋和小黎姐姐玩。换了一件素雅又不显得寒酸的衣服，林小鱼便去了贺云在的家。真不愧是郡主和大理寺卿住的宅院呢，这气派没得说。下人先去通报，一会儿桂嬷嬷便热情地迎了出来，领着林小鱼便去了会客厅。此时的林小鱼感觉自己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亭台楼阁，花园水榭，哇，这就是古代的豪宅呀！小嫂子到了，一个美貌妇人正坐在厅中。赐座。小嫂子，这是我家夫人，也是当今朝廷的郡主。林小鱼赶紧站起来行礼，却被郡主给拦下了。不用拘泥礼数，咱们2家隔得如此之近，早几天我就想去拜访，如今才算得空，就赶紧喊桂嬷嬷寻你过来，不叨扰吧？不叨扰，正巧我这2天啊也不忙，其实应该早就过来拜访您的。林小鱼回答的不卑不亢，可说的心中都别扭。这文绉绉的咬文嚼字儿真是费劲儿啊。嬷嬷，你一直不让我去见人家，现在总算是见到了。人家小嫂子压根就不是那种胆小的人。夫人，是婆子我看错了。这几天云在没少去给你们添麻烦，我这个当娘的也觉得心里过意不去。回头再让桂嬷嬷添点东西给你，也算个补偿。郡主，不需要什么补偿的。您要这么说，我倒是不好意思了。其实还有一件事，不知你能不能同意？郡主，您但说无妨。也没什么大事，我瞧这玉兰花坠子绣得不错，不知你有没有空再绣一个，价值几何，我照价给你。原来是这个呀，亏得我刚才担心半天，怕是有什么棘手的事儿呢。这个没有问题，郡主不知是要给谁佩戴呢？骏马，大理寺卿贺留照。民妇做好之后，立即给郡主送来就是。我让桂嬷嬷去取，哪里还能劳烦你来送？对了，还有我那不省心的儿子贺云在，下学之后日日沉迷玩乐，我瞧着左右他也不上进，
不如下学后送去小嫂子家和小李同读。这，李小鱼迟疑了。且不说吃饭住宿的问题，平白无故塞个孩子进来，怎么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云在日日回家抱怨，说家中吃食甚为难吃。我想着下学之后，直接让他去小嫂子家用食，不过每个月会给30两银子作为补偿。小嫂子，你考虑考虑。30两银子，这还真得考虑考虑。婶子，你就答应吧。我去你家吃饭，和小丽一起学功课，我保证不调皮捣蛋的，好好学习，好好吃饭。我求求你了，婶子，在家里吃饭我会饿瘦的。可以的，郡主，就是每日不要太晚，不然小孩子正在长身体的时候，睡得太晚的话，对他身体不好呢。都没问题。贺云在听到没？要想去就早点回来，别疯跑疯玩，要听话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娘。婶子，我娘做的饭好难吃的，以后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去你家吃饭了。嘿嘿，我以后要和小李比谁认的字多，比谁会背的文多。李小鱼有些尴尬，这还真是个小吃货呀。你确定你这么说，婶子走了，你娘不会请你吃顿竹笋炒肉吗？自求多福吧你。其实林小鱼答应这个也是有私心的。那里的教育算是顶尖的，小李现在还没有找好私塾呢，还不如就跟着贺云在一起补习，也不耽误功夫。3日后，小妹，我们这次去啊，一定能赚他个盆满钵满。嘿，三哥现在感觉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啊，好像要年轻了几岁呢。小鱼姐，我有些紧张，寸草廊里都是一些大官家的少爷小姐。紧张什么呀？你三哥我都不紧张，咱们卖货，他们买货。钱货两清，大官家的少爷小姐怎么了？也得给钱呢。到了，那里应该就是了。早就打听好了地方，3人一路往前。那里围了一堆的小摊贩，卖面具的、糖人、糖画、热包子都有，但是无一例外都乌泱泱的挤在外面。小妹，怎么都不进去啊？挤在这儿做什么呀？三哥，你和小丽在这等着，我过去看看。这位小哥，你们怎么不进去啊？没看见吗？前面那2个官兵把着呢，咱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让进去。往年都让进去卖东西，能挣不少钱呢。哎，都别挤了，把我堂儿挤坏了，你赔啊！小姑娘，走吧走吧，谁知道今年是怎么了？都是些大官的少爷小姐，咱们老百姓也不知道人家想什么。本来就这个挣钱多的，还让人给堵了。李小鱼往里看了看，里面果然是绿草茵茵，百花丛生。可最终计划不如变化快。小妹，这儿不让进去啊？算了，这不都有人把上了吗？咱走吧，上别处卖也行啊。来都来了，李小鱼实在不甘心，但是又不能硬闯，看来只能另寻地方了。三哥，咱们回去吧。走吧，小妹，别伤心嘛。三哥明天再去码头那边搬货，也能挣不少呢。本来已经失去希望了，李小鱼一抬头，便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桂嬷嬷。桂嬷嬷，好巧啊！是巧，小嫂子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别提了，桂嬷嬷，我不是想来这里卖双面绣坠子吗？现在进不去了，您能帮忙说句话，让我进去卖吗？行，我进去给夫人说说，小嫂子等着。真的是谢谢您了。李小鱼一行人在外面等啊等，没过多久，桂嬷嬷便出来了，朝着林小鱼他们招了招手。纯王妃允许你们进入寸草廊，但不许携带兵器，违者当场斩杀。声音凛冽，似乎带着刻骨的杀意。桂嬷嬷，得亏今天遇到您了，不然啊，我们就真的进不去了。小嫂子，我家夫人才真是要谢谢你。小少爷昨天被童先生夸奖了，回家就跟我家夫人炫耀来着，夫人心里也欢喜，还想着当面给您道谢呢。小少爷聪慧，一学就懂，被夸奖了也是应该的。而且之前小孩子玩闹是天性嘛，我家2个孩子啊也喜欢玩呢，疯闹的时候关都关不住。一堆彩虹屁吹下来，吹得桂嬷嬷老脸都乐开了花，橘皮皱也撑开了。见过纯王妃，见过郡主，年纪看着要比郡主大，气质一派雍容华贵。纯王妃也仔细端详了林小鱼一番。冰糖葫芦，
糖人糖化，甜枣鸭来。风筝，风筝。你说的对，有小商小贩才有踏青的味道，不然我们这一群人光看花草就玩腻了。没错，只有些花草有什么好看的？踏青，踏青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大家在一起玩玩闹闹，吃吃喝喝，那多有意思。这下可热闹了，真好啊！平时在屋里都接触不到什么东西，这民间的玩意儿啊，就是好玩。你看这蛐蛐好大呀，我要1两银子的。林小鱼差点笑出声，1两银子的蛐蛐，怕不是金子做的。纯王妃和郡主已经走远了，林小鱼转了几圈，终于在人群中找到了自家三哥。三哥，先等会儿啊，我家小妹来了。小妹，这儿真好卖哎，我风筝的价格都翻倍了。好家伙呀，一个人没走，也不给我讲价，看上一点也不磨叽，马上压我掏银子。看那三哥我那是一愣一愣的呀。怎么回事？风茶卖不卖了？哎，卖，马上回来。三哥快回去，咱们今天呀肯定能满载而归的。小妹，我也和小黎去卖坠子去了。小黎，咱们去那边双面绣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！你买不了吃亏，你也……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不得在此高声喧哗！边上的侍卫瞪着眼说：“否则立刻赶出去！”林小鱼，知道了，不吆喝了。这么凶做什么？刚才那些小摊贩吆喝也没管呀。不用拦，今天踏青要的就是热闹，让他们随意就好，别过多限制，否则就失了味道。搞这么严肃谨慎做什么？我们是来踏青，不是来祭祀，要的就是人间烟火气。刚才吓唬林小鱼的那个侍卫已经战战兢兢地低下头，双膝跪地。是纯王妃，郡主。是你那天卖给我双面绣坠子的人。莫名其妙地被指到，林小鱼沿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。慕容小姐，又见面了。上次你卖给我那3个坠子好看得很，这次还有没有了？我再要3个。哼，拿回去羡慕死他们。对了，我这次要2个绣好的，再定做1个。可以的，不过定做的话可能需要点时间。您看看要什么样式和纹路的，我好做到让你满意呢。我等得起。至于样式和纹路，这花就挺好看，不如就把它绣在上面。你摘回去，这花就枯萎了，也没法看。不如我带你向纯王妃求个恩典，准许你来寸草廊仔细看。还没等林小鱼回话呢，纯王妃便说：“可以。”这小嫂子绣的双面坠子是好看，你看我这里也有一个。本宫也算是见多识广了，但还从未见过如此绣法。众位可有见过此等绣法啊？王妃，民妇是用了铜丝绕线的法子，用铜丝打个蝴蝶的样子，最后才绣的。如此一来，便可以出现蝴蝶振翅欲飞的效果了。妙啊！本宫府里那么多绣娘，怎么就没有一个想到的？这个坠子，本宫要了。坠子价值几何？50两银子。林小鱼接过沉甸甸的银子，赶紧谢过纯王妃。现在就连纯王妃也买了，看来今天以后自己的名头就算是打出去了，以后不愁双面绣在京城没有销量了。我也要，我要个菊花的。梅花的。看到没？那边有卖蟋蟀的，我要那个蟋蟀的样子的坠子。这坠子在哪卖的呀？我也要定做。小姐，再过些日子啊，咱们会开个店铺，您定好纹样，到时候呢让丫鬟来拿，或者我去送都行呢。再三承诺之后，这群没有买到双面绣坠子的官家小姐才满意离去。小鱼姐，我们发了。早知道能卖这么快，咱们多做几个双面绣坠子就好了，这样还能多卖点钱呢。钱是赚不完的，累坏了身子怎么办？所幸咱们今天的任务也完成了，不如留在这里欣赏欣赏美景，也踏踏这免费的青。要知道，寸草廊向来是官家子弟才能来的地方，普通的商贾有钱也是不被允许进入的，更何况他们平民百姓了。小嫂子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活死我找了你半天，好歹找到了。林小鱼睁眼就看到了一个气质和桂嬷嬷相似的嬷嬷站在自己面前。小嫂子，我是纯王妃身边的刘嬷嬷，王妃正在到处找你。刘嬷嬷，林小鱼和田小黎对刘嬷嬷行了个礼。你这绣工了得，是从何人啊？得，你这问的我也没法回答呀。回王妃的话，
您父是在老家那边跟一个叫百度的绣娘学的。哦，这名字好生奇怪呀！这双面绣坠子也是他教你的？回传王妃的话，是。会做别的吗？本宫还缺个披帛，如可以的话，就交由你来绣。林小鱼心中一喜，面色却稳如老狗，恭敬道：“您父会。王妃，您是否对披帛有什么要求呢？比如说具体的花样绣纹，您父好照着您的喜好来做。”这个本宫一时还真想不出。春日里多生机，如何绣就由着你吧。三哥，我还第一次发现您口才这么好呢。林三强憨厚地笑了笑：“小妹，你净夸你三哥了。嘿，三哥我这趟也赚了不少银子呢，可比码头扛包赚多了。哎，小妹，你是说的一点都不错呀。出苦力的活伤身体，赚钱还少，那三哥以后不干了。哎，小妹这钱你收着啊。三哥一个男人粗心大意的，万一给整丢了，心疼死了。行，那我就先替三哥收着了。正好咱们今天的东西也都卖完了，在这里看看风景吧。平日里想进都进不来呢。小妹这京城的妇人可真会享受啊！把这么大一块地圈起来，种草种花，咱们村的人那可不舍得呀，都用来种地种庄去了。所以咱们的叫生存，他们叫生活。还是小妹会说话，咱们过的日子可不就是生存吗？前几年咱们家1分钱恨不得掰成8份花，吵架就是为了钱。现在再看看这些公子小姐，自己觉得也怪可笑的。并不可笑，三哥，咱们努力搞钱，日后呢也能把生存变成生活的。咱们并不比他们差多少。况且三哥，你没见到的穷苦人家还多的是呢。有的人家既没有钱又多病的，3天一小病，5天一大病，10天一个灾的，平时也是愁容满面。见过？怎么就没见过呀？咱们秋田坳以前就有这么一家人，邻里邻居的都知道他们家，天天是鸡飞狗跳，一家子多病，也买不起药，生了病只会拖，而且这一家人也不齐心呢，整天互相责恶矮退，谁也不让谁。去年还来咱们家哭穷乞讨来着，三哥把他们赶出去了，这看了就让人绝望。谁要是在他们家怕不是要被拖死啊！林小鱼真的不知道还有这茬。小鱼姐，咱们一家人齐心协力，将来肯定会发财的。他以前的家可不就是这样吗？不过幸亏自己出来了，否则真的是要被拖死。咱们这次挣的是多，但只是一次性的生意，以后想长远的赚钱还是得自己弄个铺子，不然老主顾来买都没地方找呢。林三强挠头：那可京城里铺面多贵呀，咱们一时半会儿也买不起。谁说我们现在就要买了？三哥，咱们呢先可以支个小摊子，等做大了之后再买铺子。更何况，你知道贺云在的爹娘是谁吗？我出去的时候看见他家那个大宅子，呀，那个气派呀，估计什么大官吧也是。他娘是郡主，这次就是因为郡主，我们才能进来摆摊售卖双面绣的呢。我的天哪，那郡主不是皇亲国戚了吗？林三强显然是被吓到了，半天也没憋出一句话。三哥，咱们淡定一点，能买得起双面绣这么贵的东西，肯定不是普通人家。这是小场面，以后咱们得沉得住气，别慌慌张张的让人看清了呢。对，小妹说的是，那贺云在他娘是郡主，她就是世子，是怎么一点架子都没有呢？这就是修养。怪不得我看贺云在身上有一股不同寻常的气质。老远的就看到了慕容严雪，还是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。小姐，您佩戴上坠子去施舍，肯定能把他们所有人都给压过去。哼，那当然。林小鱼似乎又看到了商机。施舍，他琢磨着应该和现代的社团没什么两样。慕容小姐，怎么？我可以给你们施舍定制专属的双面绣坠子，保证没有人和你们重样的。真的？童叟无欺。如果您要是帮我多卖出一些坠子的话，我就再送您一个团扇，专属您一个人的团扇。只要做出让我满意的东西，其余的我会帮你。这个您尽管放心好了。好，你可别让我失望哦。三个人又在寸草廊逗留了一些时间，玩得心满意足，吸饱了清新湿润的空气以后，便去了集市。小妹，我看这咱家肉挺多的，8个猪蹄儿，半个猪头，够吃一段时间了。肉就甭买了。甭买了。小妹，你的声音怎么变？
林三强转头一看，这道声音的主人竟然是一只小鹦鹉。饱满了，饱满了！嘿，这小玩意儿啊，有点意思啊。嘿，说恭喜发财，哎，发财发财发财！哎，小妹，不如买个鹦鹉回去，让孩子们也高兴高兴。哎，小孩子嘛，不就喜欢这些玩意儿吗？林小鱼看着浑身翠绿的鹦鹉，心里也喜欢。生鸡或许可以在披帛上绣鹦鹉，似乎也不太合适啊，哪有高门贵妇的披帛上绣鹦鹉的？这鹦鹉也挺欢实的，小鱼姐，不如我们买回去吧。林三强已经掏钱了，手里提着一个鸟笼，一路上欢乐地吹着个口哨。球球小李出来了，看看三舅给你们买什么好东西了。瞧见小鹦鹉就乐开了花。三舅舅真好，三舅舅真好，三舅舅真好。绿皮小鹦鹉立马学了这句话去，连声音都和秋秋特别像。我这一下又多了个小外甥。小外甥，小外甥，你们先玩一玩啊，等一下舅舅找个地方把它挂起来，省得放低了让猫给叼了去。秋秋小孩子玩性，一心一意地和小鹦鹉逗乐。婶子，我来了，刚下学我就跑过来了，让我看看今天是什么好吃的。等会下游啊就出去，这里炒螃蟹呛人呢。不呛人，一点都不呛人呢。婶子，看你做饭，我肚子就咕噜咕噜响呢。今天我能吃3大碗螃蟹。你坐着看也行，往后点，把凳子往后挪，不然一会儿热油啊蹦到眼睛里了。贺云在，我娘辛苦了一天够累了，还要单独给你开小灶。婶子对我好，他都不舍得劳累自家娘亲，贺云在却可以这么肆无忌惮的任性，娘还惯着他。你是要跟我抢娘？两个孩子谁也不让谁，都憋着一股气。没等林小鱼反应过来呢，秋秋把贺云在给推了个跟头。林小鱼心中一惊，立刻把贺云在扶起来。自从你来了，娘天天让着你，救着你，你凭什么跟我抢我娘的宠爱？凭什么你就可以这么任性？秋秋，贺云在哭着跑回家了。林小鱼头疼不已。刚才他看见贺云在的脑袋破皮了，虽然没出血，但是这件事儿必须给他爹娘一个交代，否则事就大了。娘，你偏心！你倒是说说，娘怎么偏心了？秋秋听了这话更加委屈了，小嘴都撅起来。乖，秋秋，别哭了，你哭了呀，娘这心里也难受。上次娘跟秋秋说过了，在娘心里，秋秋永远是第一位的。秋秋难道忘记了？记得，娘说秋秋在你心里是第一位的。可是贺云在，秋秋不愿意贺云在缠着娘对娘撒娇，就连秋秋也没有这么任性过，哥哥也没有，他凭什么？对，娘知道秋秋受委屈了，想哭就哭吧。秋秋不想让贺云在缠着娘，娘是秋秋和小李哥哥2个人的，秋秋不要再多一个贺云在分走娘的爱。秋秋是真的讨厌贺云在，乖，如果是真的讨厌他的话，那娘以后啊就不让他来了，好吃的好玩的和娘的爱呀，就都只给秋秋和小李2个人，行吗？秋秋不讨厌他，我们还约好了后天一起出去玩，小李哥哥还要跟他比赛背书，不能不让他来。不讨厌就行。刚才娘就想说，贺云在没有动手，秋秋先把他推倒了。刚才娘都看到贺云在的额头啊都磕红了，还破皮了呢。秋秋现在心里什么想法？我不该动手打人，刚才推那一下他肯定很疼。娘，你说贺云在是不是会生气不理我？我刚才不该推他。知道错了？知道错了。那知道错了应该怎么办？娘，我去跟他道歉行吗？他会原谅我吗？娘带你去，但是贺云在原不原谅你，娘也没办法的啊。这就通了。林小鱼领着秋秋到贺云在的家里，正巧看到一个温和秀雅的男人，心里咯噔一下。这男人应该就是贺云在的父亲大理寺卿贺留照。去吧。叔叔婶子好，贺云在对不起，刚才我不应该推你，我错了，你能原谅我吗？秋秋，我原谅你了。我们不是说后天要一起玩，想好去哪玩了吗？你真的原谅我？贺云在，我以后保护你，不会再欺负你，不会再推你。我知道的。不过秋秋，怎么了？你刚才真的好吓人，推得我好痛哦。你给我揉揉吧。让人家小姑娘给你揉，害不害臊？君子应该礼让。云在可记住了？我是贺云在的父亲贺留照，刚才之事是他的不对，我带他来向您赔礼了。
小嫂子不用担心，这本就是我家这小子的错，莫要放在心上。没想到这两口子都这么通情达理，但到底是自家小闺女做错了。林小鱼也客客气气的替自家小闺女道了歉。要不先把你家小闺女放在我家，等孩子们玩完了，再让人送她回去。云在，到娘这里来。娘，干嘛？还干嘛？现在和人家小姑娘和好了，就别欺负人家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秋秋，好好玩，你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？别打架了啊。事情已经解决完，林小鱼又和郡主夫妇两人扯了几句，便告辞离开。他家里还有一摊子事儿呢。小鱼，我刚才听小黎说了，贺云在他娘是郡主，皇亲国戚啊，他爹是大理寺卿，咱们求求推了他没事吧？不行，咱们一家人就搬走。刚才我看贺云在摔得也不狠，但他们一家到底是当官的，咱们平民老百姓惹不起。秋秋呢？小秋秋呢？是不是被绑走了？哎呦，小孩子玩闹能有多大劲儿？教训得了，怎么能把秋秋给绑走了？哎，你们想哪去了？云在的娘和爹虽然是郡主和大理寺卿，但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呢。我带秋秋去道歉，他们不仅不和秋秋计较，还教训贺云在说要让着秋秋，男子汉大丈夫的，不能欺负小女孩呢。林小鱼哭笑不得，不过也能理解两个人的着急。哎呀，那就好。那秋秋呢？秋秋去哪了？两个小孩子去玩，也不知道窜到哪里去了呢。要不别让秋秋和贺云在玩了，小孩子没数，万一又打起来。牛婆婆还是一脸的不放心，劝道：一打起架来，秋秋她知道什么？万一打伤了贺云在，婆婆我都不敢想。咱们家秋秋懂事，婆婆你别太担心了。再说我都嘱咐过秋秋了，她以后不会了。婆婆，我先和小黎去做双面绣了。小鱼，婆婆有哪里能帮得上忙的吗？你说咱们一家人都在忙活，就婆婆一个人闲着也闲不住啊。婆婆您，我们都忙着呢，您就帮我们做饭吧。这次会要得急，等我和小黎做好之后再慢慢教您。行，我不耽误你们，我好好做饭。你们年轻人尽管忙就好，空了再叫我，别耽误正事儿。好。小鱼姐，为什么不先做纯王妃的呀？小黎，这就是你不懂了吧？王妃的双面绣披帛自然是最重要的，本该用心做，这第一个做出来给她送了去才是。对啊，小鱼姐，可是咱们为什么要把王妃的披帛放到最后啊？小黎，你听我说啊，对王妃来说，咱们是卖家，你若是一心一意为买家考虑，那自然是对买家好。但小黎还记得谭氏打金铺两个父子吗？记得，我懂了，小鱼姐。谭金匠价格实惠，做出的首饰珠宝便宜，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他们自己家祖传的铺子快要倒闭。这就对了，咱们要慢点给王妃做出披帛，这就是为了让她明白咱们做起来有多么不容易呢。一是为了让王妃对咱们有好感，第二个，价钱还没定下来呢，做得越慢，王妃给的价格就越高。小黎，这些事儿呢，你得学着点，都是不能往外传的话呢。小鱼姐，我醒的。小鱼，婆婆当初真没看错你，咱们卖东西是要为买家着想，但是得先保证自己的利益。小黎，跟你小鱼姐学着点。娘，婆婆把小皮挂得这么高，我们都够不着了。您把小皮放下来吧，它不咬人，可听话了。我和云在都想玩。婶子，我这里有一堆吃的，想喂给小皮呢。你和云在玩的呀，都小心着些。小皮才来家里呢，这些天还不太适应，别再给你们灼伤了。我知道，娘你放心就行。云在，来，快喂小皮，张嘴了。它的嘴好大呀，让你快扔进去，扔，中了。拿着。你又回来了？一共是1万两，刚取回来的。因为这几天太辛苦了，有了钱，今晚上从容一些。相公，你真好，我高兴的都快原地起飞了。咱们这一大家子人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这1万两啊，不能动，得先拿着应急傍身呢，否则有什么事情，你往哪抓钱都抓不到了。娘子决定就是。再说我手上的活呀，也不能停下。告诉你吧，我已经打入京城这些贵女贵妇的圈子了。现在做的这个双面绣啊，就是他们要的，其中一个披帛呀，还是纯王妃要我做的呢。纯王妃？对，纯王妃。那天啊，我和小黎还有三哥一起去了寸草廊，纯王妃买了一个双面绣，看我做的好啊，又订了一个披帛呢。你还别说，有了她带头，那天双面绣全部卖光了，挣了不少钱呢。
打入他们的圈子，我才能从侧边帮你打当年事情的真相啊。再者，万一有人认出了您，到时候我们也有个救急的人。知道我这叫什么吗？这叫拉帮结伙呢。不对，这叫……大树底下好乘凉，辛苦。谁让家里有这么一个美貌相公样样呢？不，今晚不行，等娘子我忙完了再来。一觉到天明。您来的真不巧，我们小姐去诗社了。要不您先把东西放下？不了，我亲自交给慕容小姐吧。两位大哥，诗社在什么地方？门口的2个小厮指了个地方。瞧着路太远，李小鱼便和田小离租了一辆马车。这儿闲杂人等不能进啊！田小离有些害怕。两位大哥还请通报慕容小姐，就说双面绣坠子已经做好了，在这等着。有一个侍卫已经去传话了，过了一会儿回来便放林小鱼和田小离进去。李顶天，你这诗写的真让人叹为观止啊！要我说，狗屁不通啊！诗歌讲究对仗工整，符合一定的规律。李兄，你瞅瞅你做的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一阵奚落的笑声从前方传了过来。林小鱼定睛一看，原来是纨绔李顶天啊！我说李文如，你哥哥不行就别带出来呗，每次来诗社作诗都得带出来丢人现眼，也不嫌臊得慌。惭愧，我家兄长对不出那首诗啊，便由我来替他对吧。文绉绉的酸诗，林小鱼也懒得听。那年轻人对完之后，众人纷纷鼓掌。文如兄这对的也没谁了，你家兄长绝对比不上你。李顶天，顶天，怕是连地都顶不起来。李顶天哪，李顶天，得亏是你弟弟李文如带着你来呀，否则你连我们的圈子你都挤不进来呀。不过就是个醉死在妓院里的纨绔子弟，也不知道怎么有脸求着你弟弟一起来诗社，也不怕给你们李家丢人。李文如朗声道：哥哥从小便喜欢舞刀弄剑，人也豪爽，自然是学不来这些的。术业有专攻嘛。那是，李顶天，好好对你弟弟，看你弟弟都护着你呢。好嘛，大贤妻临现场啊！这李顶天他弟弟李文如，要真的是护着他哥的话，也就不会带着他哥来这被人讥讽了。如果真护着他哥的话，就不会任由他哥被人嘲笑而不反驳了。李顶天一言不发地转身就走，弄得身后的文人又是一阵讥讽。李顶天，谁？是你？吓死我了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给慕容小姐送东西的。哦，那刚才，你肯定看到了，是不是很好笑？他们没有一个人瞧得起我。从小到大，我爹不喜欢我，我娘也不喜欢我，都瞧不起我。只有我弟弟才是他们心中的骄傲，无论我做什么都是错的。既然他们不喜欢你，不关心你，还要嘲讽你，为什么你非要融入他们呢？啊，我想让爹娘喜欢我，想比过弟弟在他们心中的位置，想证明给他们看，我李顶天不是个废物窝囊废，也不是纨绔草包。可是现在一切都证明了，我就是个草包，连最简单的诗句都对不出来，我是个窝囊废，我真没用。听我说，就说刚刚那些人讥讽你，你就应该原封不动的给怼回去的。诗词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，总不能站在那里傻呆呆被人欺负吧？我弟弟，按理说我是个外人，不该说什么的，可你弟弟的样子，李顶天，你自己扪心自问，他心里是真的有你这个哥哥吗？面前的男人头垂得更低，几乎埋在了胸口。我身不由己，今天就是被李文如拉出来做陪衬的，衬托他有多优秀，在父母面前是，在朋友面前也是。融不进去的圈子不要硬融，术业有专攻呢，做不出好的诗词并不能说明什么。你喜欢舞刀弄棒，可以上战场，再好一点可以去皇宫做大内侍卫，有那么多条路可以走，为什么非要仅限这里？再说李顶天，你一个大男人说什么身不由己啊？你弟弟是刀架在你脖子上还是威胁你了？你连自己的主都做不了，还算什么男人呢？点到为止，说的再多，李顶天自己悟不了也是废话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一个大男人连自己的人生自由都掌控不了，还算什么男人？只会吟诗作对有什么用？他们的圈子我还不稀罕进去。谢谢你，不然我还会继续颓废下去。
给你。林小鱼正好多做了一个双面绣，绣的还是笔直的翠竹。希望你像这翠竹一样，千谋万历还坚韧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今日的教诲，我李顶天记下了。走吧，小姨姐，咱们不是还要给慕容小姐送双面绣吗？别让慕容小姐等急了。行，你自己去悟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这双面绣是你自己做的？没错。把摆摊地址告诉我，我帮你卖。不用了。用？今天要不是你，我李顶天还在消极颓废，恐怕真要趁着那李文如的意，我得帮你，我得报恩。林小鱼无奈看着架势，如果自己不同意，怕是会伤了这李顶天脆弱的小心脏。行，那我就在这里谢谢你了。谢啥子谢？我李顶天最是仗义，有恩必报。也在这里耽误了不少功夫，林小鱼和田小黎急匆匆的去了女眷。怎么这么慢才过来？我们都等了好半天了，去哪了？这院子太大了，转了好半天才找到呢。哦，双面绣坠子呢？在这儿，在这儿。真漂亮，果然没有信错人，我就知道你是个靠谱的。以后我慕容家的所有绣品都由你来做。这是怎么绣的啊？我家也有不少的双面绣呢，但都熟悉的很，比起这个差远了。我家绣娘之前我还觉得很好呢，现在却比不过。我姓林，叫林小鱼。和林姑娘比起来差远了。回家我就让我爹把绣娘给辞了，林姑娘上我家去当绣娘，绝对亏待不了你。哎，不行不行啊，这好处哪能就让你给抢了呀？林姑娘是我们大家的。这么大个惊喜忽然砸到林小鱼的头顶，让她受宠若惊。你说了不算，让林姑娘自己选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小姐，我家里还有2个孩子需要照顾呢，所以不能去你们府里当绣娘。不过我就在客栈门前摆摊卖菜的一个大娘旁边，你们去了一问便知。过段日子可能会盘个店铺，专门来做双面绣，到时候小姐们便可以自行选择花纹样式，定做自己喜欢的双面绣。到时候还请小姐们来捧场啊。小嫂子，那我要先做。不行，得给我先做，我那天踏青的时候都和小嫂子说好了的。哎，我还和小嫂子说好了呢，你比我晚。各位小姐可以拉个清单，上面写上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布料，什么样的风格，具体有什么要求，我都会一一给你们做出来的。你很好，再做20个吧。好家伙，大门大户的真有钱呢，1000两银子，哇，真好赚啊！还说呢，远方亲戚表亲都来了，见到这坠子就爱不释手，都问我哪里做的。正好我让丫鬟寄了几大体要求给你。慕容小姐，真的是谢谢您了。您放心，那团扇呀，保证给您做的又精致又漂亮。行，我也不多说，小嫂子你做事我放心。走吧，姐妹们，咱们刚才的对子还没有对完呢。小黎，咱们也走，回去坐马车再买点好吃的。小鱼，我刚想让我老头去找你，那1两银子得还给你。咱们做人得厚道，你赚钱也不容易。小鱼，你得收下这1两银子，不然婆婆心里不安。行，婆婆，咱们俩呀也算是有缘分。我们这一家子来京城啊，还是您找的房子呢。要不您看看我摊子里的双面绣坠子吧，喜欢哪一个？你这孩子咋回事？婆婆能要吗？不要不要，是买芹菜吧，对吧？婆婆先去忙了。朱婆婆摊子上来了人，就去忙卖菜了。哎，别走别走，你怎么现在才出摊啊？我天天来日日来，今天紧赶慢赶，好歹赶上你了，不然还不知道要等多少日子。我来的这婆婆都认识我了。可不是嘛，小鱼，这小伙子天天来问我你啥时候来，我咋知道啊？老头子，赶紧给小伙子搬个凳子，你看把人家累的。我这几天，我说你就是懒，真是的。前几天我跑断腿，终于替你订了一批货，定金都收了，结果还不见你人影，差点被人当成骗子。你看这事是我做的不对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。甭道歉，先听我说，我给你接了笔大生意，200个双面绣坠子，怎么样？够大吧？林小鱼无语。我说兄弟，你得吓死我。李兄弟，你这怎么做不出来？不，能做。哎，李兄弟，你这也太能耐了吧！不出几天功夫，怎么就搞来200个啊？李顶天骄傲道：“你那天不是送了我一个双面绣坠子吗？”林小鱼愣愣的点头：“是啊。”我青楼里那群相好看中了这坠子，死活争着想要，都打起来了。你给了？
那哪能给？这是我的信念，绝对不能给。他们打得头破血流，争风吃醋，死活得要。我想着正好，先让他们交了1半定金，就等着你了。林小鱼算了算，一个双面绣坠子50两，200个就是10万两。李兄弟，你真是个可造之材呀！等我以后开起铺子来了，绝对要挖你过来做管事呢。我这还是第一次做成大生意，得回家给我爹炫耀炫耀，我也能挣钱了，不比我弟弟差。这大街上的定金没法给你，你把你家地址给我，我让人给你送过去。林小鱼犹豫了片刻，便把地址给了李顶天。左右吕成行已经被他看到了，而且经过这些天的接触，李顶天的人品也不错，绝对不会举报吕成行的。行，我一会儿让人把箱子抬到你们家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是说要开间铺子是吧？对，没错。李兄弟，麻烦你也给打听着点吧，看看哪里有便宜合适的店铺要出租，我攒钱买个店面，要不以后订单多起来了，总不能来小摊买或者去我家里订吧。这倒也是。行，你放心，我给你留意着这些，也让我那些相好给你看着点，问着点，他们接触的人多，肯定会有合适的。不行，200个太少了，我还得去给你张罗张罗，起码咱们凑足他1000个。不，兄弟，1000个呀，虽然钱挣得多了，但是想想就头大。谢谢了，我走了，等着我的好消息。得，纨绔子弟搞起钱来也是积极的很。小嫂子，有件事我不得不说。您但说无妨。是这样的，小嫂子，我们家小少爷特别喜欢吃您家做的饭食，现在不仅是在家里挑食，而且在私塾里都不吃饭，有的时候中午没时间就饿着，等晚上了到了您家再一起吃，这样对小少爷的身体很不好。心里忽然一股无名火起，贺云再不爱吃饭是他的事儿，这个桂嬷嬷来找自己是所谓何事啊？林小鱼压下心底的火气，温和地说：一日3餐都要吃的，如果饥一顿饱一顿，尤其是小少爷还在长身体呢，对他的身体发育都不是很好的。哎呀，这不也是吗？小嫂子，这事儿还是人家私塾的先生告诉我家夫人的，夫人一听就急了，但小少爷他死活不吃，说私塾里的饭做的难吃。我家夫人思前想后，就想着让小嫂子你中午做饭，方便就给小少爷送到童家私塾。这，桂嬷嬷，你也是知道的，我们一家人还没有在京城站稳脚跟呢，这双面绣生意也是刚起步的，最近实在是太忙了，所以打不出空来。没关系，小嫂子，这事儿不让你白干，你先考虑考虑。行，那就请嬷嬷回复你家夫人，我先忙过这一阵子，考虑考虑，再给您答复。行，那我就替我家夫人先谢过小嫂子了。哎，又是一桩麻烦事儿啊！等不行就让自家三哥去送，到底是全了郡主的心愿吗？这速度不错，这50个双面绣坠子，剩下的钱我会让人给你送过去。小嫂子，我这儿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李小鱼心里面咯噔一声，大兄弟，你不会又给我整了几百个单子吧？这真是恐怖至极啊！上次我回去又让我那群相好的给你说了说，那些王公贵族、纨绔子弟都想要。我统计了统计，这不又凑了300个。大兄弟，我谢谢你啊！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你先坐着，等我回去再给你弄几百个。我都说过了，咱们起码要做到1000个才算。小鱼姐，我们能做得完吗？做出来眼睛也不要用了。林顶天，林顶天，你等等，先别忙着走。上次的房子找的怎么样了？我想开个绣房，找些绣娘来做，不然只有我和小黎2个人，那么多双面绣坠子呢，就是做到明年这个时候也做不完呢。你看，我光顾着忙生意了，把这件事给忘了。你回家先去坐着，我马上和朋友问问，你就等着好消息。林小鱼和田小黎回家忙活了3、4天，李顶天亲自来了。走走走，好不容易找到的小院子，还是上午一个绣坊不干了刚腾出来的。
里边的东西有些留在那儿还没搬呢，人家也不要了。我想着给你正合适，价格也行。这么快？那是，小鱼妹子的事儿怎么能不放在心上呢？婆婆，我们走了。这单子多了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呢。你这一走又是好几天不见，婆婆还怪想你的。婆婆家里就生了3个儿子，年轻的时候就想生闺女，可是怎么盼也盼不来。婆婆，您家有小孙女吗？有好几个。那正好呀，您不是喜欢闺女吗？几个小孙女啊，正好可以给您膝下承欢，原来您是个梦呢。今天这钱可是赚大发了，又买了一些双面绣材料，家里的材料都不够了，正好趁着这一次买了，毕竟还有200个订单，总不能再出来浪费时间吧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不停地做活，压根连歇都不敢歇。不必如此辛苦，我在朋友那里还存了几万两，咱们一家人够用了。语气中是掩饰不住的心疼。林小鱼晃了晃脑袋，又眨了眨眼睛，酸涩又难受。晚上刺绣总是低着头，颈椎也不好了，眼睛也花了。怪不得原来看古装电视剧里面绣娘早早的眼睛就瞎了，都是这么熬出来的。你看，就是这个小院子，我看着也宽敞，这中间的针线材料都是以前的绣坊留下的，搬的地方也不要了，这些东西还都是新的呢，能用。是呀，这样的话呢，还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呢。林小鱼摸了摸那些据说是剩下来的不要的布料，回头瞅了一眼李顶天，见他面色有些尴尬和小心，林小鱼心里就有了数。不过他也没有拆穿李顶天的善意。毕竟以后我是绣庄的管事，怎么能不给咱们庄子省钱呢？最后自然是在李顶天的说和下，管事模样的人就象征性的收了一点钱，价格也是京城里店铺的最低价了。李顶天还不乐意呢，能不能再便宜点？不行我再找你家少爷说说。小黎，咱们去随便找一家热闹的绣坊。小玉姐，你是要在绣坊门前抢人吗？他肯放人给我们吗？田小黎右手提着一面锣鼓，跟在后面呼哧呼哧的走。当然不肯放人给我们了，但要是那些人自己愿意呢？姑姑，我都来了这么些天了，你就把我招进去吧。虽然年纪大，但是能做活也有经验，也不多要钱，给点就行。我也是呀，我们家还有孩子婆婆要养呢，丈夫早亡。要不是这样的话，我一个女人何苦来抛头露面的呢？都说了，你们没通过我苍壁绣坊的测试，别来丢人现眼，天天跟苍蝇似的。我苍壁绣坊是做生意买卖挣钱的地方，又不是慈善庄。姑姑，我不要钱，真的，你只要让我们一家3口每天吃饱饭，我愿意给你做工，我不要钱。看来这苍壁绣坊招的绣娘要求极高，这些人也确实惨。小黎，找个地方把鼓敲了，敲得响点，咱们就说新开的绣坊招收绣娘，待遇从优。响亮的声音从锣鼓上传了出来，引得大街上的路人纷纷过去围观。新开的绣坊招绣娘，待遇从优，包吃包住，有意者请赶紧报名喽！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么招人的，这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！拿一面铜鼓招人，想得出来？我说小嫂子，你们是真的想招绣娘吗？刚才还在苍壁绣坊前哭诉的几个女人也纷纷围了过来。招啊，怎么不招？只要肯来，包吃包住，工钱不是问题。那行，我报一个，我也来。哎呀，左右我也进不了大地方，不如在小姑娘你这儿报一个。你这小姑娘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在这里行骗？也就是你们这些没见识的乡下人会信，哪有招绣娘拿着锣鼓在大街上招的？这不是骗子是什么？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到我这里来骗人？你怎么知道我们是骗人啊？你凭什么说我们是骗人？小姑娘，你把我的名字划掉吧，我不去了，还是大地方靠谱。哎，我们的待遇比这个苍壁绣坊好，你们怎么就信他们不信我们的呢？红口白牙的，光凭你们说谁能信啊？就是，我们要是去了你们的地方骗钱骗人怎么办呀？最近外地来的拐子还多呢。你这绣坊叫什么名字？说出来也让大家伙听听啊！田小黎立刻卡壳了，他们的绣坊确实没有起名字。怎么样，说不出来了吧？我就知道是骗人的。走吧走吧，散了散了，等会儿让官府来抓他们，行骗到我们京城，真是以为我们京城人的钱好骗呢。林小玉拿过了锣锤，敲了几下锣鼓，大声喊道：谁要是来我绣坊当绣娘，
干1天100文钱，工钱1天1结，绝不拖欠。你们干吧，干1天就费1天的功夫，这个骗子绝对给不起你们钱。我估计连自己的绣坊都没有吧，要不然连个名字都说不出来。走了走了，家里孩子还等着我做饭呢，婆婆还等着我去喂。明天再来苍壁绣坊试试吧，总好过被人骗了强。哎呀，都散了吧。乡巴佬，脑壳有包。小玉姐，现在我们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回去吧，还能怎么办呀？那几个最先说回去的绣娘偷偷地跟在了林小鱼身后。哎呀，小姑娘，你等等，怎么走得这么快呀？我们都追不上了。要报名吗？报名，肯定报啊！刚才人多，而且又是在苍壁绣坊那儿，我们没敢说。小姑娘啊，真的能给我们1天100文钱日结吗？你别骗我们啊！林小鱼笑了。我骗你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那小姑娘，我们就替你干了。地方在哪儿啊？能不能明天就上工啊？我想明天就上工。哎，你不多问问，万一被骗了呢？没关系，我相信小姑娘。小姑娘说的对，她能骗我们什么呢？我家徒四壁，孩子多病，丈夫又死，婆婆整天躺在床上呻吟，再不挣点钱，一家人就饿死了。你放心，我不骗人的。要不要报名？给个痛快话。报。那行，你们先回家等着，明天到这条街的朱婆婆摊上等我，我带你们去绣坊。啊，还真有绣坊啊？那小姑娘，你当时怎么不说呀？刚开的绣坊，还没能取个好名字呢。哦，哎，对，这个放这儿。说你呢，扫干净点儿，拿着抹布擦，弄干净点啊，不然就工钱别想要了。哎，慢点搬，你别把那东西给磕坏了。唉声叹气了一番，李顶天一回头便看见了林小鱼。我得让他们收拾收拾，明天卫生打扫好，东西弄好就能上工了。哎，招到绣娘了？才招了5个绣娘呢。李顶天安慰道：没事儿，什么事儿都得慢慢来。你现在绣坊还没建起来，又没有名字，那些人自然是不信你的。李顶天，什么？别忘了，到时候我绣坊做起来了，来当管事的哦。一定来。第2天的时候，5个报名的绣娘已经在朱婆婆菜摊上等着了。什么小姑娘，人家都有2个孩子了，骗人！骗什么人？骗谁了？那小嫂子人心地好得很。上次关密要罚钱2两银子，本来我们1人1两，人家小嫂子自己替我掏了1两银子。牛婆婆，好久不见呢。是啊，小鱼，婆婆，我觉得好几天没见到你了，心里也怪小得慌。这是你招的人吧？婆婆，这是我新招的绣娘，不是开了个绣坊吗？单子也多了起来，我和小李2个人呢，根本就忙不过来呢。开绣坊好啊，绣坊好。婆婆年轻的时候就想开个绣坊，还想开个首饰铺子。你看，这都老了，还卖起菜来了。不说这些了，赶紧走吧，时间也不早了。好，那婆婆等下次再见了。真是好孩子啊。绣坊小院并不远，林小鱼带着这5个绣娘走了一会儿便到了地方。哎呦，小嫂子，这院子租下来要花不少钱吧？朋友给找的关系，买的不是租的。怎么样，看都看完了，满意吗？满意。那就行。现在我告诉你们，我这个绣坊主要经营的呢，就是双面绣。双面绣我们不行，我们学都没有学过双面绣，顶不起事来。这没有关系的，既然招你们来这里，关于双面绣的所有东西我都会教给你们，只要你们肯学。什么？小嫂子，你真的要教给我们吗？刚才震惊的众人已经不知道说什么了，沉默。林小鱼也理解他们的反应，因为这市面上会做双面绣的本来就不多，自己相当于把挣大钱的手艺给传出来，那不震惊才怪呢。行，小嫂子，我们跟着您干。那行，跟我来。我先教你们做几个样式，你们看着来。你们先看看，上手摸摸看，感受感受纹路，针脚和单面绣有什么差别？一开始没人敢上手，大抵是怕把双面绣给摸坏了还得赔。如果实在不想干，我也不强迫你们，现在就可以走。这话说了，反而没有一个人要走。小嫂子，这双面绣也太精致了，单面绣只是正面光鲜，反面的针脚是没有人管的。
没错，要绣双面绣就要保证统一底料，正反两面针脚都要一样的整齐匀密，美观好看。对了，你叫什么？苏清河。清河，那我就先教你吧，必须真会做的啊！若是做坏了，这面料可是要你们赔的。啥？还要我们赔？我们可不赔啊！凭什么让我们赔啊？是你说要教我们的。对呀，这不是让我们练手，上来就做，谁能做得出来？没让你们今天就必须做出来，我问的是今天谁能做出来。这些人悻然都闭了嘴。林小鱼也懒得看他们这副嘴脸。清河，你就安心在这绣吧，其余的人如果今天能绣出来的话，也同样可以留下来，否则就先回去吧，我明天再仔细教你们。那我明天再来。哎呀，走了，谁能一下子就学会啊？更何况弄坏了还要赔钱。早知道是骗子呀，就不该来呢。这几个绣娘都嘟嘟囔囔，嘴里不干不净的走了。林小鱼也懒得理会他们。清河，你自己在这绣，我就不在这陪你了。3个双面绣坠子我就放在这儿，让你做个参考。实在不行的话，也不用勉强。小嫂子，2个时辰后你来，你放心，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。好好干。中了，快扔！三哥，你这虫子是从哪弄来的？小妹，是你啊！这绿豆虫是我跟贺云在要来的，咱们家小皮啊吃的可欢了。小皮，咱家小皮吃的可欢了，三哥，怎么了，小妹？没事儿。三哥，你高兴就好。人高马大的一个人还这么少年心呢，自家三哥有点可爱呀。对了，三哥，我新盘了一个小院子，招了几个绣娘，要不要去看看？小妹，这才几天呢，生意便忙不过来了。没错，都快500个了。不行，你得让三哥冷静啊！三哥得算算，一个双面绣坠子50两银子，500个就是不是500个，是450个，一个50两，一共是22500两银子呢。这么多呀？怕是咱们几年的房租都够了。三哥，你想差了，咱们有这25000两银子，干嘛还要租房子啊？买个5、6间的大院子，有个自己的房子不香吗？干嘛还要租人家的房子啊？林三强嘿嘿笑几声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那倒也是哈，你瞧三哥这境界，就是不如小妹。小妹，三哥能帮上你什么忙呀？要不三哥的整天码头扛货也挣不了多少钱，心里着急啊。等过几天忙完这阵子去。三哥，郡主那边说贺云在呀，因为吃了咱家的饭挑食了，在私塾里不好好吃饭呢。那天桂嬷嬷来找我了，说让我中午做了饭给她送过去。这还讲不讲理了？他们家小娃挑食，怎么还惯上咱们家了？私塾做饭不好吃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三舅舅，小皮喂完了吗？喂完了，这家伙老能吃了。你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啊，多弄点虫子。你看看，吃的他膘肥体壮的，根本就不像个鹦鹉了，倒像个老鹰。我已经做好饭了，快去吃。娘和舅舅啊，还有些话要说呢。我想三哥你在码头做事跑生意那么累呢，风吹日晒的，对身体不好，倒真不如给贺云在送饭。那郡主家呀，肯定会给些银子作为工钱的。就现在贺云在每天往我们家跑啊，郡主每个月都给了30两银子呢。听到有银子赚，林三强的脸色才缓和了一些。行了，三哥，我也就是提一提，等忙完这一阵子啊，咱们再做打算。小嫂子，我都给做好了，本来时间宽裕还能绣一个，可是我怕哪里做的不对，浪费了料子，就只做了一个。你看看。林小鱼对比了一下自己做的棉花双面绣，简直是一模一样，标准的很。行吗？您看。行，这个呢是今天工钱，你先拿着。现在就给我钱？膝盖一弯就要给林小鱼跪下。这是你该得的，不用谢我。小嫂子，不瞒您说，之前我紧张死了，就怕您不收我。求那个苍壁绣坊，我和几个大嫂子已经等了好几天，就为了这点钱。孩子在家饿得不行，再没钱，全家人就要饿死了。说着，眼泪就吧嗒吧嗒地落了下来。让您看笑话了，手帕看着成色就好，值不少钱，我是不配用的。小嫂子，我得走了，回家给孩子做饭，明天我再来啊。待到第2天时，昨天的5个绣娘只来了3个，其余的人都各自带了好几个人来。小鱼姐，亏你昨天还好心的教他们双面绣，这是偷了你的师，自己去开卖了。不来便不来，他们只会昨天那一种花样，也卖不了多少时候的。那小鱼姐，如果他们琢磨出别的花样该怎么办啊？能琢磨出别的花样，也算是他们的能耐了。行了，别计较，要走的留不住，开始干活吧。
有了林小鱼的悉心教学，3个绣娘和他们的小伙伴都迅速学会了基本技巧，便听到街上一道粗大的嗓门喊：“双面绣坠子，只此一家，20两银子一个。”难道是林小鱼拉着摊子出来卖？李顶天疑惑地嘟囔。不过想想也不可能啊，林小鱼本来就租了一个小院，还有自己拉的那几百个订单，哪需要在街头叫卖呀？更加不可能主动把价格下调30两银子。我说公子，人家明明卖的是20两银子，您却每个双面绣要了我们50两，真当我们青楼女子的钱好赚啊？公子你不厚道，这怎么双面绣还摆摊出来卖的啊？我们可是订了几百个的，他摆摊出来卖，有时间做我们的坠子吗？大家快去看一看，别到时候被人骗了，还傻呆呆的在这里等着呢。别胡说，随我去看看。青楼里一大帮子订过双面绣坠子的女人纷纷跟在李顶天身边，后面也跟了几个打手，一群人浩浩荡荡冲了出去。我说你们做事不厚道，赶紧把老娘的钱给还回来啊！卖老娘50两银子一个，还在这里摆摊卖20两，那我们看帅啊！打手们迅速上去，把摊子一脚踹翻，坠子洒了一地。哎呦，没天理了，没王法了！你们这是做什么呀？做什么？老娘在你们这里订了10个双面绣坠子，个个都要50两，凭什么你们在这儿卖20两？你几百个坠子都不够你们做的，还出来摆摊？就算能做出来，也是粗制滥造的，退钱！你们在这放什么屁呢？姑娘啊，你可不能怪我们也是受人所托，是个小嫂子让我们来这里摆摊的，我们也是给人打杂的，您要找她去，我们您可找不着。2位大婶说话可要讲究证据，你们说是小嫂子让你们出来卖的，敢不敢跟我一起去对峙？凭什么？我们就是个打杂的，凭什么跟你去对峙啊？想知道你们自己问去啊！走，对峙去。李顶天命令手下的人把这俩女人给绑了。这事儿你们也应该知道真相，让你们信的人跟着我一起去，咱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小鱼妹子在不在？李顶天怎么来了？你们先在这坐会儿，我去看看，出什么事了？小鱼妹子，你看看这2个人认识吗？这是我昨天招来的绣娘，昨天一共招了5个。我教了双面绣的做法之后，说是今天会来上工的，可这2个人并没有来。哼，不仅是没有来，他们俩做了同样的双面绣坠子，在集市上卖20两银子一个。不仅如此，被我识破了，还诬陷你，说是你让出来卖的。2个女人连头也不敢抬。绝无此事。我就说你们得坑害我小鱼姐，现在果然做了，良心让狗吃了吗？陈家的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？人家小嫂子毫无藏私的把双面绣的方法教给我们，你不想好好干也就算了，怎么还去坏人家的名声，偷人家生意？苏庆和你胡说，明明就是他让我们拿那些坠子偷偷的出去卖，还说了只要能卖出去，多少钱都行。小嫂子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。昨天我们3个都在场呢，这2个人根本就是撒谎骗人的。如果还不认账，本少爷就送你们去官府。别送我去官府呀，否则我婆婆会打死我的。都要送官府去了，还怕被婆婆打呢，真是可笑至极。双面绣是我们2个熬了一晚上做出来的，是他说要去集市上抢小嫂子的生意呢。刚才也是他诬陷的人，和我没关系呀，千万别送我去官府。齐麻子，好啊你，现在把事情都赖到我头上，也不知道当初是谁出的这个好主意。这全是一场误会。行了，小鱼妹子，这事儿你甭管，我给你处理。押着他们从这儿一路回去，让他们边走边喊。少爷，让他们喊什么呀？就喊他们2个人是乌龟王八蛋，偷了小鱼妹子的诗出来低价卖。小鱼妹子的双面绣天下无双，有想买的找我李顶天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呀！是。要我说，就该送他们去官府，这样也太不解恨了。我说你和他们这些做什么？不过这宣传做得不错。行了行了，别气了。再说我也没什么损失。就你大度。今天中午去我家吃饭怎么样？正说着他们呢，怎么扯到吃饭上了？我小鱼姐做的饭可好吃了，每一次做饭，隔壁家的小孩都馋哭了。真的有这么好吃吗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好嘞，那咱这就走。小鱼姐，我在这里教他们，你们先回去吧。行，小林，你先在这儿，一会儿啊，我把饭给你们带回来。
我说，这才几天不见呢，怎么就这么颓废了？这胡子也不刮，头发也不剪。我收回以前的话，你这位兄弟和我原来的朋友一点都不像。李顶天，这是我相公吕成行。原来是吕兄弟，幸会幸会。李顶天一抱拳，颇有些江湖侠士的风范。吕成行也回了礼，淡淡的应了一声，让他们2个人自己去闲聊。林小鱼去做了饭。娘，这叔叔不是那天说要买我的叔叔吗？怎么到我们家里来了？快走快走，我娘不卖我。谁要卖我家秋秋啊？小妹，这个人怎么在啊？这位兄弟，别误会，别误会，那天是我言语冲撞了，这里给你们赔个不是。没事，三哥，秋秋别怕，李叔叔是个好人呢。娘不是刚盘了个绣坊院子吗？还是这位李叔叔给娘找的地方呢。三哥，这是李顶天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不过你兄弟，你那天实在是太不像个好人是吧？哎，我知道，以前是我太过混账，现在我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是小鱼妹子给了我希望。重新做人好，年纪轻轻的干点啥不好？吃饭，婆婆给咱们小秋秋和云在也舀上一碗汤。小鱼妹子，你果真没骗我，以后能不能上你家来蹭饭呢？我给钱。叔叔，你也想来蹭饭吗？我现在也在婶子家蹭饭呢，婶子家的饭可好吃了，比我娘做的都好吃呢。现在吃东家私塾里的饭都没胃口了，真难吃。云在私塾里呀，要好好吃饭，不能饿着肚子，不然以后啊会经常肚子疼的。必须要吃饭，否则婶子这里啊就不给你做了。婶子，我不想。婶子明天还做好吃的，你如果在私塾不好好吃饭的话。婶子，我吃。婶子，我吃还不行吗？别不让我来蹭饭了，求你了。这样才乖。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。那就这样决定了，相公，你以后就和李顶天一起照看绣坊小院吧。这样的话我还放心许多呢，里面只有女眷，万一有些情况的话我们都处理不了呢。小鱼妹子你放心，我看家护院绝对一流，我再给你弄上几个人，保证他一只蚊子也飞不进来。太好了，这半个月呢一共挣了3000两银子，这有大半呢是你拉的单子，我现在把利润分你2成。真的给我？给你就拿着，单子是你拉来的，再说我也不能让你白给我看家护院不是？小鱼妹子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说什么了，这是银子，白花花的600两银子呀！我平时花起钱来1000两都不带眨眼的，可现在心里怎么就那么难受？他无奈地和自家相公吕成行对视一眼，便安慰道：以前你花的呀是家里的钱，虽然不心疼吧，但是也没有任何的成就感。现在是你的劳动换来的，这代表着你可以自食其力了，就算脱离你的父母家庭，也能在世界上好好的活下去。恭喜你了，李顶天，你已经成功的证明了自己。对，我不是废物，我能挣钱，就算脱离那个家，也能养活自己。小嫂子，你小心点，这人怕是有什么毛病。清河妹子，你没听见呢？他那样子呀，一看就是个纨绔呢，靠家里养活的，现在能赚到钱了还不高兴呢？怎么感觉跟我家狗蛋似的？这孩子以前也是不知道家里苦，前些日子也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，和同窗一起出去捡东西买，挣了几文钱就回来跟我嚎啕大哭，就说我辛苦了，以后一定少花钱。哎，李顶天，你个大男人怎么哭成这样啊？没什么，今天吃的辣饭，刚才打嗝反上来辣到了。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嘛。对，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嘛。别客气，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可就生气了。小鱼妹子，我替咱们绣坊的未来想了想，双面绣坠子一个50两银子，就这么卖，绝对挣不了大钱。怎么说？你听我说，咱弄点大的，别总做些小物件。不瞒你说，我手里头啊还有纯王妃的一个披帛呢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样的，咱就做这样的。
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挣大钱，否则你一个一个的做，得做到猴年马月去。林小鱼叹了一口气，李顶天真当自己不想做大的呀，可是订单从哪里来呢？订单的事儿你不用着急，有我呢。李管家，那以后就拜托你了，能一下子弄到500个单子呢，再弄个大件又有何难的？行，等一会儿大家都吃完了，我跟他们商量商量，先签订一个3年契约。大家伙先别忙活了，都停一停，我有事要说。是这样的，过不了多久呢，我这个绣坊就要办起来了，需要的是长期工，想要长期干下去的，可以到我这来签订契约，最少3年。小嫂子，我们想签长期契约。好，还有没有人想签长期契约的？行，咱这呢只是底薪，如果效益好的话，钱还会多的。再者，多劳多得，我的意思都懂吧？小黎，把纸和笔拿过来。小鱼姐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林小鱼握着毛笔，在宣纸上龙飞凤舞了一阵之后，这契约便算是成了，签上自己的大名，剩下的空则是留给了签长期契约的绣娘。行，咱们契约也签了，我现在正式给你们介绍介绍我们绣坊的大管事李顶天。那个，我是你们的大管事李顶天，我嘴笨，也不会说什么话，大家吃好喝好，一起挣钱发大财啊，发家致富。小嫂子，我们绝对服从李管事的安排，咱们大家一起共同把绣坊发展起来，大家都能赚钱。李管家好。好，都好。走，兄弟，哥挣钱了，哥挣大钱了。你说你这一走多少年都没见过，好不容易见到你了，咱俩兄弟去青楼聚一聚，再点上几个美人作陪。美酒美人，红纱帐里好不快活。媳妇儿，谁打我？谁在打我？我不方便，你还不快把他拉进去，灌点喜酒汤啊！好。李小鱼气得在原地直跺脚。过了许久，吕成行才回来。安顿好了，灌了一大碗醒酒汤，睡了。吕兄，若今天我不在的话，你是不是就和李顶天一起喝花酒去了？非也，家有贤妻，岂能看得上庸脂俗粉？这话说的我倒爱听。来，笑一个，以后不准在别人面前这么笑了，记住没有？若是不呢？不我，那我就揍你。那娘子可要看好了。这几日虽然不见你说起谢府之事，但我知道你心里也是着急的。你这个人呢，去嘴葫芦似的，什么事都憋在心里，打你3棍子还不出一声呢。先别说话，我告诉你，你着急也没有用，不想把我们全家都搭上的话，就别轻举妄动。咱们在京城里要发展人脉关系，尤其是权贵子弟，这样便可在将来你的案子上能说话了。否则，以你我草民之躯，如何和官斗呢？难道你是有什么好办法，能够保我们一家老小的安全？凭你现在这草民的身份，不能就先憋着，容后再议。睡觉。明天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呢，自家相公只要别轻举妄动，林小鱼便可高枕无忧的去发展自己的人脉。你们先在这里做活，我给陈王妃送过去。小嫂子，团扇真的行吗？相信我，肯定行的。以后咱们生意啊还大着呢，不只是王爷，还有郡主、世子什么的，能买得起双面绣的都是权贵。你们还不做了？租了辆马车。小姐，您去陈王府做什么？赶你的车，管那么多做甚？客人到了。果然是权贵王爷住的府邸，那气派的规格比郡主府还要大气呢。2位大哥好，烦请通报王妃一声，就说批驳已经做好了，民妇拜见春王妃。起来吧，批驳做好了。回王妃的话，做好了。刘嬷嬷，打开。哇，妙啊，妙啊！是叫林小鱼？是，林小鱼正是民妇的名字。林小鱼，本宫十分满意你做的批驳，只不过这多出来的……回王妃的话，团扇是民妇自作主张，春日里王妃穿戴披帛，便可和这团扇相配，挡风或善良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有心了，来的也及时。这几日太后娘娘让本宫入宫赏樱，正好赶上时候。刘嬷嬷赏。林小鱼赶紧和刘嬷嬷去后面拿了赏钱，整整3000两银子。哎呀，
果然贵人一高兴，那花钱就如流水呀。反正人家有钱，皇亲国戚什么的，从来并不是缺钱的，随便从指尖露出一点来啊，就够草民们活上几10辈子了。民妇谢过王妃赏赐，王妃请容许民妇斗胆说一句，您府里如果需要屏风、画卷等一些大件的绣品，民妇也能做得来。不瞒王妃说，这团扇就是民妇绣坊里的绣娘做出来的。你倒是实诚，正好本宫这里需要一个屏风。林小月，你的店铺开在哪儿啊？到时候本宫若有需要的话，便让下人去订。惭愧，只是有了这么一个小院子，绣坊还没能开得起来。不过民妇正在筹备，相信不久之后便会开张的。到时王妃便可派下人来民妇这里定做绣品，大件小件均可的。如若做得好，以后本宫的绣品就由你的绣坊全包。以前本宫总听说民间高人辈出，没想到这就碰上了一个。林小月，本宫府里的绣娘竟也比不上你呢。谢王妃夸奖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来王府做绣娘，工钱不是问题。王妃非是民妇不愿呢，只是家中子女尚小，这一大家子人实在是不太方便。本宫也就是随便一说罢了。若是真把你关在纯王府里只做本宫的绣娘，这京城里的小姐们怕是要踏破本宫的门槛了。纯王妃也笑起来，一点也没有被拒绝之后的恼怒。咱们老百姓啊，今儿个真高兴，真高兴啊，真高兴啊！吕兄弟，等小玉妹子回来，咱们商量商量，开个大绣坊。我就说总这么小打小闹的，也挣不了几个钱，还费功夫，这就是小作坊。你当开个大绣坊不要钱的？就算现在钱够了，那也得合计合计，这房子往哪买，绣坊要怎么运营，近几年要怎么安排，这些近期的计划和长远的计划都要打算好，万事筹备了以后才能去买呢。否则你急急忙忙买了，又毫无章法的乱干一切，那又何必呢？刚才还兴致勃勃说的唾沫横飞的李顶天，瞬间像斗败了的公鸡。小玉妹子，我现在手里的钱也不多，只有你给的600两银子，再加上每个月100两月钱，也是杯水车薪呐。你小声点，相公，牛婆婆和秋秋在睡觉是不是？都睡了。那咱们慢慢说。我说李顶天，你一个月才100两银子呢，纨绔的名声是怎么传出来的？有哪个纨绔和你一样的月钱这么少啊？李顶天沉默了。咱们呢得慢慢赚钱，这计划好了以后再开个大绣坊，所有的事情啊都要从长计议，急不来的。两个人都被家里养成了纨绔。吕成行本是家中嫡子，现在被诬陷杀人，跑出来都7、8年了。不说当时为什么连家里人也不信他，父亲还忙着给吕成行定罪，母亲却打开了柴房的门，让吕成行跑了。看似是慈母心肠，但却不是一个明智的母亲所能做出来的决定。如果真有心，便会替儿子讨一个公道。案发现场在当时绝对是有线索可循的，如果好好查案，或许当时就能够洗刷清白。可是吕成行却逃了，只能算是畏罪潜逃，也不知道他父母是如何想的。李顶天的父母偏心，吕成行的父母是否也偏心呢？假设他的母亲和父亲是为了维护真正的杀人凶手，所以才拿吕成行定罪，那凶手莫不是他的弟弟？林小鱼有些头疼，到时候他这相公别成了妈宝男，等案子翻了，非要带着全家人孝顺老娘才是啊！娘，你总算回来了，你这几天老不在家，秋秋就见不到你。乖，娘最近忙绣坊的事情，都把咱们秋秋给忘了。今天娘啊做了一大桌子好菜，陪娘的秋秋好好吃一顿。我和娘一起做。娘是要做茄子和藕吗？我去给你洗干净。秋秋真懂事，藕孔里的泥水也要洗一洗的啊，不然吃的时候牙碜呢。母女两个一个做肉，一个洗菜，忙活得不亦乐乎。小玉妹子，我回来了，饭做好了没？哪里能有这么快的？李顶天，你赶紧找个东西啊，把这2样菜给放里面去，别让热气给跑了。还有小黎，拿出些馒头先蒸上。李顶天，你去烧火吧，一个个的都别想当水手掌柜呢。小玉姐，我马上去。转眼茄子也蒸熟了。相公，给我拿个碗。娘，我终于洗好了。这藕真难洗，里面好多泥土，我一点一点抠的。乖，这里太呛了，秋秋先出去，一会儿娘做好了啊。何云仔，你是闻着我家的味儿来的吧？
是呀，秋秋，我回家放下东西，隔着墙就闻到味儿了。我肚子里的虫子都钻出来了。虫子说饿了，我马上就来了。我先去看看小皮。我也去。云在是吧？给我一条，我也喂喂小皮。这鹦鹉长得真精神。李顶天一个大男人，半点不尴尬地向贺云在讨要虫子。贺云在眼一瞪，把布包护在自己的怀里。这是我和秋秋的，不给你，想要自己去抓。乖，哥哥给你好吃的。不要，再好吃能比得上我婶子做的饭菜好吃吗？李顶天无语，好吧，他输了。他得承认林小鱼的厨艺那是真的不错，京城里的翠云楼都比不上林小鱼。秋秋，我不给他，咱俩玩。给你。不给你，自己抓。这一声声怼得李顶天脸和大青虫一样的绿，讪讪地夸赞道：这鹦鹉真灵性。来，多喝啊，别把自己当客人。吕兄弟啊，你和我谢兄弟长得可真像，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你说说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两个人长得如此之像？我李顶天还是头一回见。这说明你见的还少呢，多出去走走，长长见识。林小鱼拿出一个小碟儿，把吴大的孜然倒出来一点，温声说：想吃孜然的，自己拿着小勺子往里面倒点啊。这是孜然，我也来点儿，这东西可不好弄。不错。对了，咱继续说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吕成行提醒道：我像你兄弟。李顶天一拍大腿：对，可不是嘛，你像我兄弟。不过你的脾性和我谢兄弟可真不一样。我谢兄弟人潇洒风流，那家伙天天和我去青楼逛花酒。不过要说起这个，我还挺委屈的。说。林三强也来了兴致，又给李顶天倒了一点酒。怎么了？委屈着了？林小鱼似笑非笑的给了吕成行一个白眼儿，弄得吕成行都不知所措起来。要说我这谢兄弟长什么样，你们看我吕兄弟就是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要模样有模样。去了青楼，我就是个陪衬的。无论是青楼里的妓子，还是南风馆里的小官，那都对我谢兄弟是情有独钟。李顶天喝得醉醺醺的，打了一个长长的酒嗝，浓重的酒气喷洒出来。秋秋皱了皱小鼻子：还有呢？喝酒啊！你兄弟别光说话，来，快吃菜啊！我小妹这手艺啊，可一绝呢。李顶天又给自己咕咚咕咚的灌了好几碗酒，连声大呼：林兄弟，你这酒是真烈呀，比我爹珍藏了10几年的老酒味道都好。好喝就行啊！等走的时候啊，我给你烧上几坛子。不过呀，我的谢兄弟是个不通风月的。当年我带他第一次去青楼，那花魁连银子都不要，直接让我谢兄弟做入幕之宾。我合计着，有这么个好事儿，干嘛不干？就让我谢兄弟进去了。结果你们猜怎么着？左右也吃得差不多了，接下来的话有一些少儿不宜。林小鱼给自家三哥一个安心的眼色，这点小风小浪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谢兄弟和人家花魁划酒猜拳，也不知道喝了多少酒，最后把人家花魁给喝醉了，什么也没干成。你们说好笑不好笑？确实挺好笑的。相公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林小鱼桌下的脚狠狠踩了吕成行一下，顺便还用力的捻了捻。满意的看到吕成行喉结的滚动，心里可别提有多畅快了。吕兄弟，你除了长得和我谢兄弟一模一样外，这气质作风啊是半点不像。要我说，那天就该拉你去青楼转转，开开眼。喝多了你，李顶天，快把你家少爷给扶回家去。饭局散了，直到晚上的时候，林小鱼便搬来了自家三哥的一大坛子酒。夫妇俩坐在床沿上，喝。我看你酒量啊，是不是真有这么好呢？吕成行偏头不喝，快喝快喝！别闹了，喝吧，没
没想到相公你还去过南风馆呢，和我说说那里面的人，是不是都个顶个的漂亮俊秀啊？当时不懂事儿，好奇。娘子，那些都过去了，为父以后绝对不会。没说话，没说话，喝酒。灌了吕成行几杯之后，吕成行的声音直接软了8度。不行了，不喝了，喝不下了。哼，难道相公，你就是传说中的一杯倒吗？吕成行耍赖的躺在床上，身体不住的翻滚，嗓子难受，浑身都难受，头好热啊！不会吧，不会吧，这有那么严重啊？没事吧你？林小鱼看着吕成行脸颊发红，脑门发红，整个人的脑袋都发红，心里也急。小嫂子，我们都在外面等着你呢，有一会儿了。谁把这门锁上的？厉顶天这家伙！哎，这俩人呐，真的是一个赛一个的懒。哎，小嫂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家少爷昨天喝多了，今天让我来看门，我这还起了个大早，没想到你们都在这儿等着了。没事儿，先开门吧。今天这事儿呢，是我想岔了。咱们签订长期契约的人呢，有谁每天来的最早？小嫂子，我家隔着这里最近了，我来的最早。对，每次我看都是若娘头一个在里头等着。阿福，你带上这把钥匙去市面上配个5、6把吧，要不然的话，钥匙丢了，门都开不了呢。你们来这儿呢，都有些时候了，都觉得怎么样了？小嫂子，我觉得自己基本上能不出错了，但要说能绣得好的话，还差得远呢。若娘，我看你就很好。你看我昨日绣的那面双面绣坠子，我都怕小嫂子说我是浪费针线和面料。小嫂子，你人心地是真的好。小嫂子心地好，是我们大家都有目共睹的。小嫂子，这些天我看若娘绣，再加上您教的，也觉得差不多了。行，你们的情况呢，我也大致了解了。今天呢，就是让你们独立绣出双面绣的团扇。小鱼姐，你看我们2个绣的团扇行吗？针脚2面纹路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却毫无灵气，蝴蝶没有灵魂，你们自己拿远了看看。小鱼姐，我给咱们拖后腿了。没事儿，这些呀也能卖得出去的。以后多动脑子，多问问若娘和清河，总会好的。小鱼妹子，我能学吗？这团扇绣得真好看，之前家里只是买，没觉得有什么稀奇的。现在看你们一针一线的绣出来，还真有点意思。众人哈哈大笑。你个大男人绣什么花啊？哎呀，你们想想晚上灯点着，李公子拿着一方团扇在那里穿针引线，这场景，若是李公子真想学，我们若娘也可以教你啊。你们别乱说了，李公子是我们的大管事呢，这是说是好玩罢了，咱们能卖得出货去啊，还得靠李公子出去张罗呢。若娘笑得温柔贤惠，一点也没有调侃的意思。少爷，外面有个女人说自己是玲珑绣坊的裴姑姑，后面还跟着几个5大3粗的男人，面相凶恶，看着吓人的很呐。小鱼姐，咱们上次和玲珑绣坊的裴姑姑闹得不愉快，她怎么会来咱们这儿啊？小嫂子，她来咱们这里肯定没安好心，你要小心啊。都别怕啊！什么狗屁裴姑姑，本管事就会她。一起去，大家先在这里别出去，我和李管事看看。妹子，我是打听了好几个地方才找到你的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林小鱼心中憋着气，但还是客气道：裴姑姑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有，好事儿喜事儿啊。妹子，你是不是上次的事儿还记恨着姑姑？上次是姑姑的错，但你做的也不厚道。你去问问，哪有人在人家绣坊里抢生意的事儿？林小鱼也懒得磨叽，大好的时间干点什么不好呀？非得和他在这里客套，直截了当。裴姑姑，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，咱们好像也不熟。行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我看你这里也不大，这样吧，我愿意花2000两收购你这个小院，包括你现在所有的绣娘。林小鱼还没反应呢，李顶天马上就炸了。我说你这个老女人心里没点数吗？别说2000两银子，你给1万两也买不起我小鱼妹子这里的1寸土。哟，这不是李家那个纨绔子吗？怎么不去青楼喝花酒，上这儿来掺和事儿？妹子，不是我说你，咱们女人就要守妇道，怎么不见你相公为你出头，偏偏是这个纨绔子在这里帮腔做事？难道你们有一腿？又或者你相公根本就是个窝囊废，整天还要靠着你养，让别人替自己娘子出头，那真让人笑掉大牙了。我相公的事情你管不着，那我倒想问问裴姑姑了，
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用2000两银子就包圆我的秀芳和秀娘呢？你的相公让你出来抛头露面，在别人的地盘上犬吠，怕是早就被你这个母老虎吓跑了吧？林小鱼毫不客气的反唇相讥，怼得裴姑姑火冒三丈，身后的几个大汉蠢蠢欲动。嫌钱少，那我再加点，4000两怎么样？滚！裴姑姑已经笑不出来了，面色铁青。6000两。李顶天，让家丁们守住这里，咱们回去。大好的时光，不能浪费在这种渣子身上呢。1万两，1万两总行了吧？都到1万两了，他就不信这泥腿子还不撒手。1万两银子你拿着回乡下，能买不少地了。别太贪心，见好就收。我说姑姑，你脑子要有病的话，就去找个郎中看看。说了不卖不卖，听不懂人话是怎么着啊？我们最近双面绣卖得好，赚的钱也多。要不，我让人替裴姑姑您请个郎中来看看。有病可不能等啊！林小鱼，你以为你能开得下去吗？在京城地界可容不下你们这些泥腿子来撒野。没记错的话，这院子是朱婆婆租给你的吧？有话不妨说出来。按照这种套路，接下来裴姑姑就该用朱婆婆一家人的安危来向自己施压。我有的是办法，让你这小院保不住。有本事放马过来！婶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让我好找呢。剑拔弩张的气氛下，一道清脆的童声骤然响起。婶子，我娘让人弄了海鱼，新鲜的海鱼又大又肥的，还活蹦乱跳呢。走走走，咱们回去。刚才上来的气，在小孩天真无邪的笑容中彻底消散了。贺云在后面还跟着气喘吁吁的桂嬷嬷和一众小厮丫鬟。乖，先等一下，婶子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了，咱们就回去。小少爷，先跟嬷嬷走，咱们先去马车里面等一会儿。我不走，我不走。啊，小嫂子，您看着。云在，乖乖的，先和桂嬷嬷去马车里。婶子这里呢，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婶子和你保证马上就过去，中午就给你做海鲜大餐吃，绝对不骗你。那婶子，咱们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，谁骗谁是小狗。好好好，婶子要是骗人呐，就是小狗。我等你，婶子。说好了，谁不去谁是小狗呢？在桂嬷嬷走了之后，林小玉还没放话呢，大气儿都不敢出的裴姑姑和其他几个壮汉连忙撒丫子跑了。走吧，回家做饭去。小玉妹子，这桂嬷嬷和贺云在是什么背景啊？怎么让裴姑姑那么怕他们？玲珑绣坊背后靠的大树也挺高的，哎，怎么就像狗一样溜了？郡主，贺云在他娘啊是郡主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哎，我说呢，幸亏那天我没和贺云在抢大青虫，否则他回家告状，郡主找到我爹，我又得吃一顿竹笋炒肉。你都这么大了，还被你爹打呀？可不是嘛，我爹边打我还教训我，李文如那个狗东西还在旁边看笑话。林小鱼为李顶天默默地捏了一把辛酸泪，长这么大了还被老爹打，还有弟弟看热闹，爹不疼娘不爱，哎，真是可怜劲儿的呀。小嫂子，我家小少爷就先放在您家，他想吃什么您尽着满足就可，不会让您吃亏。一定一定，今天啊幸亏小少爷了，不然这事还没完呢。小嫂子心里有数就行。我家小少爷也是和您家有缘，天天下了学就闹着往您家跑，以后您家的事儿，我们夫人都会帮衬着点儿，这点请您放心。再三谢过桂嬷嬷之后，林小鱼便想着今天这顿饭一定要用10分的心做，犒劳小功臣贺云在。婶子，你果然没有骗我呢。时间不早了，那些大鱼林小鱼早就看过了，这不正是自己腌制的泥螺吗？云在，这东西是哪里买的？卖东西的人呢？还在不在？林小鱼激动地问道。这泥螺是他做的，他还不知道吗？难道是家里来人了？娘，是不是舅舅们来了？婶子，你认识卖泥螺的人吗？我们刚买的，我带你去。婶子，你看就那里，吆喝的那个就是了。临海的大泥螺了。刘三，我就猜是你，你这生意做的可真好呢，都到京城来了。哎呀，今儿可真是巧了呀！小鱼妹子，你们家也在京城啊？走走走，我家呀就离这不远呢。这不，带着2个孩子出来看看。
哎，我还没卖呢，怎么就不卖了？不卖了，不卖了。这还看不懂？遇到熟人了。哎，我说大哥啊，明天我们还来买，你还在这个地方吗？行，先不卖了啊。今天对不住大家了，明天我还在这个地方出摊，给大家便宜点。这不是都碰到熟人了吗？正好也去叙叙旧。行，那大哥，我们这些人明天在这里等你啊。我这里有些蛏子和海胆，小鱼妹子，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拿去吧啊！不能收，不能收。你一个人来京城卖货已经不容易了，我怎么还能收你东西呢？哎呀，说送了就是送了，别跟我见外嘛。如此盛情之下，林小鱼只能收下了。有的时候过度推辞也会伤人心，到时候再在别的地方还他就是了。小鱼妹子，你们一家人搬走之后，我们都是猝不及防啊，都猜你们到底去了哪儿。问大炮嫂子，她也说不知道。林小鱼歉意道：“当时是有点事情，所以走得急了。刘三哥，我家里爹娘和哥哥嫂子们还好吧？”还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不过我有阵子没回去了，这段时间呢，也是在京城里跑生意，不好做呀。这住在客栈里，钱多还贵，这到哪儿啊，这个心也落不下，就像停在空中似的。小鱼妹子，到你家来，我这颗心这才算是落了地，生了根儿啊。那就多住几天歇歇脚，不急。就是啊，咱们也不是外人，都是一个地方来的，在外边哪能不帮衬着点啊？哎，这哪成啊？林小鱼知道柳三好面子，绝对不会住下。对了，刘三哥，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也就在这几天了，生意不好做，我打算还是回溧阳县那边去做，再在附近几个县转一转，能赚不少钱呢。啊，对了，小鱼妹子，有没有什么要带给家里的？你给我就成，我给你带回去啊。那我也就不跟你客气了。林小鱼饭也不吃了，径直回去拿出纸笔写了一封家信。瞥见一旁的双面绣，林小鱼算了算自己家里的人数，毫不吝啬地拿了5个好看的双面绣坠子。这东西真是稀奇啊，是双面绣吧？怕不是可贵了吧？小鱼妹子，你信我的话啊，就拿一些给我。我从京城离开，肯定会经过一些富饶的地方，这东西好卖。这是给柳絮的。哎，不行，这东西可贵着呢，我怎么能收下呢？刚才我还想着买一个给我的闺女呢，柳絮这个闺女也跟个男孩子似的，我这个当爹的呀，得给她买点女孩子用的东西，也好让她收收心呢。哎，小鱼妹子，你说啊，她也差几年就到年龄了，女工不会，做饭也难吃，性子又这么野，你说哪家敢要她呀？林小鱼心道，哪有自家亲爹这么损闺女的？不过柳絮这妮子呀，柳絮这小妮子瞒得还挺严。原来柳三还不知道他喜欢自家四哥，也不知道这2个人发展的怎么样了。自家四哥是一心搞事业不成亲呢，不知道柳絮能不能把他成功拿下呢？刘三哥，现在着急什么呀？等过2年柳絮长开了，到时候上门提亲的呀，怕是要他破门槛了，到时候怕你舍不得呢。但愿如此吧。要是真嫁不出去，这闺女啊，我养她一辈子。这话又说回来啊，这双面绣我是真不能白要你的。柳絮哥，你要实在不愿意白要的话，这双面绣坠子你先拿着，回到溧阳县的时候，把20两银子给我爹娘就行。林小鱼给减了1半还多的银子，好歹让柳三能过得去。就这还是骗了柳三说双面绣坠子有瑕疵，所以才卖得这么便宜，好说歹说的让他收下了。柳絮哥，我们一家人在京城的消息你别告诉其他人。其实当初走那么急，就是因为周氏的算计，其中缘由不便和你明说。他要是知道我们一家人来京城的话，万一来寻我们，又是一桩麻烦事儿呢。小鱼妹子，你放心，我柳三绝对不是那种长舌之人。吃完饭，柳三便告辞走了。这几天忙，大家坚持着点。咱们的绣坊订单多，你们的工钱呢，只能多不能少。咱们签了长期契约的，就是想在我绣坊厂干的。我希望大家能共同维护绣坊的利益。若有3心2意不想做的，尽早说，咱们也好聚好散，别糊涂了脑子，到时候大家都难看呢。小嫂子您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做出那种吃里扒外的事的。小鱼姐，我们几个人相互监督，是您给了我们养家糊口的机会呢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们这些人多半也是坐吃山空呢。小嫂子，我是绝对不会背叛您的。
也不会透露出半点双明秀的秀法。我家和清河一样几个孩子，吃都吃不饱饭，感谢您还来不及呢。经过这么多日子的相处，林小玉已经了解了这几人的脾性，绝对不会做出背叛绣坊的事儿。小玉姐，你有话说明白，我们这些人都是做活下苦力的，没有什么其他花花心思。你这样弄得大家心里慌慌的，前几天还和我们情同姐妹说是一家人，现在就变卦了。剩下的几个绣娘有些不满，话里话外都是含着指责林小玉的意思。行了，大家都忙吧，只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就好了。林小玉理都没理那些冷嘲热讽的绣娘，左右这些人也是留不住的，早点走了也好，省得再添麻烦。小玉姐，这剩下的我在这里看着，我来收尾。这些日子你天不亮就要来，每一次都等很晚了才回去，再这样下去的话，身体都要累垮了。大家都在这儿呢，我怎么能……说话戛然而止，林小玉用手捂着自己的额头，心脏一阵猛烈的跳动。小玉姐，先让姐夫送你回家，再这样熬下去，我怕你真的熬不住。姐夫，小玉姐要晕倒了，你赶紧先和她找大夫去。小玉姐，我们这些日子虽然是起早贪黑的，但都是有休息的时间，您这也太拼了。小丽，看好咱们绣坊。林小玉被吕成行抱在怀里，两人上了马车，吕成行赶着马车就往最近的医馆冲了过去。捋着山羊胡的老大夫看过之后，摇头晃脑的开了几副药。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虚呢？先吃上这几副药将养着，以后啊，万不可过度劳累，否则老了要留病根的。付钱抓药，回家的时候，林小玉已经休养过来了，只是脸色还有一些发白，头上不住的冒冷汗。不必自己走，我抱你。你告诉我，你想让谁担心啊？牛婆婆，2个孩子，还是我家3哥呢？林小玉狠狠拍了吕成行的肩膀一下。做事情考虑清楚，我虽然累，但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呢。扶我下来。如果脸色苍白的被吕成行抱下车，怕是会吓坏2个孩子，也会惹牛婆婆和自家3哥担心。又没有什么大事儿，何必呢？两人进了屋，所幸没有见到其他人，林小玉便回到自己和吕成行的屋里面歇息了。躺在细软的棉花被子上，人就格外的犯困，迷迷糊糊间就睡着了。我睡了多长时间啊？3个时辰。不行，我得去绣坊看看，这几天收尾呢，必须得有始有终的，我得去。不许去。我得去。你就是个闲不下来的性子，到哪儿都想赚钱，歇一歇不好吗？这男人，哼，何不食肉糜？等过几天我去找个活做，总不能日日给你拖后腿吧？前几日你去做什么了？这京城已经不是7、8年前你认识的京城了，你认为找活计那么容易呢？总得试试，让你整日操劳，我算什么男人呢？你愿意去就去吧，别暴露了就行，注意安全。睡了一大觉，又休息了2天。小玉姐，婚已经全部都收尾了，你休息的怎么样了？要不要去看一看呢？我让绣娘们在绣坊小院里面等着，要不先让他们回去？没事儿，前几天呀就是太累了，大夫开过药，睡了几天，我现在呀又复活了。哎，来了，小玉姐来了。难为你们还在这等我呢，怎么不进去？今天太阳多毒啊。小玉姐，我们在里面坐不住，就想着在这里等您来呢。小玉姐，身体怎么样了？前几天你那个样子，可真的是把我们大家吓坏了。咱们别在这站着，小玉姐身体刚好，被3人太阳给晒着了，还真会曲意逢迎，巴结讨好，老早就在外面等着，真的是什么事都让你们几个做了，倒显得我们这些人不懂事、不体贴，不记得恩德了。林小玉冷冷地瞥了那人一眼，这绣娘叫孙翠翠，自己和她不熟，懒得理会这种人。林小玉先是笑了笑，这些日子大家辛苦了，前几日是我的身体原因，不过在我的缺席这2天里，大家也都能齐心协力的把这个尾巴收好，这说明你们已经具备了独立能力了。说实话，小玉姐，开始有你在我不紧张，最后这几天那么一点活就紧张的不行呢，你们得适应的。以后咱们绣坊的规模起来了，肯定有我不在的时候，难道还要把我叫回来看着你们呢？我可不当这个管家婆呢。对，以后啊，我们得自己点起来，不让小玉姐失望呢。对了，我已经让人在翠香楼啊订了一桌席了，咱们大家吃顿好的，犒劳武藏庙呢。我们这几天可都提着心，您不在，我怕哪里做错了，回来还要改，这一改不就麻烦了，还浪费。
你若不想去的话，可以不去的，马车在外面等着。不想去的话，可以回家，不勉强。去，干了这么多活，咋还不让人吃一口啊？哼，小鱼姐，我看着孙翠翠的心啊，就不在咱们这儿。连我都看出来了。要我说，小嫂子你就是对孙翠翠太客气了，包吃包住，工资日结，她还想要什么？行了，大家伙快走吧，去搓一顿，别为这种人生气。等到第3天上工的时候，林小鱼起了个大早。孙翠翠一直来这么晚吗？小鱼姐，没错，这个孙翠翠从刚开始早来了3天之后，以后天天太阳毒了才来。您这会儿可得说说她啊，凭什么她每天来的最晚，还能和大家拿一样的工钱？这事我知道了。按天计算，来得晚也是1天，来得早也是1天。如此这样下去，那其他人难免会心生不满。小鱼姐，闲话别说了。过了有一会儿，孙翠翠才姗姗来迟，脚步还不慌不忙的，不像是来上工，倒像是个散步游玩的娇小姐。哟，孙家小姐出门了，怎么没带个丫鬟过来啊？苏青花，我可没惹你，别给老娘找事儿啊！再说，老娘也没来晚，老娘爱啥时候来啥时候来，你管不着。孙翠翠，你觉得自己很有理吗？小嫂子，这不怪我，我家离得远，又有孩子要照顾，一个孩子还在吃奶，一个孩子上学，我得先把他俩照顾好，送完上学再喂完奶之后才能来。再说你也没说什么时候来啊。你不能这么对小鱼姐说话的，孙翠翠。若娘出言反驳，如果没有小鱼姐的话，你现在就不是回家照看孩子喂奶了，家里的生意都没有，怎么活得下去啊？哼，我是看懂了，你们这些人合起伙来挤兑我是不是？针线浪费，面料抽坏，照价赔偿。正好今天咱们就事论事，以后每天辰时之前，所有人必须到，超过辰时未来或者不通知我人就消失的，都算迟到早退，扣钱。林小鱼冷冷地瞪了孙翠翠一眼，这种人给脸不要，现在才来，能做多少工啊？自己这又不是清水衙门，哪来这么多时间让孙翠翠在这里面养老？我同意小姨姐的做法，不然也没有规定个时间，咱们想来就来，不想早来就晚来，都是按天算工钱的，不多不少，大家都一样，凭什么晚来的可以少干啊？我不同意，苏青花，你明里暗里就是针对我呗，指名道姓就好了，干嘛还要遮遮掩掩？我说小嫂子，辰时也太早了点，谁能起得来？再说你迟到早退要罚钱，这罚出来的钱怕不是要自己留着吧？想少发工钱就直说。切，你自己要对号入座，那怪得了谁啊？再说了，小鱼姐既然能开得起绣坊，哪里会贪你那点破工资啊？孙翠翠，就从今天开始，你迟到了，作为点心表率扣你钱，剩下的钱呢，就给别的绣娘买一些米面，或者家里有孩子的补贴孩子的用品，咱们月底分。只见她的脸都气红了，面容扭曲狰狞。明明是今天才定的，为什么要扣我的钱？小嫂子，你就是看我不顺眼。你的绣坊刚开起来，找不到绣娘，那个时候怎么不说扣工钱？这是利用完我们了，就准备陷我杀驴。哼，得，还蹬鼻子上脸了。不愿意你可以不做，离开绣坊。我说过很多次的，不勉强。反正我这里的人再进不在多的。孙翠翠像被人扼住了脖子的大白鹅，声音戛然而止。我干！小嫂子这是说的哪里话？我也是替大家问，今天是我来晚了，我认罚还不行吗？当然，正常的请假我是准的，只要能1个月不迟到不早退，月底再给你们多加60文。咱们以后呢也会计件，做得又快又好，月底也会有奖励。建立赏罚分明的制度，也是为了促进绣坊的发展。所有绣娘都没有任何异议，便通过了这个规定。然而第2天却少了一个绣娘。那个小鱼妹子，我和你说个事儿，你别生气啊。今天有个绣娘没来上工，我估摸着又是偷了你的诗去自己单干了。原来是这事儿，人各有志嘛。如果为了这件事情我就生气的话，怕不是早就气死了。林小鱼不以为意，但是心里却有计较，是不是他昨天的规定太严苛了呢？小鱼妹子，不行，以后你教他们的时候留一手，不然以后这些绣娘学会了都出去单干，咱们绣坊可怎么办呢？小鱼姐，咱们怎么总是碰到这些恶心的人呀？前段时间那个麻子脸和那个谁的事刚完，这就又有了。哼，可真是不要脸。咱进屋问问。小鱼姐，我刚才听到院子里的话了，那个走了的绣娘叫张文文，我和她不熟。张文文我倒是了解一点，我隔壁村子的。
但他昨天也没和我说要走啊。不管他，咱们做咱们的。又是一天忙碌过去了。隔天上工的时候，李顶天比昨天更加气愤。小鱼妹子，你这些绣娘，我看要不全换了得了。如果实在找不到人，我从府里给你几个绣娘先用着。又走一个？可不止。今天我看大门，他们进来的时候我都看见了，比昨天少了2个。这昨天走1个，今天又走2个，明天再走3个。出去上别的绣坊，把你交给他们的东西都卖了，咱们这绣坊怎么干呢？好像叫什么赵文秀，还有一个叫孙翠翠。哎，你管他们叫什么呢？这些人狼心狗肺的很。林小鱼蹙了蹙眉，确定是赵文秀吗？确定。这个赵文秀我最熟了，今天大早上就没见到赵文秀和孙翠翠，我看呐，8成是又跑了。小林，你先看着，我回家一趟。林小鱼急匆匆地坐上了马车，返回家中。林三强正巧在家中练太极拳，瞧见林小鱼急匆匆地跑了回来，便道：“小妹，什么事那么着急啊？”三哥，我相公呢？找妹夫呀。刚才我还看见他，现在应该出去找活了吧？刚走不远。小妹，出什么事了？是不是妹夫暴露了？三哥，你先别问了，先和我去找吕成行。三哥，绣坊昨天走了个绣娘，我本来没放在心上的，但今天走的绣娘，其中有一个确实和我相熟，绝对是个老实憨厚的人，不可能背信弃义的。所以我想让你和相公今天跟我一起送他们回家去，看看能有什么线索可循。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小妹，就这事儿啊？这事儿你三哥一个人就能办了？哎呀，我还以为妹夫让人给认出来了呢。还没有。哎，那小妹啊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帮妹夫翻案呢？咱们来京城都那么些时日了，三哥看着你这是一点都不着急啊。三哥，这事儿是急不来的。再说7、8年前，吕成行不过是个纨绔，现在我们全家都是草民呢，能全部翻案固然是好，但暴露之后翻不了案，不仅吕成行要被关入大牢，我们一家人也是要被治个窝藏之罪的。哎，是三哥太心急了，我也是看着小妹太辛苦了，整日的操劳忙碌，妹夫一个大男人，只能藏头畏尾的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。相公，今天别做活了，我找你有事呢。小鱼妹子，我现在看里面那些绣娘，好像看敌人，这做的不是断人财路吗？晚上的时候，我们4个人送他们回家。什么？怎么不怪他们，反而要送他们回家？孙翠翠不说，赵文秀的性子我了解，她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。我懂了，你怀疑有人威胁了他们，偷着挖我们墙角？没错。要是真有这事儿，我饶不了他们。忙碌了一天，终于熬到晚上。小鱼姐，你和姐夫回去吧，我们这都快到家了。如果有人跟踪我们，那我就把他打得头破血流。妹妹，女儿家不要那么粗鲁，应该不会有人。小玉姐，你看后头。若娘瑟瑟发抖。后面那2个人手里拿着的是刀吗？是菜刀，在这等着我。小玉姐，要不要报官啊？姐夫打得过他们吗？还真有人跟踪我们。我就知道文秀不是那种人，果然是受了威胁。前方吕成行已经和那2个人碰上了，黑暗中模模糊糊的看不清，3道黑影扭曲成虚晃的影子，喊叫声和拳拳到肉的声音传了过来。吕成行一手一个拽着2个男人，把他们像拖死狗一样的拖了过来。就是他们。说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是裴姑姑，是玲珑绣坊的裴姑姑，让我们在路上堵着这些绣娘，威胁让他们去玲珑绣坊干活。真的不关我们事儿啊，是裴姑姑让我们干的。相公，你把他们2个人送到李顶天那里吧，怎么处理李顶天知道的。好，我去送你回家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林小鱼翻来覆去的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一则是他明天要去拜访2个绣娘的家，前路未知。相公，往后的日子你怎么打算的？我在朋友那里还有3万两，等明后天去取出来。取出来，然后呢？听起来是挺多的，但是京城你也知道，这点钱根本就不够用的。小李和秋秋私塾没有上，咱们一大家子还有吃喝呢，这还不算上其他的应急。吕成行沉默了，林小鱼也不忍心苛责逼迫他，淡淡的说：左右你出去呢也赚不了几个钱，不如便在家里想想我们一家人往后怎么过。
7、8年前的吕成行不过是一个纨绔，现在让他去找一个正经的活干，确实是太难了。小崽子还不快去干活！你娘给老子拿不回几个钱，老子就揍死你们娘俩！林小鱼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敲了门。你他妈谁呀？你们找谁啊？小姑娘，你娘呢？告诉婶子，你娘去哪儿了？他根本就没有打算进去。刚才那男人的声音听着就像是家暴男，跟这种人是说不清楚道理的。我娘去上工了。破烂货，跟你娘一样的破烂货，赚钱赚不来几个钱，还不快去给老子打酒！爹，家里没钱，打不起酒了。林小鱼猝不及防之下，男人便组起粗壮的手臂，狠狠甩了小姑娘一巴掌。不是让你娘去玲珑绣坊干活了？钱呢？钱怎么没拿回来？是不是你藏起来了？小姑娘眼眸含着泪，表情却异常麻木。你是这姑娘的亲爹吗？打得那么用力呢？早上起来那么冷，还让她穿这么单薄的褂子，简直不是人！滚你妈的！哪儿来的小婊子？老子打自己亲闺女，天王老子来了也管不着。娘的闺女啊，你还是他亲爹吗？把闺女打成这样！滚你妈的！大早晨起来就给老子嚎丧，赶紧去给老子买酒，不然老子打死你们两个小婊子！男人不解恨，拿起大扫帚朝着女人的背部狠狠地捶了一下，二话没说就回了屋。现在别回去了，等会再回去吧，否则呀，这挨打的呢。谢谢你，小嫂子，我知道你来是为了什么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的错，可是我没有办法。玲珑绣坊的裴姑姑用我的女儿威胁我，男人又打我和我女儿，我去没命了。或者你可以回来继续在我这上工，可以先住在绣坊，吃我也可以包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怎么能行呢？女人未出阁前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三从四德，我怎么能离开相公呢？可你看你的女儿都被打成什么样子了，男人本该顶天立地，保护妻儿不受欺辱的，可是……小嫂子您别说了，我知道您是为了我好，可我不能离开我相公。张文文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。我女儿是被打，可这也是因为我的缘故，没能给我相公家里生个带把的传宗接代，这都是我们娘俩该得的。再说，只要我能把钱拿回来了，相公对我还是挺好的。说着，他竟然羞涩地笑了起来。林小鱼无语凝噎。臭婊子，老子饿了，还不快进来给老子做饭！好好，相公，这就来。哼，这种人没救了。不愿意在这里多费口舌，林小鱼立刻便去了赵文秀家。敲门声持续了好几声才开。你找谁呀？你好，老人家，我找赵文秀。她是我儿媳妇儿，已经上工去了，还没回来。那老人家，我能在这里等会儿吗？哦，不嫌弃的话，进来吧。这是我的小孙女儿，病了好几天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。就喝这粥啊？文秀几天没拿回钱来，就只能喝这个粥了，加点野菜还能喝。婆婆，你先等等我。婆婆，这些包子和粥，你和两个孩子先吃着吧。婆婆，我是赵文秀的东家，不算别人。昨天文秀没有来上工，我有些担心，便来看看了。您不是玲珑绣坊的吧？不是。是我们文秀对不起你，但是也没办法。昨天文秀要出去上工，就被几个大男人堵了回来，个个手里都拿着棍棒，说是他要是再去你这儿上工，就把我们全家人都给打死。我儿子死得早，一家子老的老，小的小。文秀虽然年轻，可到底是个女人，怎么打得过他们呢？两个孩子吓得哇哇哭，没办法，只好去了玲珑绣坊上工。他们打娘，还打妹妹和婆婆，我咬他们，他们就踹我打我，娘护着我，还被打了好几棍子呢。床上的小女孩昏迷着，老婆婆和小男孩抹着泪。林小鱼心中也不落忍，这玲珑绣坊都干了些什么混账事啊？欺负老人小孩他们也能做得出来。小庄别哭了，等你长大以后，护着婆婆和娘，再也不让别人欺负咱们啊。
婆婆，我要快点长大，以后坏人就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。姑娘啊，您是个好人，可是我们一家人惹不起他们。我老婆子在这里跟您道歉。我知道你家的情况了，没关系，这是无奈之举。哎，文秀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呀？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大恩人，人家亲自来找你了，是咱们对不起人家呀。婆婆抹着眼泪，你快给人家说说。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扑通一声跪了下来，哽咽着道：小嫂子，对不起，我也是没有办法。你婆婆都告诉我了，没事儿，在家人的安全面前，是个人都会这么选的。如果我说我能保得住你们全家人，你愿意再回去上宫吗？什么？小嫂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不信的话就跟我走，左右你现在呢也不回玲珑绣坊了，咱们去绣坊，让李顶天亲自跟你说。京城那么大呢，玲珑绣坊想要继续开下去，不敢得罪权贵的。安顿好了婆婆和自家的小儿子，赵文秀便跟着林小鱼去了绣坊。小鱼妹子，昨天那2个人我已经送到官府了，这次够玲珑绣坊吃一壶的，敢动我李顶天罩着的地方，活得不耐烦了。知道你最厉害，来，给咱们文秀点勇气。前天玲珑绣坊的打手啊，去欺负文秀呢，家里老婆婆和2个孩子怎么打得过呀？林小鱼故意把音调提高，好让屋子里面的绣娘都听到。怕个球啊！我爹是当朝理事郎，辅佐谢尚书，官职大得很，谁见了我都得趴着走，还能护不住你一个小小的绣娘？就是这个范儿。林小鱼都忍不住替李顶天的纨绔霸道劲鼓掌，这架势真是活脱脱一个不学无术的官家公子啊！果然，赵文秀刚才还紧张的面色瞬间就缓和了下来。放心，我林小鱼啊，也不是吃干饭的。你们在我这干活就是我的人，护不住我自己的人，我还算什么东家呀？谢谢你，小嫂子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嫂子。你放心，我没把你教我的东西给他们说。这几天我在玲珑绣坊做的都是粗活，他们变了法子的逼我就范，我就不干。今天叫你来呢，就是给你吃个定心丸，回去好好睡一觉，眼眶都熬黑了呢，不保重身体，怎么照顾婆婆和一双儿女啊？明天来上工吧。李顶天，交给你了。林小鱼朝着李顶天眨了眨眼，李顶天便把胸脯拍得震天响。有我李顶天在，管他什么玲珑绣坊、灵牛绣坊，保证让他站着来趴着走。在场的所有绣娘扑哧一声都笑了出来。小嫂子，您的恩情我记在心里，从今以后我赵文秀绝对不会背叛小嫂子，否则就让我天打雷劈，投入畜生道，绝不食言。小鱼妹子，你不请我，我也是要去的。吃了你家的饭以后，家里的厨娘做饭都不香了。你和贺云在一模一样，他也是下了学就往我家跑，一顿饭都不带落的，所以叫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你这可真别在我这吃坏了呀。哎呦，吃坏了也值。小鱼妹子，我能不能在你家住下来呀？和你做的饭一比，我家的饭简直就是给猪吃的。不用给我腾地方，我和小皮在一起就行。家里住不下。神出鬼没的吕成行突然出现，拎起李顶天的脖领子，就把人给扔出了门外。哼，我明天再来。喂，我刚吃饱呢，别晃悠啊！哎呀，再晃悠的话都吐了。林小鱼感觉自己的腰被一股大力制住，都动弹挣扎不得。这男人又怎么了？一阵天旋地转传来，已经被吕成行压在了身下。怎么办呢？我吃醋了。白日宣淫，实乃君子所为。为夫不是君子，是男人。还在外面呢，我明天还有事呢。第2日，林小鱼毫无意外的起来晚了。小玉姐嫂，今天是和姐夫一起来的。奇怪了，今天李管事怎么没有来啊？李管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他以前不是天天都来吗？林小鱼心里也奇怪，怪不得刚才没有看到李顶天，这家伙不是干劲十足吗？怎么才这么些天就打退堂鼓了？林小鱼，你别坐在里面不出来，我知道你在家。林小鱼眉头皱了皱，大清早的真晦气。让赵文秀出来，我玲珑绣坊请的是个什么东西？答应好了去我那做活，给我撂挑子是不是？那天你在我玲珑绣坊拉生意，今天就抢我玲珑绣坊的人，我看林小鱼，你就是和我玲珑绣坊过不去。裴姑姑，
我给你干活没拿到1分钱。再说你用了什么手段让我去你那儿上供，咱们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。你不要在这里血口喷人，污蔑小嫂子。嘿，你个小贱蹄子，给你脸了是不是？怎么，2个孩子还有你婆婆不想要了？你别伤害他们。裴姑姑，你真是好大的脸啊！前几天偷着从我绣坊里挖人这笔账还没跟你算呢，这就倒找着来兴师问罪了。你今天要闹的话，咱们就闹个大的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敢这么欺负我们，无非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没有靠山，对吧？有靠山怎么了？有靠山你也得讲理。裴姑姑听到靠山，语气也软了半分。她今天就是打听好了李顶天没来，才敢来兴师问罪。好，那我今儿个就跟你讲讲理。我们绣坊开得好好的，你挖墙脚就算了。前几天李顶天送去官府的那2个打手，是你们玲珑绣坊的对吧？赔了多少钱呢？找了多少关系才摁下去的？要再闹起事来，你主子可能会善后，但你这个姑姑的位置，确定还能保得住吗？裴姑姑的脸色瞬间就变了。李家的纨绔子李顶天也不知用了什么诡计，让那2个打手说了真话，供出了玲珑绣坊。上头的主人已经不高兴了。现在若再闹出事儿了，这绣坊姑姑的位置怕是真要保不住了。林小鱼，咱们打个商量，你让赵文秀回去先把活干完，这件事情就算完了。否则咱们闹开了，大家都不好看。我固然可能被撤了绣坊的姑姑，但你也落不得好。错，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。裴姑姑，你要闹的话，咱就继续闹，左右我光脚不怕穿鞋的，闹到哪里我都不怕。这看最后咱俩呀，到底谁落不得好呢？对了，裴姑姑，你人老健忘，还记得桂嬷嬷吗？你觉得有谁的单子能比得上郡主家的单子呢？裴姑姑彻底噎住了，她自然是不敢说有谁能比得上郡主，那不是找死吗？哼，不敢是吗？不敢就给我滚，滚得远远的，别再让我看到你了，否则我不保证到郡主那里说些什么。林小鱼给了裴姑姑最后致命一击，这没脑子的裴姑姑立刻像夹着尾巴的狗一样跑了。所有绣娘都在鼓掌，数着赵文秀鼓掌最响亮。小玉姐，太解气了，太解气了！裴姑姑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今天终于出了一口恶气，爽快！小玉姐，这李管事是不是不来了呀？都3天了也没有见着人。有了李管事在，偶尔开个玩笑，我们大家也能乐呵乐呵呢。这3天的时间里，李顶天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，半点影子都瞧不着。相公，你觉得这件事情要怎么办？我去李府看看。李顶天虽然平时不着调，但在这件事情上绝对是认真的，不可能轻易放弃。你去？林小鱼白了吕承行一眼。你怎么去？当年你和李顶天是狐朋狗友，他家里的人肯定认识你的。你若是被发现被告发了怎么办呢？想过没有？不会的，我会小心混进李府，不会被别人发现的。一阵无力感涌上了林小鱼的心头。那你就去吧。李府，吕承行身体轻巧地跃上墙头，见四下无人，落地以后贴着墙根小心翼翼地往前走。咱们家大少爷被关在食堂里罚跪了，这次不知道要关几天。哎，大少爷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也不是逛了1次祠堂了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也是，还是二少爷有出息。哎，你说，都是一个娘出来的，这差距咋这么大呢？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让人听到，咱俩也干不下去了。快去守夜。两人走了以后，吕承行便大步流星地朝着李府的祠堂走去。祠堂里正跪得双膝发麻的李顶天吓了一大跳，忙转身回头看去。谢兄弟啊，8年了，你终于回来找我了，我等你等得好苦啊！你可知你走了以后，我一个纨绔实在是孤枕难眠。不对，我一个纨绔去青楼都没有人作伴。我爹训我的时候，再也不能捎带上你了。聋子还是那个聋子，画眉已经换了10几个。我是吕承行。不早说，浪费老子感情。为何被关在祠堂里罚跪啊？吕承行给自己找了一个舒适的地方坐下，颇为怀念地打量起了眼前的地方。还是一样的人，一样的祠堂，时间却已经过去了8年。李顶天气得瞪直了眼。别提了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王八羔子给我爹告的状，说我不务正业，整天往青楼里跑，
还去做绣娘绣花。我爹那个性子本来就喜欢我弟弟李文如，现在听到我不仅往青楼跑，还去做绣娘，这下更是气得一蹦3尺高。你看，抽了我好几棍子了，要不是祖母拦着，腿都能给我打折喽。吕成行略微扫了一眼，一看就是用了狠力，确实够狠，长这么大了还被爹打，你也是够废物啊！你，李顶天没想到吕成行居然不安慰，反而还说他是个废物。吕兄弟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个废物，这么大了还被爹揍，好不容易自己找了个能赚钱的营生，做了管事儿，还被家里管着，不让我出门就不能出去，连我谢兄弟都找不到，还被自己亲弟弟笑话，我算什么东西？我说你废物，不是指这个。大丈夫当有决断，听见别人操纵摆布，与提线傀儡有何区别？可我打不过，跑不出去呀，我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纨绔。笨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当有决断，像利剑一般坚韧，却不必如莽夫一般横冲直撞。吕兄弟，请赐教。爬墙去找你祖母。吕兄弟，你是说找祖母替我向父亲求情，让他放了我？自然不是。哦，我还以为你是要让我躲在祖母那儿，这更不是大丈夫所为。你父亲偏爱二弟，觉得你不堪重用，你在他那儿做什么都不会得到重视，不如做出一些名堂给祖母看，让祖母心服口服。对，如此一来，祖母便可去和父亲说情，而且底气十足。如果单单只是求情，没有人在乎和瞧得起我，只当我是个不听话的顽童。李兄，越是被人瞧不起，你便越要做出一番事业，这才是正道。可惜啊，可惜，我活了20几年，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，是不是已经晚了？若是早些明白也好啊，劝劝我谢兄弟也好。他们说他杀了人，畏罪潜逃，我是不信的，可又没有办法，谁让他和我一样是个纨绔呢？有缘自会再见面，若我说晚了，你是做还是不做？做？怎么不做？即便是晚了，我也要做。他实在受够了那种被人欺辱、瞧不起的日子。我该走了。撂下这番话，吕成行便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。话已经带到了，就看他这位李兄能领悟多少。相公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李顶天的事情解决了？我身上寒气重，别过来。李顶天哭诉被关在祠堂，我便说让他去找祖母想办法。让我抱抱。林小鱼才不管什么寒气不寒气呢，自家相公他想抱就抱。咱们得替李顶天想个办法，让老夫人认同他才行。李顶天的父母偏疼他二弟，说服很难的，但是祖母一向疼李顶天。相公，我想到了，明天我便亲手绣个木额送给老夫人，先讨了老夫人的欢心。至于其他的，老人家嘛，不就是希望儿孙呢有个正正当当的事儿干？只要李顶天不去青楼鬼混，不继续当纨绔子弟，老夫人应该就能满意了。相公乖，咱们睡觉了。又是一天晚上来到，吕成行深夜翻墙，好巧不巧的，正好遇到李顶天在院子里面打拳。吕兄，是想到办法让祖母对我另眼相看了？这些送给老夫人的。似乎察觉到了李顶天的疑惑，吕成行解释道：拿去看看就能知晓，我不便在此多待。好，李某在此谢过了。李顶天也怕旁人发现，送走了吕成行，第2天便去找了祖母。今日怎么起得这么早，跑那么急做什么？祖母可告诉你，昨天刚跟你爹求情，你得在宅子里给我进行反悔。祖母，我这次来给你带个好东西。祖母，这是孙儿的一片孝心，您可要收下呀。你这孩子又搞什么名堂？老夫人伸手接过木额，双眼凑近，眯着眼睛去瞧，半晌后满意道：真不错，臭小子，从哪弄来的？祖母，前些天不是有人在爹面前告发我不务正业，专门干些女人的活吗？这就是我所在的那家绣坊做出的东西。李顶天笑得像只讨糖的狐狸。这家房子的东家是个女子，能耐大得很。最近京城里的小姐公子的双面绣坠子和团扇都是她手底下绣娘做的，
祖母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东家手下还有慕容家小姐慕容颜雪、郡主和纯王妃的绣品单子。这下可把老夫人吓了一大跳，震惊道：“你这小猴崽子没骗祖母！祖母，您看您说的，我就是骗谁也不能骗您呐。您看我这东家厉害吧？我跟着干绝对错不了，而且我也不是干女人的活儿。您孙子我在里面干大管事，哎呀，混得好得很。这倒是个正当生意。小猴崽子，领着祖母过去看看。你爹昨天还说我惯着你，咱们现在也让他看看。小猴崽子长大了，谁再说咱们是纨绔，祖母跟他急。”老夫人肉眼可见的也高兴了起来。李顶天立刻就犯了难，绣坊小院那么小，他要是真带祖母去，祖母怕是有意见吧？祖母，绣坊小院离咱这儿远，您最近不是腰疼，坐着马车去不舒服，而且我这个东家是刚来京城，绣坊小院规模还没发展起来，等过几个月发展大了，您孙子我再拉几单大生意，就带祖母去看。老夫人喜得呀合不拢嘴，孙子的东家和郡主纯王妃都合作过，那肯定不是个简单人物啊。祖母，我给您把墨额带上。哎呦，祖母，这墨额真配您哎，既好看又贵气。你这小嘴真会哄祖母。既然你是绣坊的大管事，那祖母总得支持自己的孙子。这种墨额，祖母定做10条，花样就让你东家自己选。这石榴花的就不错，让你东家再做1条。祖母，您真好，孙子一定不会让您失望，孙子一定会赚大钱，给您争光。李顶天光明正大的就走出了李府，后面的李文如正巧看到了，